给了你多少钱？10万还是20万？哼，你一个月2000多块的工资，没房没车，接我上下班还要骑电动车，我丢不起那个脸。我想要个爱马仕你都买不起，窝囊废。你说什么？看看这是什么？我说错了吗？我陪陈楚一晚上，他就给了我50万。陈楚一是他在律所的顶头上司，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比他女朋友大了快30岁了。自己的上司把自己给绿了。法外狂徒系统已绑定，触发任务，用法律知识打脸出轨的女朋友李宇。任务完成奖励人民币加100元，法律理论能力加10，法律逻辑能力加10。陈楚一比你赚得多，比你出手大方，跟他做情人都比跟你一辈子好。我出幻觉了。触发任务，用法律知识打脸出轨的女朋友李宇。是否接受任务？你他妈到底接不接受？搞快点！你还挺暴躁，接受。我倒想看看，到底是女朋友气得出现幻觉了，还是真的天降金手指。姓名林峰，职业律师，狂徒等级3，财富总和15块。新手奖励体能加强，能在短期内迅速提升身体素质，改良身体条件。算了，先打脸完出轨的女朋友再说。行，分手吧。李宇愣住了，没想到林峰答应的这么痛快，都不挽留他，让他很没面子。反正你那50万的支票又没有法律效力，取不出钱，和一张废纸没区别。不可能，你骗我，你就是妒忌，你肯定是被戴了绿帽子，觉得心里憋屈。你自己好好看看，上面只有指印，没有任何签名或盖章，在银行根本取不出来钱，一张废纸罢了。你没学过票据法吗？我不信，我妹妹在银行工作，我马上就能问清楚。老公，我错了。打脸出轨女朋友的任务完成，奖励人民币加100元，法律理论能力加10，法律逻辑能力加10。林峰甩开李宇的纠缠，转身回了律所大厅。刚回去，林峰看到每个人的脑袋上都浮动着一个发着绿光的勾，发着蓝光的问号，或者是发着红光的叹号。勾很普通，应该是可以查看人物信息的。问号应该是能触发任务。林峰看到他刚进律所时带他的师傅顾平头顶有个问号。顾平律师好像需要你的帮助，过去和他聊聊，获取详细的任务吧。师傅，怎么了？我2个客户法律咨询的时间撞了，你帮我在1楼接待一个客户，叫张梅。还有什么事情咨询的话，你能解决就帮他处理一下。我2楼还有点事。好的。顾平和林峰说了下张梅的特征，就匆匆上了楼。林峰等了一会儿，就看到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女人走进了律所大厅。林峰一眼认出来。张小姐，您好。我叫林峰，是顾平律师的徒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老公出轨了，现在和小三在绿岛酒店1205房间开房，我直接闯进去拍照录像捉奸，是不是违法呀？触发任务，张梅老公出轨了，请求你以合法方式帮助他维权。任务完成奖励人民币加200元，证据收集能力加30，法律理论能力加10。对，直接闯进去拍照侵犯他人隐私是违法的，这种方式取得的证据也没有法律效力。啊！张梅气得浑身发抖。我要跟那个渣男离婚，让小三名声扫地。那个小三都嚣张到给我打电话耀武扬威了，难道法律就制裁不了他，还要保护他？当然不是，你现在打110，就说举报绿岛酒店1205房间有人涉嫌嫖娼。可是就算那对狗男女被带走，进了警局，他们也能解释清楚不是嫖娼啊。林律师，你好歹也是学法律的，诬陷别人嫖不合适吧？这么年轻，一看就是新来的律师，真是没有法律素质，居然要怂恿我诬陷别人。接下来是不是还要教我怎么做假证，怎么买通证人？这种人也配做律师？林律师，我觉得我们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怂恿我去诬陷别人，您配做律师吗？不是诬陷啊，你举报他们就会被带进警局。警察做笔录的时候，他们为了否认自己嫖娼，会承认彼此是情人关系。那又能怎么样？情人关系只是道德问题，警察又不管。是不管，可有了警局的笔录，你拿着结婚证去警局复印一份，证明你老公出轨小三的证据，不就有了吗？而且，张小姐，我以一名律师的身份向你保证，这么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林律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没想到法律还可以这么用。对不起，林律师，
是我误会你了，我向你道歉。没事，别耽误时间了，你打电话报警吧。张梅立刻打电话报了警。挂完电话，林律师，你这法子挺刁钻，挺独特的呀。这事儿我问过我一个学法律的大学同学，他跟掉书袋似的，左一句民法典，右一句民事诉讼法解释如何规定的，理论知识说了一箩筐，收了我2000多的咨询费，可半天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啰嗦。林峰没接话，也不想跟着张梅议论，以免惹祸上身。我们加个微信吧。加完好友，林峰看了看张梅的朋友圈，这妥妥的高冷御姐。看什么呢？给你转了咨询费的钱，收一下呀。5000块，整整5000块人民币。张小姐，我一共跟你聊了不到3分钟，这钱我受之有亏不能受。如果您一定要给，您和我师傅谈吧。张梅又劝了他几次，但林峰态度坚决，他也就作罢了。任务完成，人民币加100元，证据收集能力加30，法律理论能力加10。几分钟的时间，300块钱进账了。看来中午的午饭可以在麻辣烫里多加3块钱的午餐肉和墨鱼丸了。林峰打开手机一看，是移动公司的中奖短信。前几天他充话费送的几张电子抽奖券，抽出来了300块钱的现金红包，刚好和系统奖励的金额对上了。法律理论能力达到等级上限，特奖励青铜宝箱1个，是否开启？开。宝箱开启成功，奖励法律检索系统，使用后能把所有法律条文倒背如流。这是什么神器？顾平在旁边看完了林峰接待张梅的过程，本还担心林峰经验不足，出什么乱子，匆匆赶了下来。可是，一听到林峰和张梅的对话，人都傻了。先打110，让警察把那2个狗男女带到警局做笔录，然后再让张梅去警局复印笔录。这样取得的证据不仅合法省事，证明能力还很强。这取证方式刁钻至极，很缺德坑人，还偏偏合法合理，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来。张梅是斯坦福大学的海归，双博士学位的美女，社会地位高，生性高傲，竟然对林峰这小子心生敬意。这个刚拿了律师证不久的年轻人不简单啊！林峰这小子的思维角度这么独特，说不定那个困扰我多年的疑难冤案，林峰能帮上忙。顾平好感度加5，张梅好感度加5。师傅，林峰把张梅的事简单和顾平说了，得知林峰没有收张梅给的咨询费。小林，下次要是再有法律咨询，客户给你咨询费你就收着，我们付出了劳动，收钱是应该的。师傅，他是您的客户，我不会越俎代庖。顾平笑笑也没说话，知进退又懂分寸的徒弟，谁会不喜欢？这时，楼上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师傅，楼上没出什么事吧？走吧，跟我过去，一会儿就知道了。你们律所专业能力这么差，连我孙子都不如，来骗钱的吧？退钱，把我以前付的律师费都退给我，要不然我就砸烂你们的招牌，让你们军警律所从此滚出律师圈。这是来砸场子的。我孙子都能把民法典倒背如流了，你们所里的律师连民法都不会背，还打什么官司？2个小助理被骂得面红耳赤，都要哭出来了。齐老先生，律师能打赢官司，不需要背熟民法典。您孙子能背熟民法典，也未必能打赢官司。这时，林峰看到顾平的头顶缓缓浮起一个泛着蓝光的问号，他点了一下。触发新任务，帮助顾平安抚来律所闹事的客户。任务奖励人民币100元，法律检索能力加50，触发顾平隐藏事件。隐藏事件？还有这种好事？师傅，您去忙，这儿交给我。明天还有个案子要开庭，要着急回办公室整理开庭的资料才行。行，那你跟齐老先生好好说说。不许走，找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就要打发我。齐老先生，谁跟你说军警律所的律师背不出来民法典？你别瞎逞强。虽然齐老先生那孙子才8岁，可那孩子是去年最强大脑的总冠军，随便一本书他看几个小时就能背的标点符号都不差。今天上午那孩子背了900多条法律条文，一个字不差，把咱们所里的几个高材生都虐得找不着北。师傅，那我让他找不着北，你给我加薪吧。正经点，齐老先生是我们的老客户了，每年都能给我们创收几千万，他要是被你气走了，我就炒你鱿鱼。林峰看向齐老先生的孙子，这孩子叫豆丁，瘦瘦小小的。小朋友，我们比一场。比什么？记忆力。好，就凭你。林峰，你闭嘴！在大学，你自己挂科多少次，你自己不知道呀？差点就拿不到学位证了。司法考试客观题180及格，你181压线通过；司法考试主观题108及格，你108压线通过。
你这种学渣怎么和他比记忆力？不是找死吗？如果我输了，我就收拾东西立马走人，永不踏入律师界半步。林峰，你疯了？你确定？年轻人，到时候你可别跪下哭着求我。那如果您孙子输了呢？不可能，如果小豆丁输给你，我就骗你到我们公司当法律顾问。好，系统，帮我启用法律检索系统。法律检索系统启动成功，使用后能把所有法律条文倒背如流，一字不差。怎么比？民事诉讼法默写，用电脑键盘敲字，限时3个小时，比精确度可以吗？好。林峰和小豆丁一左一右的坐到了电脑前，噼里啪啦的敲了起来。2个半小时后，小豆丁停下了敲键盘的手，瞥了眼林峰，眼底闪过一抹高傲。愚蠢的大人。还剩3分钟了，年轻人愿赌服输吧。我也完成了。顾平一页一页地翻阅着小豆丁默写的文档，看完小豆丁的，顾平打开了林峰的文档，才看第一眼，眉头皱了起来。怎么样，顾律师，他是不是输给我孙子了？齐老先生，您的孙子输了。这不可能，您自己看。林峰的默写列出了2007、2012、2017和2021年民事诉讼法4次修改的对比表格，还用不同颜色做了区分和批注。小豆丁也惊呆了。年轻人，这是我的名片，加油，好好做。齐苍龙，齐天集团董事长。林峰，你小子可以呀，深藏不露呀。最强大脑的总冠军被你虐得都找不着北了，绝绝子。峰哥，你怎么做到的？优秀啊！对，教教我吧，我法考连考了4年都过不去。峰哥，今年考试前让我膜拜一下，蹭蹭大佬的欧气。疯爹那是欧气吗？那叫实力。好好干，年底律所要增资，可能要多几个合伙人律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师傅您放心，我就抱着您这条粗大腿赖着不走了。任务完成，成功帮助顾平安抚来律所闹事的客户，奖励人民币100元，法律检索能力加50。顾平隐藏事件将于晚饭时间触发。师傅，该吃饭了，一起吗？走吧，有个赚钱的活儿，你想不想干？有个出版社在征稿，就是那种司法考试的教材。我跟出版社的编辑推荐了你，因为你是新人，如果过稿，一本书的版权费是8万左右。8万，师傅，谢谢您，谢谢您。好好干，要是书卖得好，还有机会跟司法考试培训机构签约，去直播授课，课时费也不便宜。师徒俩吃完，林峰去结完账。顾平隐藏事件达成，顾平好感度加10，目前好感度30%，好感度满30可以查看对方的详细信息，是否查看？还有这功能，查看。姓名：顾平，职业：律师，黄图等级 LV16，高级律师，金钱921万。这金钱，这等级，林峰狠狠地羡慕了。林峰，我晚上要见一个重要客户，刚约的时间，晚上8点我有一场普法直播，时间来不及了，你替我去吧，资料我等下传给你，你照着念就行了。行。晚上8点，林峰坐在出租屋的电脑椅上，登录顾平的直播间账号。怎么换人了？这么年轻就来普法？大学毕业了吗？不会是来骗钱的吧？算了，反正那些法律条文枯燥的要死，也没什么意思，爱谁谁吧。就是要不是我们学校第2课堂有学分要求，我才不稀罕听。老师，你什么时候能讲完？我挂机了，你讲完我再回来。枕头和毯子准备好了，讲吧。今天的普法直播讲的是刑法。林峰看了眼顾平传给他的讲义，讲义都是最枯燥的法律条文，照着念就可以了。触发任务是普法直播间在线人数突破2000，任务奖励现金加500，法律逻辑能力加200，法律论证能力加50，顾平好感度加10，可能有隐藏奖励掉落。林峰看了眼直播间粉丝量，陷入了沉默。直播间初始在线数量10人。沉默了一会儿，林峰打开麦克，先做了个自我介绍，解释了一下顾平临时有急事的情况，然后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有一天，张三在同学聚会上喝了很多酒，所以让他的女朋友开车回家。路上，女朋友车技不行，前面一辆车给刮蹭了。交警过来让女朋友挪了半天，都挪不到正确的位置上。张三着急之下，自己坐上驾驶座去挪车，把停在路边的警车给撞了。弹幕炸了。然后呢？老师，然后怎么样了？我笑到全小区的音控灯都为我照亮，楼下电动车纷纷报警，方圆10里的公鸡都开始打鸣。这老师今天怎么不念法条了？失眠3天3夜没睡，就等着来直播间睡觉呢。你们猜张三被定了什么罪？要怎么判？交通肇事，危害公共安全。学法律好像还挺有意思的哦，我把你直播分享到班级群了。
直播间在线人数53人，离2000还差得太多。告诉大家，张三最后被定了危险驾驶罪。啊，对，他喝酒了。那我要是当着警察的面喝酒，警察怎么知道我驾车之前是不是喝酒了？好办法，酒驾被查的时候，见到警察现场喝一瓶白酒，跟警察说对不起，我没酒驾，看到您太紧张了，才想喝瓶酒压压惊。这能规避法律吗？当然不能。按照司法解释最新的规定，如果张三在被查酒驾的时候现场喝酒，其饮酒后的血液酒精含量达标的，也应该认定为醉酒。家人们，我一个学养猪专业的，居然听懂了，法律好像没那么难学。谢谢老师的普法，以后我一定要考进法学院。直播间实时粉丝量不断增长，从300到500，再从500到1000。所以酒驾被查的时候，不要当着交警的面喝酒，倒不如弃车而逃，看到查车的就跑，车不要了。第二天再看到交警的时候，要满腔热血、满怀正义的走上去，问警察同志，昨天那个小偷抓到了吗？我可是热心市民，看到小偷就下车冲过去追了，车都不要了。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酒驾醉驾呢？犯罪警告，传授犯罪方法罪。直播间的屏幕突然被一个接一个的流星雨大屏，一时间整个屏幕都变成了一片红色。张梅送来20个流星雨，一个流星雨要1000块吧，直接送20个，真是毫无人性。那你们知道学医的人转行来学法律有多可怕吗？我大3到法院实习那年，跟着法官开庭，庭审的时候，一个当事人阑尾炎发作了。然后呢？估计要延期审理了吧？延期用不着。刚巧有2个法官以前是学外科医学的，一看到阑尾炎患者，觉得特别亲切。法官说：“大家不要慌，肃静。”书记员，你和司法警察去把隔壁的调解室收拾出来。我们以前是学医的，刚好手里还有一套手术刀在身边，别说是给你割阑尾了，一边开庭审案子，一边割都没问题。哎呦我的妈！林老师您好，我是今年应届的法考学生，想问您一下，诈骗罪和盗窃罪要怎么区分？那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张三找了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马上要结婚的时候，聘礼的钱不够，他拿着5万块钱去找魔术师，希望魔术师帮他变成500万。然后呢？魔术师说：“这个忙我一定帮，你把钱放到这个箱子里，拿回去，7个小时后再打开。回去的路上买一只榴莲，用微波炉烤10分钟，然后对着西北方磕300个响头，再把榴莲吃掉，再打开箱子，里面就会出现500万。”张三买完榴莲回家照做，烤榴莲的时候，门外有一群人在疯狂的敲门，张三以为他们是来抢自己香，也不敢开门，疯狂的跪下磕着头，磕完300个头后头晕眼花，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毕竟马上能拥有500万。狼吞虎咽的吃完烤榴莲，满怀虔诚的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是一叠废纸，上面还写着一行大字：“你真傻，其实你女朋友是个变性人。”这魔术师应该判个故意伤害单身狗罪。秀儿，我听得一脸懵逼，好像懂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懂。本案是典型的盗窃罪。林峰也看到了右下角的直播间粉丝数，2023任务完成，任务完成。法律逻辑能力加200，法律论证能力加50，不评好感度加10，掉落隐藏奖励威严。威严是什么鬼？师傅，小林干得不错呀，第一次直播间粉丝就破2000了。那我还不是怕砸了您老人家的招牌，才在直播间里那么卖力普法。行了，我提醒你一句，法律不要过度娱乐化，否则惹祸上身，你就得回乡下老家去跟猪一起吃泔水了。那我把泔水吃光了，猪吃什么？说正经的，有个家庭暴力的案子，明天上午得过去调查取证，你要是有时间，跟我一起过去一趟。啊，我触发任务，完成家暴案件的调查取证，任务奖励现金3000，证据收集能力加300。触发隐藏任务，家暴案件的当事人中混入了一名毒枭，手上有15条人命，请找出他，并协助警方抓捕。隐藏任务奖励黄金宝箱1个。你这系统有点坑啊！身背15条命案的毒枭，明天上午就可能要和他面对面。可是，在看到黄金宝箱时，林峰心动了。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完全没问题。那你准备明天上午一起过去。好的，师傅。你在做什么？我过来把你公寓的钥匙还给你，我这就走。这女人回来干嘛？东西不是下班的时候都拿走了吗？真是够狠毒的。谁啊？陈楚义，来的还真快。你来干什么？警察同志，就是他，蓄谋敲诈勒索我50万。这位先生，我们接到陈楚义先生的报案，请你配合调查。触发任务，化解危机，让陈楚义付出代价。任务完成奖励，
陈楚义直播拉稀，任务失败奖励踩缝纫机10年。小林，敲诈勒索50万，要判10年以上啊！你还笑得出来？陈楚义是入赘，仗着媳妇家里的势力，才走到今天的高度。要是被爆出婚内出轨，他的事业就全完了。原来陈楚义花了1晚上的时间，安抚了大吵大闹的李鱼，让他帮忙一起指证林峰，先把林峰送进监狱，以免这小子报复他。我最恨别人冤枉我，你们调查吧，清者自清，我会配合。你小子挺会演戏的呀，还死不承认？我有录音证据。陈主任，对不起，是林峰逼我的，他逼我问你要50万，我要是拿不回来钱，他会打死我。他还用菜刀指着我，逼我脱下所有的衣服，拍下那种照片。如果我拿不回50万，他就要曝光我的照片。求求你了，陈主任，你就给我50万吧。林峰居然用那种照片威胁自己的女朋友去勒索别人。巧了，我这儿也有一段录音，来都听听吧。我说错了吗？我陪陈楚义睡1夜，他就给了我50万。陈楚义比你赚得多，比你出手大方，跟他睡1晚上，给他做情人，都比跟你一辈子好。睡1晚上就给50万，陈主任真是大手笔。不过白嫖是不是不太好？我如果没猜错，陈主任，你录音里李宇问你要的50万，是他前天卖肉的钱吧？哎，摊上这么个上司，摊上这么个女朋友，真倒霉。警察同志，这些证据都是次要的。昨天李宇跪在我面前要那50万，说拿不到钱林峰会杀了他，曝光他隐私，我一时心软才给了他。现在那50万肯定还在他家里，要是能在林峰家里搜出那50万，捉人拿赃，真相就水落石出了。那要是搜不到呢？要是搜不到，我愿意坐牢。好啊，诬告陷害罪3年以下哦。警察同志，不用搜查令，你们直接搜就行了。警察同志搜到了吗？没有。这不可能，我昨晚亲眼看见李宇把钱带进了林峰家，然后空着手出来的。50万怎么会凭空消失？陈主任，根据刑法243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警察同志，我说的对吗？小林，我还有2个儿子，1个女儿，你忍心让他们有个罪犯父亲被人指指点点的戳脊梁骨吗？林峰，我知道错了，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是吗？拿法律开玩笑的罪名，我可不承认。警察同志，希望你们可以还我一个清白，秉公执法，捍卫法律权威，维护法律正义。完了，全完了。陈先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任务完成，成功化解危机，让陈楚义付出代价，奖励陈楚义直播拉稀。怎么这么多记者？谁叫你们来的？是陈律师叫我们来的，说这里有大新闻。陈律师，你们怎么压着陈律师？你们快走，今天没有新闻了。陈楚义刚说完，肚子里传来咕噜咕噜的响，转身就要往公寓楼下的公厕跑。2个叔叔以为他要逃跑，一左一右地钳制住他的胳膊。跑什么？我要去厕。有新闻了，有新闻了！头条新闻有了，年薪近1000万的大律师直播拉稀。哎呦我的妈！师兄，是我。有事吗？师兄，那50万块真不在你房间里呀？不在。这家伙刚刚陈楚义对我发难的时候，你就站在人堆里面看，现在跑来关心起50万的事情。要不是我把你引荐给师傅，你能进军警律所吗？师兄，我听说师傅让你今天上午去当事人家里调查取证。是的。师兄，你还没买车吧？我送你，省得你还得打车。不用，打车也很方便。师兄，我记得你考过驾照了，1个月2000的月薪，应该还没买车吧？要不你开我的。小林，上车。峰哥我。于离站在原地，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监控，那个监控能把林峰坐进豪车拍得一清二楚。于离把手机揣进裤子口袋里，进了小区保安室。保安同志，我手机丢了，想调一下半个小时内的监控。陆老师，原来是您啊！陆老师是师傅顾平的研究生导师，国内著名法学家，法律界数1数2的大佬，在法律圈的地位举足轻重。去哪儿？捎你一程。香林路118号，谢谢陆教授。小林，我下周在宁省高院有个讲座，你要不要过来？陆老师的讲座含金量极高，但从不对外发放门票。我1个月薪2000的实习律师，恐怕连讲座会场的门都进不去。非常愿意，但是陆老师讲座的门票。陆纵海拿出一叠票，足足有7、8张，递给林峰。2人又聊了几句，到了目的地。
一直到他下车，林峰也不理解陆纵海对他的态度。陆老师再见。陆先生，您为什么对这个后生这么好？这小子前途不可估量。就他月薪2000，差点因为挂科拿不到学位。小林，女当事人叫白兰，长期被丈夫家暴，想离婚。她的家暴案我之前代理过，本来约好的是明天，但是我今天的会议被调整到明天，我们就提前去帮她整理起诉资料。好的，师傅。你以前也都是纸上谈兵，今天我来给你打下手。别紧张什么？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白兰端了2杯茶出来，手臂上有一些淤青。刚得知本次律师费只要3000，白兰大手一挥：“林律师，我要问那个渣男追讨100万的抚养费，你就分20次起诉，每次起诉5万，我们告死他。不行，这样太便宜他了。你们多叫点律师，咱们凑个100人律师团，戴上墨镜和大金链子，往法庭上一站，多威风。”白阿姨，咱们得遵纪守法，不能浪费司法资源。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我和周海有3个孩子，3胞胎，都是女孩。周海好赌，每次赌输了喝醉了，回来就发了狠的打我，往死里打的那种。几个女儿想拦，周海就连女儿一起打，但我不敢提离婚。我一个农村出来的穷丫头，小学文凭，找不到工作，离婚了带着女儿走又养不活，不带女儿走，周海会把他们卖去抵债的。那你现在为什么决定要离婚了？前几天周海在酒吧喝多了，跟一个富家子弟抢女人，被人打断了几根肋骨，打折了1条腿。对方不想惹麻烦，私了赔了100多万。顾律师说离婚的话我能分到50万。我恨不得周海是条蜈蚣，多长几条腿，一次被打断10来条腿，这样3个女儿的学费就有了。哎呦我的妈！好的，起诉离婚，我需要一些证明您丈夫家暴的证据。这些都是之前顾律师让我保留的证据，说是打官司用得到。林律师，你看看。有了狂徒系统的帮助，林峰每触碰到一份证据资料，脑海中都有系统给出提示：有效证据、无效证据、无效证据、有效证据。这也可以。不到5分钟，林峰拿出笔记本，开机，对着被他留下的几张皱巴巴的纸和一支录音笔，在电脑屏幕上敲下了起诉书3个字。这些证据你看了多久？5分钟。5分钟能看出个什么？上百页的资料，哪怕是我自己上，也要看1个多小时。年轻人啊，总是自视过高，毛毛躁躁，看来我还是高估了你。顾律师，你让我收集的那些证据材料有100多页，林律师只留下了一小部分，剩下的全扔了。他这是，他那么年轻，能行吗？顾平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前几天他信誓旦旦地给白兰打电话引荐林峰的时候，提及自己这个爱徒时有多得意，现在就觉得脸上有多疼。不知过了多久，林峰停下了手上敲键盘的动作。写完了。师傅您看看。这小子写的起诉书，无论格式还是内容，都挑不出一丝一毫的问题，甚至还洋洋洒洒地分析出了对方律师的18种答辩角度，20种应对方法，以及组合出的6条证据链，不多不少，刚刚好，就5分钟时间把一堆资料里面最有用的挑出来了，还组成6条证据链的完美证据网。白兰也在看林峰的电脑屏幕，他学历不高，但也会察言观色。单凭顾平的表情，白兰就知道他小看眼前这个年轻人了。警告，有2辆车，载有危险目标，正在向您靠近。门外突然进来5、6个彪悍的男子。你们快走，快走！走？怎么走？已经被堵住了。他们是什么人？我丈夫周海好赌，赌输了就去问他们借钱，他们是放高利贷的。领头的看了看白兰，愣了一下，开口说道：白兰，听说你男人周海被别人打断了腿，拿了100多万的赔偿款，那周海欠我们的钱是不是该还了？这件事和他们2个无关，不要把不相关的人牵扯进来。那好，你们2个马上滚蛋！光天化日之下私闯民宅，今天我们不会走，你们也别想走。小子，你是假酒喝多了吧？一起上给我弄他！大哥，我们错了，我们错了，别打了，我们马上就走。现在想走，因为你们的打扰，我跟我师傅错过了午饭。那我给你点外卖，去厨房给我做去。好的好的，我现在就去。先生，现场有多少人？有哪些种类的武器？有多少市民被困？没对你们做什么吧？他们现在什么状态？他们在厨房做饭。报告队长，人质应该是被暴徒挟持了，说的话明显不靠谱，肯定是被那几个收高利贷的胁迫了。走，马上出发。
本次家暴案件的隐藏任务已经触发，警告：手上有15条人命的毒枭已经出现在您的8米范围内，请找出他并协助警方抓捕，请注意安全。8米范围内，林峰不动声色地环视一周。8米范围内，除了在厨房洗菜烧饭的高利贷团伙，就是白兰和顾平。白阿姨冰箱里有矿泉水吗？我有点口渴。白兰愣了一下，有，我帮你拿。白兰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林峰。林峰注意到矿泉水瓶上还绑了根吸管，白兰把吸管拆下来，随手丢进冰箱，解释道：“我被周海家暴，前段时间打掉了一颗牙，嘴巴太疼了，不敢张嘴，所以就用吸管喝水。”谢谢。白阿姨，这矿泉水怎么味道不对？能不能帮我拿点白糖？白兰又愣了下，第一次听说喝矿泉水还要加白糖的，我去厨房帮你找找。白兰好像不记得白糖放在什么位置了，还是监狱的高利贷老大随手拿起白糖递给了他。谢谢，我手机没电了，你手机借我打个电话。好的。谁呀？我是隔壁邻居，你们家的快递送到我们家了。白兰开门的动作顿了下，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手不自觉地往腰间捣鼓着什么。不许动，谁是劫匪？劫匪在哪里？劫匪在厨房做饭，但是地上这位应该是新闻上说的手上有15条人命的毒枭。你干嘛？你说什么呢？警察同志，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平时连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我怎么可能是什么手上有15条人命的？你小子打架那么厉害，你的身手才更像个亡命之徒，你应该才是警察要找的人。队长，这是在这位女士的卧室里找出来的 A 试剂，这种试剂能让面粉纯度提高3个点。这东西不是我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在我房间里。你别装了，所有人都觉得你只是个常年被丈夫家暴的苦命女人，每次需要交货的时候，你的下线就会伪装成催债收高利贷的。但今天你失算了，第一，你冰箱里的每一瓶矿泉水上都绑了根吸管，那不是什么被家暴被打掉牙不敢张嘴，而是吸毒的工具。第二，刚刚我让你帮我拿点白糖，可是自己家的厨房糖在哪里你都不知道，这说明你根本不进厨房，按照你的家境来看，这很不合理。第三，我借用他的手机打电话的时候，看到了他通讯录里有个号码的备注是一个白字，所以加上你腰间掉出的枪足以说明一切。这是什么逻辑鬼才？年轻人你好，我叫林峰。我叫吴方平。林先生，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局里做个侦查顾问？工资好商量，你说个数字，我绝不还价。平时也不用你在局里坐班，偶尔有大案子才会请你过来，没有案子的时候工资也照开不误。吴警官，谢谢您的赏识和诚意，不过我不喜欢受约束，就不去了。如果您这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联系我，只要国家有需要，我一定义不容辞。吴方平看到林峰眼底的坚定，也没再劝。这个给你。这是什么？国家警务系统开发了一款名叫刑侦的 App， 里面都是一些疑难案件改编的剧本故事，用于训练和测试侦查推理能力的，你可以拿去玩玩。这张卡片就是刑侦 App 的入场券，必须要用入场券上的唯一邀请码才能进入 App。谢谢吴警官。林峰，我们走吧，这里交给吴警官他们就好了。那吴警官，我们先走了。吴处，您怎么能把刑侦队的入场券给一个体制外的人？刑侦才刚开发出来不到1个月，现在还是在内测阶段，能拿到刑侦 App 入场券的人，在国内不超过100个人，而且这些拿到入场券的人大多地位不低。小王，你觉得我把入场券给他，是我做错了？我只是担心他泄密，刑侦 App 里涉及到一些重大悬疑案件的侦查机密，所以我是领导，你不是。林峰，师傅，怎么了？这是咱们军警律所的匿名论坛，你被骂上论坛了。几个小时前，有人发了几条帖子，分别是新锐律师林峰被富婆包养了，月薪2000的林峰乘坐豪车上班，某林姓律师没才华就只能靠脸吃饭了，林峰3观不正。发帖的人很专业，遣词造句极具有引导性，帖子上还说你傍了个体重300斤的富婆。文字下面附了2张监控录像的截图，是你坐进豪车的截图。现在大家都在激烈的讨论着你。你过来。师傅，怎么了？咱们军警律所的匿名论坛里，你被骂上论坛了。几个小时前，有人发了几条帖子，分别是新锐律师林峰被富婆包养，月薪2000的律师林峰乘坐豪车上班，
某林姓律师没才华，就只能靠脸吃饭了。发帖的人很专业，遣词造句极具有引导性，还说你傍了个体重300斤的富婆。下面还有2张监控录像的截图，是你坐进豪车的画面。于离，你和林峰都是顾律师的徒弟，你觉得这帖子是真的吗？他真的被富婆给来杀了吗？峰哥那张脸长得帅，人缘一直挺好的，我就是担心他受伤。说说嘛。你不要告诉别人，消息传出去，我怕会影响到峰哥的清誉。卧槽！家人们快看论坛，事情反转了，怎么会这样？于离皱了皱眉，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打开军警的论坛，一看，瞬间僵住了。新锐律师林峰被富婆包养了的那些事儿，这条帖子下面，赫赫有名的海归女企业家张梅留言了。我给林峰直播间的打赏，他都1分没少的转给我了。下面附了他和林峰的微信聊天记录。大家好，我是陆纵海，豪车是我的，不是什么富婆的。这个陆纵海是我想的那个陆纵海吗？不然呢？法律圈的半壁江山都是陆纵海教授的门生和弟子撑起来的，谁敢随随便便拿他的名字当 ID？ 不想混了吗？三观不正的帖子下面是吴方平发来的留言：林峰同志帮我们破获了特大刑事案件。林峰同志亲口对我说，只要国家有希望，他一定义不容辞。他是个三观积极向上、敢于奉献的同志，请大家理智吃瓜，不传谣，不信谣。吴方平是谁？大家好奇的点开吴方平的个人认证后傻了。个人认证，省听吴方平，这是位大佬。刷完微博，于离脸上一片惨白，手机掉在了地上都没察觉到。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大人物站出来帮林峰说话？而林峰呢，去律所论坛下边回复了吴方平他们支持自己的帖子，又私下给他们发消息道了谢。谢谢各位的信任与支持，听说我是靠脸吃饭的，就再开个普法直播吧，下午1点半不见不散。微博下边，林峰扔了个直播间的链接。触发任务，在普法直播里劝阻网友的违法犯罪行为，任务完成奖励人民币800元，法律逻辑能力加200，法律辩论能力加200。您在黄金宝箱开出的物品普法直播间是否使用？使用。普法直播间启动成功，时间很快到了下午1点半。这一次，等在直播间里的网友却在直播间的镜头前看到了一个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人。我操，怎么是他？这不是全国通缉的那个强奸犯吗？据说先奸后杀，已经有21个女性受害者。快报警，打110，老师。我们悄悄打110就行了，我怕林老师成为第22个受害者。他不是通缉犯，他是我大学本科期间的室友，叫谢怀，因为长得和那个通缉犯一模一样，被误抓了12次。不信你们看，这是他的身份证，他真实身份是修电脑的。今天普法讲什么？那就给你们讲个强奸犯的故事吧。法外狂徒张三看到马蓉独居，某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张三看到马蓉喝醉了酒，就偷偷撬锁溜进了马蓉家里，和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张三醒来后对马蓉说：“阿姨，我不想努力了。”马蓉刚好暗恋张三，一看是张三，笑了笑说：“怎么是你啊？吓死我了！给你钥匙，下次还别撬锁了。”哎呦我的妈！请问张三构成什么犯罪？马蓉不是暗恋张三吗？怎么构成犯罪？事后同意是无效的吧？张三构成强奸罪既遂。这位网友说的对，事后的同意无效。即使马蓉喜欢张三，但是在他们发生不可描述的事情时，没有经过马蓉的有效同意，因此构成犯罪。某个正在用耳机听直播的网友整个人都震惊了。林老师，那强奸罪既遂要判多少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有加重情节的话，可能无期死刑。网友看了眼身边醉酒后昏迷不醒的女孩，赶紧把自己的衣服穿上，转身就走，嘴里还在念叨着：“我勒个操！幸好，多亏听了林老师的直播，要不然就得10年有期徒刑了。”在普法直播里劝阻网友违法行为，请继续努力。林峰刚要继续讲，这时候有一个叫“林峰怎么不去死”的网友发了一连串的弹幕：“林峰去死吧，骗人不得好死。法律骗子，你一个律师开直播不就是为了挣钱吗？你自己告诉网友，你司法考试多少分，就在这里开普法直播。要是10块钱3把，你配吗？你配几把？”楼上这谁啊？口气比脚气还臭，来点鞋油给你刷刷牙吧。有的人就是这样，自己是蛆就非得觉得全世界是一个大粪池。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争相维护的主播，大学20多门必修课，挂科过10几门？有图有真相，打开链接自己看。29门课，13门课后面挂着红色的挂科重修，9门课后面挂着橘黄色的小挂预警。成绩这么差的人来普法，真的不是在骗人。在卷子上撒把米，鸡都比他答得好。林峰，这真是你的大学成绩单吗？是我的成绩单，他自己都承认了，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哼，你们只知道林峰本科期间挂科，可你们知不知道他本科4年，为了赚钱供弟弟读书，赚钱给血癌的父亲治病，每天做6、7份兼职。谢怀，别说了，我不喜欢找借口。这位网友说我是个学渣，难道不是吗？这是我研究生期间的成绩，清一色的100分满分，这怎么可能？你作弊，成绩怎么可能提升的那么快？我告诉你，为什么林峰的成绩提升的那么快？因为读研那年，他父亲去世了。他再也不用赚钱给父亲续命了。林老师，我收回我刚才的话，我为我自己说过的话感到羞愧。厚达法考，这是国内有名的司法考试教育培训机构，连电话号码都有官方认证的。厚达法考，真的假的？装的还挺像的。厚达法考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说他们要骗你当民法主讲呢？快接，谁不敢接谁孙子。喂，林峰老师，你好，我们是厚达法考机构。不好意思，我这边在普法直播，如果您介意的话。不介意，完全不介意。我就在您的直播间里。全站公告！全站公告！尊贵的 VIP 厚达法考用户打赏主播超火100个，速来围观。这个厚达法考是我认识的那个厚达法考吗？官方培训机构会在普法直播间给主播打赏。是啊，厚达法考的几个老师开班仪式上也没见官方进直播间啊，更别提这种大额打赏了。你们看厚大法考用户名后面的 V， 那个是平台认证，这不可能是假的。卧槽，张三老师 C 位出道了。您这打赏太贵重了，您方不方便把电话开个免提？张三，哦不，林峰老师，我们想邀请您加入我们厚达法考，签长约做主讲。哦，可是我司法考试的客观题和主观题都是踩着及格线通过的。你踩个屁的及格线！侯老师，我跟你说，客观题分2张卷，满分150分，林峰得了150分。考第2套卷，满分150分，开考10分钟，林峰阑尾炎发作，被送去了医院。第2套卷，他还得了31分，2套卷总分181分，这就是他说的客观题踩着及格线通过。考试现场阑尾炎发作，被送进医院手术，还能通过传说中难度极高的司法考试，绝绝子！兄弟们，礼物刷起来！不要给我刷礼物，大家赚钱都不容易。林老师真的不考虑加入我们厚达法考吗？公告：瑞和法考 V 进入直播间。公告：指北针法考 V 进入直播间。公告：容大法考 V 进入直播间。有生之年居然能在一个主播的普法直播间里看到这么多法考机构。厚达法考的几个老师开班仪式上也没见官方进直播间啊，更别提这种大额打赏了。这真的是牛逼他妈给牛逼开门，牛逼到家了。林老师，我们诚邀您进行合作，工资随便您开价，年底您还可以公费去夏威夷旅游。林老师，您要是选择跟我们合作，给您配一台高配座驾，4S 店的车您随便挑。林老师，我们法考机构的总部临海，旁边有几套海景别墅，您看有没有兴趣？当着直播间200万网友的面，选择和任何一个法考机构合作，都会得罪其他机构，该怎么办呢？谢谢几大法考机构的赏识，承蒙不弃，这是我一个初入社会的法律小新人的荣幸。等直播结束后，我再给您几位回电话。于理，谁惹你了？这么大火气？哟，你也在看林峰的普法直播呀？喂，师傅，直播结束了吗？结束了。上次介绍给你的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向主编，你还记得吗？记得。向主编刚刚打了电话给我，听说你想签他们出版社，想见你，就今天下午4点半，地址我发你。你就是顾平介绍的那个小子，叫林峰。对，我就是林峰。听说你想签我们出版社？是的。一本书的版权费5000，你能接受吗？呵呵，一本书的版权费至少得8万。这个向主编明显是在刁难您。这样吧，我写书给您，不要版权费的。你在开玩笑吗？您不也是在开玩笑吗？我去个洗手间。等他从洗手间回来，林峰已经叫来服务生，在买单了。不用了，林先生靠脸吃饭，靠直播赚来的钱用来买单，我会于心不安的。那意思是今天由你买单？对。想在我面前装逼，你小子还嫩了点。服务员，再给我打包1磅麝香猫咖啡豆，还有1磅黑色象牙咖啡豆。这位先生他买单。好的，先生，你稍等。尼玛，这2种咖啡豆1磅都是600多美元啊！老子买单，你就照着最贵的点。林峰提着咖啡豆，正准备往外走。站住，林峰，你这个小偷！我包里有一张很重要的讲座的票，价值千金，那张票不见了。
只有你坐在我旁边，一定是你偷的，拿出来，否则我就报警了。先生，出什么事了？他偷东西，我的东西是在你们咖啡厅丢的，你们也有责任。先生，请问是什么东西？一张讲座的票，是陆纵海教授的讲座。这个讲座根本不对外发放门票，千金难求。可是，先生，您二位坐的位置是监控死角，并不能证明是谁拿了您的票。你们觉得像我这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会诬陷他？放手，你的票不是我偷的。先生，这是……你不是小偷，那这票为什么会出现在你身上？手脚这么不干净的人还做律师，法律都学到狗肚子里了。宿主，您的威严属性正在使用中。向主编最近包养的一个叫鲤鱼的小姑娘，说林峰得罪了他弟弟，非得缠着他来收拾他。向哥，算了吧，瞧他可怜兮兮的样子，我们宽恕他吧，好不好？鲤鱼一边说，一边直勾勾地盯着林峰，眼底都是怨毒。林峰害得他弟弟锒铛入狱，所以他要狠狠地报复林峰。没了陈楚义，他又找上了向主编这个大金主。哈哈哈！行，林峰，只要你在微博和你们律所的论坛公开向我道歉，看在鱼鱼的面子上，我就不追究了。什么时候我需要你们来宽恕我了？你小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要是报了警，你的脸就丢到警局去。这张票是内场1排的票，你能拿得到？当然是我的，内场第1排8号座就是我的票。既然这个讲座不对外发放门票，那向主编是在哪里得来的门票？又凭什么说是我偷了你的票？向主编的态度很奇怪啊，为什么一上来不怀疑别人，就说是林峰偷了他的票？林峰说的对，讲座不对外发放门票，那向主编又是从哪里得到的票？实话告诉你，这票是我从黑市买的，这是聊天记录和交易记录，我花了7万多块钱。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林峰，你就低低头，和向哥道个歉，这事儿就过去了。有陆纵海教授签名亲赠的票，是你能在黑市买到的。陆纵海除了是一位法学教授，更是国家书法协会的会长。陆纵海的字可谓是一字千金，并且他自创的字体极难模仿。这门票上确实是陆教授的字。陆教授题字的门票放到黑市，怎么可能7万多块钱就买得下来？至少被炒到几十万吧。几十万，别异想天开了，至少得7位数。向主编，这谎都不知道编得圆一点。向主编出身教授世家，他都拿不到的票，你一个草根出身，月薪2000多的实习小律师，你凭什么能拿得到票？你说说看，这票你又是从哪里得来的？我的票是陆纵海教授亲手所赠来的，堂堂正正。原本是今天来见向主编的时候，想做个人情送给向主编的，现在看来大可不必。那一大摞票足足有7、8张，而且每一张都是绝对 C 位。坐在 C 位是何等的有面子啊！今天就不要脸一回，豁出去了。林老弟，能不能给我1张票？哎呦喂，不敢呐！我一个月薪2000，靠脸吃饭的草根，哪敢和向主编称兄道弟？不好意思，两位先生，刚刚听你们一直在说什么讲座的门票。我刚刚在打扫洗手间的时候，在水池台旁边的角落里看到了1张票，您看，是您二位丢失的票吗？外场3层的第7排4号座。哈哈，向主编，拿好你的票，以后别再动不动就说自己的票被别人偷走了，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妈，你怎么了？怎么哭了？小林，这周末能不能回家一趟？发生什么事了？谁欺负你了？阿姨，这个靠窗的位置是我的，你看我的车票。看什么看？我不管，反正我就坐在这了，腿脚不好走不动，站不起来，你爱坐哪儿坐哪儿，跟我没关系。这位女士，您的座位号确实不是这个靠窗的座位，您不能。有什么不能的？我这膝盖可是粉碎性骨折过，有后遗症的，你们谁敢碰我一下，我立马躺下。这话一出，几个列车员都不敢动他，拉拉扯扯的，万一真出事儿了，责任谁来担？
阿姨，您做人要讲道理，我是学法律的。法律有什么用？法律能让我坐到这个座位上吗？我文盲，我不跟你讲这个。麻烦让一让，我来试试，我也是学法律的。哼，我可是北大法学院的顶尖学霸，拿过国奖和校长奖学金的，我都做不到的事情，换个人来，结果还不是一样。哟呵，怎么着？你要跟我老婆子讲法律？触发终极任务，用法律以外的手段帮女孩林青瓷获得属于她的座位。任务奖励：神秘盲盒，人民币500元。哟，有意思，这奖励还带盲盒的。姐，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有道理。你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是帮谁的？我一直觉得法律没什么用啊，今天总算是找到知音了。大妈听懵逼了，林峰嘴甜，没喊阿姨，直接叫了声姐，把大妈叫得心花怒放。姐，你看靠窗这个座位空间特别窄，晚上冷空气从窗缝透进来，还容易着凉，多不好啊！这种靠窗的座位就适合她那种小女生。我的座位好，姐，我把我的座位让给你。那也行。哼，原来是个没节操的人。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这座我现在不想让了。你们刚才不是怕他膝盖骨折过，不敢强行拉他起来吗？现在他自己站起来了，你们可以把他带走了。你小子，看你生得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想不到你竟然这么阴险啊！长得帅的果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位女士，你现在行动自如了，请跟我们走一趟吧。终极任务顺利完成，成功利用法律以外的手段帮女孩林青瓷获得属于她的座位。奖励：神秘盲盒，人民币500元。是否开启神秘盲盒？开启。神秘盲盒开启。物品：法字勋章及其法外狂图4个字对应的4种勋章，可以兑换法外狂徒特殊奖品。你不是最强律师系统吗？你让我做法外狂徒？那宿主觉得法外狂徒罗小祥老师是个好律师吗？当然，罗老师是我的偶像。法外狂徒和律师并不冲突。妈，我回来了。小峰，妈，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干嘛神神秘秘、一惊一乍的？我前几天收拾屋子，从你爸生前用的枕头心里翻出了这张卡，卡里有1000万。卧槽，这不是真的吧？干嘛一惊一乍的？那这钱去银行取了吗？取出来，我5个弟弟的学费就都解决了。我去了银行好几次，人家银行的经理跟我说，大额取款必须要银行卡开户人本人拿着身份证来取，否则不给取。可是我爸已经去世几年了，你带他的死亡证明过去就可以了呀。你一说这个，我就来气。那天我带着你爸的死亡证明去的银行，可银行的人说，谁知道你的死亡证明是真的是假的，我们又没看到他出殡。银行的人说话太难听，句句带刺。小峰啊，其实钱不钱的妈不在意，取回来也是给你和你几个弟弟用。但是人活在世，不争馒头争口气，我要让银行那些人付出应有的代价。妈，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打算下周1就去一趟法院立案庭，立案起诉那个银行。触发终极任务，请宿主用法律以外的手段帮助您的母亲解决银行的问题。任务奖励：神秘盲盒，人民币加1000元。属性栏升级包，属性栏升级包可以使你的各项属性大幅度提升，分类更加细化、专业化。要使用法律以外的手段，这难度太大了吧？哦，有办法了。妈，你放心，这次我让银行的经理和为难过你的那几个营业员跪着求你把钱取走。儿子，违法乱纪的事咱可不能做。妈，你想什么呢？你儿子是个遵纪守法的律师，我们用合法方法解决问题。真的？真的，你就帮我找2个小伙子来帮忙，我还需要2套道袍、桃木剑和符纸什么的。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显神灵。先生，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没看出来吗？在招魂啊！我乃茅山道长毛小芳第18代传人，今天来请林老先生。林老先生，您快显灵，快现出您真身。银行做法太可恨，一心想将巨款贪，可怜我等老百姓，心里有苦无处伸，那无处伸。林老先生，您若听到，快显出您真身，协助林太太来把钱取。勿让银行将巨款贪。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显神灵。先生，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没看出来吗？在招魂啊！先生，离戏是不对的，而且你已经影响了我们正常营业。不是你们经理让我招魂的吗？喂，
经理，大厅这边有状况，您快过来一下。先生，我什么时候让您招魂了？前几天我妈来银行取我爸卡里的一笔遗产，不是你们说要请银行卡开户人本人过来吗？不巧啊，我爸前几年就去世了。不过你放心，这2个师傅很灵的，一会儿我爸就出来了。前几天那个中年妇女来取钱，一看就没什么文化，还穷得要死，整整1000万呢，又是个死人的钱，想着糊弄几次，态度强硬点，把中年妇女吓跑了，这钱就归我们了。没想到这女人还有个这么难缠的儿子。保安，先生，你的行为严重违反了银行规定，再不停手是要坐牢的。哈哈哈！做了这么多年律师，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触犯银行规定就要坐牢。真缺德！人家取自己已故丈夫的钱，凭什么扣着不给？嗨，见钱眼开，想独吞呗。真不要脸！这家银行风气不正。孙行长，麻烦您过来一趟。你怎么办的事就是这么为客户服务的？我平时是怎么教导你们的？顾客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一再强调，你们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吗？林律师，很抱歉给您和令堂带来了困扰，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失职。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亲自为您办理取款业务。这不好吧？我爸都快要被请出来了，我一个晚辈扰了他老人家的清静，再随随便便一句话就把我爸赶回地下去。看来这小伙子不但是要取出钱，更是让那几个羞辱了他父母的人出来道歉。道歉。行长，我不道歉，你现在就给我脱下这身经理的衣服，滚！林律师，对不起。啊，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大点声。对不起，林先生，我错了。你对不起的不是我。阿姨，对不起，是我错了。错哪儿了？我不该动了贪念，想把那1000万据为己有。我不该羞辱林阿姨，更不该辱骂一个已故的人。那你给我爸道歉吧，看他愿不愿意原谅你们。你们一起给我爸道歉。林老先生，对不起。林老先生，对不起。林先生，您看这还满意吧？这边请，由我亲自来给您把钱取出来，1分也不会少。林老先生，对不起。林老先生，对不起。林老先生，对不起。儿子，你真牛逼！我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些趾高气昂的经理和营业员，有一天会在我面前规规矩矩、低声下气的道歉。终极任务完成，成功用法律以外的手段解决宿主母亲银行取款难的问题。奖励：神秘盲盒人民币加1000元和升级包。是否开启神秘盲盒？开启。神秘盲盒开启。物品：一把血刀。作用：未知，待解锁。啊，好疼！这把刀到底是什么东西？妈，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去，家里的家务活不用你干。快11点了，你去把小宁接回来。这孩子才上初2，就知道自己出去做兼职，给别人补课赚钱了。地址我发给你。小宁是林峰年纪最小的弟弟，在家排行小6，今年13岁了。看了眼手机上的地址，林峰出门打了辆车。既然当年爸爸卡里就有1000万的存款，那他为什么不拿出来？有了那1000万，爸爸的医药费、妈妈的土籍，还有几个弟弟的学费和家里的生活费，就都够了。那孩子姓齐，小名叫豆丁。那孩子是个天才，据说曾是最强大脑的总冠军。天才，性格都高傲。你和小宁别得罪人家。小豆丁不就是到律所砸场子，还把民法典倒背如流的那个天才吗？哦。成了我就让你弟弟继续给我补习。小少爷已经用同样的方式逼走20多个补习老师了。浑身上下的地摊货加在一起，还不到200块吧？就2字：穷酸。补习还没结束，林先生就在客厅里坐着等吧。好的。那人谁呀？说是给小少爷补习，那个穷孩子的大哥。我真搞不懂，以齐家的财力，清北的补习老师也不是请不到，干嘛要找个毛都没长齐的穷孩子补习？就是跟做慈善似的，也不知道那穷孩子手脚干不干净。你们说什么呢？孙秘书，林宁是全市统考的第1名，小年纪就拿了国家奥林匹克语文竞赛的金牌。我们请他给少爷补习，你们觉得有什么问题吗？林先生，对不起，这不是最近大火的普法主播吗？据说这位主播跟警方的关系匪浅，
我是不是得罪大人物了？完了完了，我可不能没了这份工作呀！我还有5个孩子要养。不好意思，林律师，是我们失礼了。那天在律所陪在齐苍龙老爷子身边的就是这位孙秘书。孙秘书客气了，齐家很好，要是以后不让我弟弟听到这些闲言碎语就更好了。是小少爷的书房。小少爷，进来。这是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大哥，你回来了。他非得让我跟他下一盘围棋，下不赢他，以后就不用来给他补课了。我不屑于让一个败者当我的老师。哼！你想找人跟你下围棋？我弟弟下围棋很厉害，我都不是他的对手。你跟我下，下赢了我才有资格跟他比。哥，可我连围棋规则都不知道啊。小宁，哥知道你平时就是谦虚，现在不是谦虚的时候。你们俩也会围棋？什么段位？我的专业水平已经达到6段了。哼！段位不重要，能碾压你就够了。好啊，你赢了我，就让你弟弟继续给我补习。小少爷已经用同样的方式逼走20多个补习老师了。小少爷，您都职业6段了，恃强凌弱，胜之不武啊！哥，是啊哥，我们还是回。没关系，我不介意。这样，我下盲棋，你正常下，如果能赢了我，也算你本事。盲棋就是眼睛不看棋盘而下的棋，联想于围棋界的几个职业9段围棋国手都下不完一局盲棋。大哥连围棋规则都不知道，根本就不会下棋啊，怎么可能赢？却之不恭。开始吧，你先。我下棋的时候不希望旁边有别人。因为是下盲棋，小豆丁背对着棋盘，开口说出每一步棋落子的位置，由林峰来落子。小豆丁刚说完第1步棋的落子位置，林峰打开手机上下载的华国围棋 APP， 把难度调到死亡地狱级。技不如人，我输了。啊！我连看都看不懂，小豆丁怎么就扔下棋子认输了？你刚刚这几步棋是怎么想出来的？那你得问华国围棋 APP 的程序设计者。天机不可泄露。你很厉害。我赢了你，也希望你不要再用高高在上的姿态对我弟弟。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也有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应该取长补短。楼下，齐苍龙老先生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正坐在沙发上，笑呵呵的和坐在他对面的黎明聊着天。哥，输了不要紧的，我们一起回家。齐苍龙早就听自己秘书说了小豆丁的事，也满脸和善的说道：是啊，小林，上次在律所，你记忆力比我孙子都强，已经很厉害了。围棋嘛，我孙子3岁就开始学围棋，你输给他也不算亏。林律师，我开车送您和您弟弟回去吧，今天的事多有冒犯。3个人一直认为林峰输了，毫不怀疑小豆丁的实力。输的人不是他，是我。孙子，你认真的，真输给他了。有几次去围棋馆踢馆，小豆丁和那些职业选手连下了整整21盘棋，21场，场场连胜，他怎么可能输？林哥的棋力很强，我输了，心服口服。我孙子就是太骄傲，有人能让他受点挫折，打磨一下他那骄傲的性子也好。齐董事长，我就先带我弟弟回去了。齐苍龙从口袋里摸出一张黑卡，递给林峰。小林，一点心意不成敬意。哎，我怎么好意思？收起老先生您的东西。小林啊，你就不要再推迟了，收下吧。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谢谢了。哥，我们回家吧。齐老先生，谢谢您的礼物，我们得回去了。哥，那是最痒的专卖店，一根笔芯都要20多块钱的地方。走，我们去看看。我和你父亲有过命的交情，我倒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敢打击报复我娄世谦。大外甥，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你要是不帮我，你舅舅就没命了。舅妈，你别激动，慢点说。舅舅怎么了？你舅舅被卡车给撞了，肇事司机逃逸，现在你舅舅他就躺在医院里，快不行了。舅妈，医药费的问题你别担心。不是，是你舅舅公司的老板发了话，哪个医生敢给他手术，就是和整个吃饭团公司过不去。你舅舅是吃饭团旗下的外卖骑手，有一次因为吃饭团拖欠了骑手大半年的工资，你舅舅带头去劳动部门申请过仲裁，和公司结下了仇，所以才……喂，
林长安现在浑身是血，躺在医院后边的停尸房门口，公司安排了人守着，不让医生去手术啊！你们赶紧想办法呀，人都快不行了。你先不要走开，我们马上过来。这群猪狗不如的畜生，哪怕是结了仇，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触发终极任务，让您的舅舅接受治疗，成功手术。任务奖励人民币2000元，好运锦囊1个，厄运锦囊1个。有法律相关的隐藏任务待触发。哪怕没有奖励，我自己的舅舅也不可能见死不救。走，舅妈，我跟你去医院。小风，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他死了没？林长安，别装死了，醒醒！妈，你帮我拿着包，带舅妈躲远一点。那你呢？我过去看看。儿子，你可别乱来呀。我知道了。喂，是110吗？走去找医院的保安，警察来的没那么快。车祸现场的交警把林长安送到医院就走了，去追查那个肇事逃逸的卡车司机了。根本没人知道林长安被带到了这里。林长安的几个同事都怕被平台打击报复，谁也不敢报警。看你妈的看！不想死就滚远！大哥饶命啊！我们也是照吩咐办事，这事跟我们没关系啊。是啊，大哥，您就饶了我们吧，下次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什么？你特么的，还想有下次？你们这些个败类垃圾，你们给我滚！滚回去，告诉你们老板，这件事我跟他没完。好的，大哥，我们一定把话带到。傅妍姐，我们走。小林，怎么回事？娄时谦是林峰父亲生前的朋友，整个第3医院里最好的医生，也是第3医院的院长。娄叔叔，我舅舅他伤得很重，请你救救他。他是你舅舅？难道娄时谦是怕救了林长安会被吃饭团公司打击报复？娄叔叔您放心，我林峰在一天就不会让任何人打击报复你。这叫什么话？我和你父亲有过命的交情，我倒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敢打击报复我娄时谦。娄时谦打了个电话，立刻让护士排担架过来，又安排了医生准备手术室，院长亲自主刀。林峰站在手术室外，看到护士长的头顶有一个发着红光的感叹号。这红色感叹号又是什么？林峰愣住了，林峰点了一下。宿主，半个小时后，护士长将在手术室里杀死林长安。注意，红色感叹号是危险降临的警告。看到护士长马上就要走进手术室，林峰冷汗都下来了。他上前一步，不小心撞了下杨沁的肩膀，手里的保温杯和他吃的治心绞痛的一小袋中药药粉洒了护士长一身。没事吧，舅妈？抱歉，护士长，我没站稳。进手术室的吴军医被污染了，只能去重换了。护士长没说话，转身往手术室的反方向走，迎面就看到了几个医护人员小跑着推了个担架车过来，担架车上是昏迷不醒的林长安。林峰心神一紧，下意识地看向护士长的头顶，这一次护士长的头顶居然出现了2个感叹号。林峰赶紧点了一下护士长头顶的红色感叹号。30秒内，护士长将在手术室外杀死林长安。宿主，我可以推演给你看。系统的机械音落下，林峰面前出现了一个透明的虚拟光屏。光屏上，护士长走过去帮忙推担架车，手不经意地搭在林长安的后背肋骨处，用力一推，林长安车祸后折断在肉里的一节肋骨直接扎进心脏，当场气绝身亡。林峰瞬间汗毛倒立，下一秒，林峰看到护士长已经走过去帮忙推担架车，在所有人都看不到的角度，护士长的手搭上了林长安的后背肋骨处。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呢？这里是医院，你舅舅马上要进手术室，别挡在这里。林峰，你撩骚女人也分个场合。你快放开他！先生，请你让一让，我是整个第3医院最好的护士，我要去给主刀医生打下手。我让开了，舅舅会没命的。林峰，就为了满足你那点龌龊不堪的色心，你想让你舅舅死吗？你冷静点，你放开我！病人失血过多，休克了，快点击。院长，病人的心电图快要变成一条直线了。你闹够了没有？哼！这么一闹，楚玉妍也没进去手术室。林峰松了口气，目光落在地上躺着的那个药瓶上，是杨沁口袋里掉出来的一瓶利培酮片。儿子，走去包扎一下。伤口愈合前不要碰水，不吃辛辣食物。医生，利培酮片是什么药？精神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的。谢谢了。谁在用利培酮片？这瓶药是舅妈拿刀划你的时候从她口袋里掉出来的。还有，是不是刚才那个护士长有什么问题？妈知道你不是那种人，总不能和妈妈说有系统的事吧？妈，我们去手术室门口等舅舅出来吧。
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谢谢娄叔叔。一转头，林峰僵住，护士长站在他身后，直勾勾地盯着他。那女人头顶上又出现了红色感叹号，这次还是3个。1个小时后，楚玉言会杀掉林长安和你，宿主。1个小时后你会死哦。输液时，大量的空气进入血液是很可能造成患者猝死的。你在医院工作了10几年，不可能不知道。系统推演一下，1个小时后那个护士长他要做什么？宿主，今天的推演次数已用完，那就只能等了。于是林峰坐在椅子上，一个人刷刑侦推理题。别人都要求40%的准确率，给林峰的要求就是80%，是不是太苛刻了？小王你不懂，刑侦 app 的入场券就是我们处长破例送给林峰的。入场券都送了，为什么还要刁难林峰？你觉得80%的准确率他达不到？他肯定达不到啊！咱们听几个侦查学的博导，准确率最高才78%。那就看看吧。对了，几年前林峰父亲的案子查的怎么样了？资料都在这里了，但是时间隔得太久了，没有什么大的进展。继续查，他父亲林瀚海同志这案子一定有隐情，林瀚海有冤。如果不是当年那场冤案，像林瀚海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蜗居在老家那种偏僻的小镇上一生郁？林峰刷刑侦推理题的页面，病房里灯突然灭了。这时，病房的门被缓缓推开，他利落的一翻身，躲到了病床的下面。护士长楚玉言站在林长安的病床前，从口袋里摸出一支注射针管，针管充满空气，针头扎进林长安床头的塑料输液管。林长安，去死吧！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吗？我查过监控的，你明明已经离开医院了，为什么会出现在林长安的病房里？我舅舅的病房在3楼，外头那棵树有3、4层楼高了，爬进来挺容易的。警察同志，他几次3番蓄意谋杀我舅舅。楚小姐，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警察同志，我没有，我是这里的护士长。刚刚是查房的时候，看到病房的灯突然灭了，我担心是意外断电，病人的吸氧机停止运作会导致窒息，才进来查看的。整个医院那么多医生护士都看到了，今天在抢救室门口，他就对我动手动脚，还当众抓着我的手不放。他威胁我跟他处男女朋友，我不答应，他就说他是个律师，和你们警察有关系，随便打个110就能给我扣个罪名，抓我去坐牢。这里有段视频，警察同志，你们看看吧。2个警察看着看着，表情不太对。楚玉言一阵心虚，下意识地走近，瞥了一眼，浑身僵住了。视频里，楚玉言在病房里所做的一切都被拍了下来。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输液时大量的空气进入血液是很可能造成患者猝死的。你在医院工作了10几年，不可能不知道，这明摆着是蓄谋杀人。我，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回去接受调查。林毅先生，您是目击证人，也麻烦您跟我们去一趟警局做个笔录。林峰，你到底是来医院帮你舅舅的，还是来泡妞撩妹陪女人的？在手术室门口的时候，你就跟这个女人拉拉扯扯的，现在还在你舅舅的病房里做尽荒唐事。说得好，身为一个男子汉的我，听完你这番话，真应该痛扁你一顿。这个视频你看看吧。怎么，这视频里有什么？楚玉言涉嫌谋杀林长安，是林律师及时阻止，否则林长安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小峰，对不起，舅妈只是太担心你舅舅了。迟来的道歉比草都轻贱。刚刚在手术室门口，你拿着刀往我们母子身上划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妈，我要去趟警局，做个笔录。任务完成，成功让您的舅舅接受治疗，手术非常成功，舅舅生命体征稳定，奖励人民币2000元，好运锦囊1个，厄运锦囊1个。好运锦囊仅宿主1人可以使用，使用后可以在2个小时内产生好运。厄运锦囊可选择任意1人使用，使用后可以在2个小时内产生厄运。呵呵，有点意思。宿主有隐藏任务，现在是否查看？查看，居然是个高级任务。在这之前遇到的任务都是初级和中级任务。触发高级任务：1. 查清林长安和外卖平台公司的关系；2. 成为林长安的代理律师，替他解决与吃饭团公司的纠纷；3. 打赢您人生中的第1场官司，打败吃饭团公司。任务奖励：1. 人民币10万元；2. 法律专业属性能力得到全面提升；3. 一个与您父亲薛瀚海有关的隐藏事件。这是毕业以来第1次有机会自己代理案子，不过我一定会赢。无论是为了替舅舅讨一个公道，还是为了揭晓那个和父亲有关的隐藏事件。因高级任务难度较大，
为宿主提供一条线索：谋杀林长安的护士长楚玉妍与吃饭团公司有关。卖出车祸是你自己倒霉，这有怪得了谁呢？傻逼东西！你又不是警察，你也配坐在这里审讯我？你费尽心思的想杀我舅舅，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别白费力气了，我的律师来之前，我不会说话的。吃饭团的法务总监说了，公司有大人物已经和警方这边打了招呼，一定会保我无罪释放。只要咬死了不承认谋杀，就没人能拿我怎么样。你觉得吃饭团公司会保你？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喂，您好，您是吃饭团公司法务部的王总监吗？对，我是。你哪位？我是警察，这里是西海派出所。楚玉妍涉嫌谋杀林长安，已经被我们拘留了。他说是受你们公司指使的。他还说连法务部上面都有你们的人，这个案子你们想怎么判，法院就得怎么判。看着来电显示的110，他根本不怀疑林峰这番话的真实性。楚玉妍这个蠢货怎么就都招了？既然他都招了，那就只能弃车保帅了。警察同志，这是污蔑，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一个叫楚玉妍的人，我们要起诉他恶意诽谤。他娘的，老子被关在黑屋子里几个小时，连一口水都喝不上，也要担惊受怕的替吃饭团公司打掩护，咬死了不承认谋杀的事情。刚才还和我说已经找好了关系，保我无罪释放，现在就翻脸无情的说不认识我，还真拿我当弃子。要不要替一个想害死你的人当替罪羊？你自己考虑。女警把楚玉妍的手机还给了他。楚玉妍刚拿到手机，手机震动了下。微博弹出一条推送消息：您关注的吃饭团公司发微博了。楚玉妍点开一看，气得差点摔倒。关于第3医院护士长楚玉妍女士造谣诽谤我公司涉嫌谋杀一事，我公司高层高度关注，已交法务部维权，不日将起诉楚玉妍女士侵权，请大家自觉抵制谣言。他给吃饭团法务部的王总监王大军发微信，然而王总监把他的微信删了。王大军，你让我杀人，让我给你瞒着，还让我给你当替罪羊，我坐了牢，你们也都得进去。警察同志，我招，我全都招了。是吃饭团公司的王总监指使我去杀林长安的，因为林长安是他们公司送外卖的骑手。林长安这些年明里暗里搜集了他们公司违法乱纪、作奸犯科的大量证据，所以王总监才开出高价让我去灭口。王总监很谨慎，从来不会在社交账号上跟我聊这些，但是我有证据。成功查清林长安和吃饭团外卖平台的关系。提示：林长安已经醒了，需要你的帮助，去找他聊聊吧，有可能获得任务。医生，我们家老林才刚醒，你们现在断掉他的吸氧机，停了药，不是要他的命吗？林长安今天的住院费没交，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这不可能的，我昨天才交了5万，怎么可能不够？您丈夫心肺功能严重受损，昨天手术的时候用了 ECMO 治疗才给他捡回来一条命，那机器用一次就是10几万。更何况昨天的主刀医生是楼院长，楼院长的一个专家号都要几千块。弟媳再不好，总不能不管自己弟弟的死活。麻烦问一下，在哪里续住院费？你昨天为什么没告诉我，那个医什么的治疗要花10几万？你丈夫的命难道不值10几万？你在这里看着他，我去1楼缴费。哼，不就是10几万块钱吗？既然舅妈觉得10几万是个小数目，那肯定不会白花我妈的钱，打个欠条吧。我不会写字。没问题，那您可以说话，做个录音欠条。舅妈，你不会又说自己是哑巴，不会说话吧？您放心，只要有见证人，录音欠条也具有法律效力。舅妈，你写欠条，借款人不署名的吗？我是第一次写欠条，不熟悉。也是，以前舅妈缺钱都是直接问我妈要的，没写过欠条。你不用这样阴阳怪气的，这钱我今天就能还给你。哦，你别忘了，你舅舅是吃饭团公司的送餐骑手，是在接单送餐的路上出的车祸。按照你们法律上讲的那个什么劳动关系，吃饭团公司是要赔偿我们一笔损失费和误工费的。国内的外卖平台会想尽办法规避和骑手订立劳动关系，骑手入职时签的合同里往往写着您与本外卖平台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雇佣关系，而协议的主体根本不是外卖平台，而是第三方公司。这就意味着一旦骑手在送外卖的时候受伤，责任和风险只能自己承担。杨沁自信心爆棚，立刻打了个电话给吃饭团公司。
一开始对方很客气，但是听说杨静的老公送外卖的时候出了车祸，是来要赔偿款的，对方的语气立马就变了。我们平台和骑手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所以我们没有责任给你们支付赔偿款。送外卖出车祸是你自己倒霉，这有怪得了谁呢？傻逼东西！这案子不可能赢的，你要是听我一句劝，去和对方公司私了吧，还能多要点赔偿金。抱歉，女士，这案子我们处理不了，接不下呀。喂，王律师你好。能接，但是胜诉率连10%都没有，风险很高。律师圈里能做这种劳动纠纷的律师，最专业的就是军警律师事务所里一个叫顾平文的老律师，你找他，说不定还有可能胜诉。杨静心里燃起一线希望，赶紧问王律师要了电话，忐忑不安地打了过去。顾律师你好，我是……抱歉啊，舅妈，顾平文其实是我师傅。他嫌麻烦，在百度上留的法律咨询的电话号，其实就是我的另一个手机号。喝汤吗？不用啊，舅舅，你可别祸害我了，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给我煮的姜汤。小时候有一次发高烧，从不进厨房的你给我煮了一锅姜汤，用了整整3斤生姜。第二天感冒倒是好了，就是鼻血有点止不住。你还好意思说？你个混小子！小时候咱们家住农村，有一年大冬天，我喝醉了，走进猪圈，抱着头猪躺在地上就睡了。你小子不把我叫起来，扶我回屋，还拿条被子把我和猪一起给盖上了。你舅的清白差点就没了。林峰，你想什么呢？我在想和猪发生点什么，构成犯罪吗？你们俩别贫了，长安，开车撞你的肇事司机逃逸了，你送餐的那家外卖平台吃饭团公司也在推卸法律责任。公司的做法也太可恨了，你是在送外卖的时候受的伤，是工伤，这官司必须得打。你要是打官司的话，让林峰帮你介绍一下所里经验丰富的律师，怎么样？好，我问问。林长安是你舅舅？是。这案子不可能赢的，你要是听我一句劝，去和对方公司私了吧，还能多要点赔偿金。国内外卖公司和送餐员的纠纷案有过45万件，可送餐员胜诉的案件仅有18件。你想赢，想胜诉，这是异想天开，绝不可能的。师傅，如果是您接这个案子，我会直接和对方私了。林峰，听师傅一句劝，这里边的利益链错综复杂，搞不好你会把自己搭进去的。不是的，师傅，您错了。那些助纣为虐的人学法律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而我学法律就是为了帮法律补空子。想不到啊，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实习生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我舅舅的案子，我不仅要起诉，还要替所有被外卖平台坑害的劳动者提起公益诉讼。师傅，法律是为了保护无辜善良的人而制定的。如果有一天连一个不幸的人都保护不了，那么法律还有什么用？好，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如果你一审输了，2审师傅给你兜底，一定会帮你舅舅争取到最多的赔偿金。谢谢师傅。林峰更新了一条微博，正义不该缺席，也不该迟到，还艾特了吃饭团公关。微博下便配了几张图，是林长安与吃饭团外卖公司劳动纠纷一案的律师授权委托书。吃饭团的公关部一早就听说了林峰是林长安的外甥，他们一直都在紧紧地盯着林峰的微博。林峰一发微博，公关部买的营销号和水军立刻行动了起来。林峰是哪根葱？丑人多作怪。林峰是林长安的外甥，这舅甥俩是来碰瓷吃饭团公司的吧？车祸索赔，怎么不撞死你呢？林峰出门被车撞死吧，林峰死全家。把一个车祸索赔的小案子扯到公益诉讼，你凭什么替广大劳动者发声？为了出名脸都不要了，这林峰和吃人血馒头有什么区别？法律败类。林妈妈在刷微博，看到评论区那些脏话，林妈妈担忧地看了林峰一眼。小峰，你别对他们了，再对也是火上浇油。林峰刚对完，吃饭团公司连发了2条微博，语气相当嚣张。林峰，你告，我们等着。建议林律师重学一下刑法，了解一下虚假诉讼罪要判决。刑法第307条的虚假诉讼罪，指的是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径。林峰，虚假诉讼罪要判几年，你知道吗？你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哈哈哈。吃饭团，行啊，朋友，闲着没事搞行为艺术啊，好劲让我看看，有点意思啊，东西是牢的，这可要载入史册啊。小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崭新生活就在眼前啊。绝子，林峰阴阳大师啊！林峰这阴阳怪气，可比吃饭团公司阴阳怪气多了。你被逮捕了。凭什么逮捕我？我犯了什么罪？
是啊，人家正常打个官司起诉你，怎么就成虚假诉讼了？对，打官司总要有输有赢，哪怕林峰真的输了，给他扣个虚假诉讼的帽子也不合适吧？难不成只要是败诉的人就都得是虚假诉讼？吃饭团公司发了微博，说要在半个小时后由吃饭团公司的法务部总监王大军开直播澄清。近日，关于林长安先生在骑车送餐过程中遭遇车祸的事，我仅代表吃饭团公司向林先生表示慰问和关心。但是，我公司与林先生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林先生作为外卖骑手，注册的是个体工商户，与我公司只是合作双方的关系，因此我公司无法为林先生提供工伤补偿，这是违反法律的。公告：林峰大 V 进入直播间。公告：林峰大 V 进入直播间。王总监，你见了我，怎么跟逃课的学生见了老师似的？平时都是我给别人直播普法，第一次听别人的普法直播，还挺有意思的。林律师，你的当事人林长安注册了个体工商户，跟我们是合作关系，不是劳动关系。合作关系就意味着林长安车祸了、骨折了、瘫痪了还是死了，都要自行承担风险。劳动关系就意味着林长安在工作中受伤，吃饭团公司要承担雇主责任。所以我没要求你们承担雇主责任、赔偿损失啊。我起诉的是你们公司强制送餐员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属于违法。我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法官确认你们违法。看到弹幕里的这几句话，王大军眼底全是不敢置信与震惊。这种侵权纠纷，王大军见得多了，早就司空见惯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律师像林峰这样用这么邪门的方法找这么独特的切入点。听说你们强迫送餐员每天工作19个小时以上，而且每天至少配送100单，少一单扣50块钱，有一个差评扣100块钱。才过了不到2个小时，打死我也想不到林峰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证据调查的这么快，考虑的这么周全。我们是上市公司，员工的工作时间完全符合劳动法，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绝对不超过8小时的。王大军刚说完，林峰在弹幕里扔了条链接，链接打开是几张图片，图上是吃饭团公司员工的打卡记录和送餐时长记录，早上5点到岗，晚上24点下班。这根本就是拿送餐员当生产队的驴使唤啊！我操，每天工作19个小时，这他妈压榨的也太狠了！林律师，你不要转移矛盾，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你和林长安先生碰瓷我们吃饭团公司。我王大军代表外卖平台吃饭团公司在这里向大家澄清，我们吃饭团公司没有义务赔偿林长安先生的损失，更没有做过违法犯罪的事。王大军，你被逮捕了。凭什么逮捕我？我犯了什么罪？你涉嫌叫做第3医院的护士长楚玉妍谋杀林长安，就凭这个，我们就有权利逮捕你，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哦呦，抱歉，没看到你们在直播，打扰了。前一秒我没做过违法犯罪的事，后一秒王大军你被逮捕了，这个大反转也来得太快了吧！太遗憾了。王大军被抓走，你遗憾啥？警察来得太快了，我手里有28种证明吃饭团公司违法经营的证据，才刚拿出来1种，他就被警察给带走了。林峰，你特么的是魔鬼吧？律师，您徒弟林峰要起诉我们公司，我想请您来担任我们公司的代理律师，只要您帮我们打赢这场官司，这张支票您随便填。林峰这小子真是个可造之材啊！哈哈哈！我和林峰都是你一手带出来的徒弟，可是师傅眼里只有林峰，却从来看不到我的努力。师傅，怎么了？昨天欧阳律师还说师兄这么有才，当一把手做律所主任也没问题。律所主任陈楚一郎刚入狱后，军警一把手的位置就空了出来，剩下的人里，顾平文的资历最老，10之7、8就是未来的新主任了。于离一咬牙，故意撒谎，又添了把火。师傅，前几天我不小心听到师兄打电话给银行，好像是要贷款买律所的合伙份额，做高级合伙人呢。不过师傅你对林峰师兄这么好，他肯定不会跟你抢位置的。师傅，师兄代理的他舅舅那个案子，你会插手吗？林峰接的案子，我插手做什么？让那臭小子多历练历练，以后也好接我的班。师傅，下周陆仲海教授的讲座，我记得您博士期间读的是经济法，这个讲座应该对您有用。小鱼，你有心了。我博士期间的导师就是陆仲海，要听自己导师的讲座，会拿不到票。师傅，我听法律出版社的向主编说，师兄手里也有7、8张票，还是那场第1排的票。师兄没分几张票给你吗？呵呵，你听说的事还真不少。
上次在律所匿名论坛说林峰帮富婆靠脸吃饭的人是你吧？师傅，你在说什么？林峰是我的师兄，我一个野鸡大学的毕业生，是师兄引荐我才进了军警，我怎么会做出那么禽兽不如的下作事？是挺下作的。你想往上爬，勾心斗角没错，但是用点高明的方法吧。师傅，是不是师兄跟你说了什么？我可以解释的，是师兄冤枉我了。于离，你敢说林峰直播间里那个 ID 叫林峰怎么不去死的网友不是你？在论坛匿名说林峰被富婆包养的不是你？你要是觉得冤枉，我现在让技术流去查 IP， 查出来，要真不是你干的，冤枉你了，我给你公开道歉；要真是你干的，我立刻报警。诽谤罪、侮辱罪要判多少年，你自己心里有数。师傅，别，是我一时糊涂，鬼迷了心窍。只是我生活在林峰的阴影下，他处处都比我优秀，你们所有人都只看到他的能力，而看不到我做出的努力。我不甘心，我真的不甘心。请进。这个包的价格不低于50万吧？顾律师你好，我是吃饭团公司的董事长张青团。张董事长有事吗？我就直说了，顾律师，您徒弟林峰要起诉我们公司，我想请您来担任我们公司的代理律师。只要您帮我们打赢这场官司，这张支票您随便填。一场官司值这个价？您徒弟提起的是公益诉讼，一旦他胜诉，我们公司要向旗下几十万活跃配送骑手提供大量赔偿，这笔赔偿款就足以让我们公司破产。您帮我们打赢这场官司，我们公司新一任法务总监就是您了。吃饭团公司的法务总监一年的年薪至少在2000万以上啊！只要顾平文站在吃饭团公司那边，林峰一定会惨败。没有人会拒绝一张没有填写金额的支票和一份年薪2000万的工作。顾平文缓缓拿起那张支票，张青团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顾律师，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张董事长，你把我顾平文当什么人了？这是我徒弟毕业以来接的第一个案子，我站在他的对立面，怎么对得起他叫我这一声师傅？那还是个人吗？于离，替我送客。张青团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起身走了出去。张董事长，我也是顾平文律师的徒弟，能加您个微信吗？我和林峰有仇，我有办法让林峰在这个案子开庭前就自泄淋雨，没办法再插手林长安的事。张青团点开了手机上的微信二维码名片，加了微信。于离又说，以我对林峰的了解，明天也就是周一早上，他会去法院里案庭交起诉材料，只要您配合我，明天我就能让林峰身败名裂，滚出律师圈。那我拭目以待。于离和张青团聊了近半个小时，才匆匆离开。第二天，于离去了法院门口等林峰。林峰在法院立案庭交完起诉材料，立了案，出来的时候已经快中午11点了。于离眼底飞快地闪过一抹恨意，再抬头，笑呵呵地走上前。师兄，我不可能出错的，这衣服口袋里还有林峰的名片，一定是他。你给他摆姿势，我拍照。师兄，也快中午了，我想请你吃个饭。好啊，系统，之前任务奖励的那个厄运锦囊，现在能用吗？宿主想要对谁使用？于离。你将厄运锦囊对于离使用，在2个小时的有效时间内，厄运锦囊将为于离带来霉运。系统话音刚落下，一只燕子从于离头顶飞过，啪嗒，一炮燕子屎精准地落在于离的头顶。擦擦吧。巧合吧，厄运锦囊也不至于这么灵吧？师兄，我在一家猫主题的西餐厅定了位置，就在这附近不远，你看行吗？我都行。林峰和于离刚走进餐厅，才走了2步，于离就脚下一滑，表演了个原地劈叉。师兄，帮我扶我起来，我扯到蛋了。这是在外面，注意点形象。于离疼的脸都绿了。林峰点了菜，牛排端上桌的时候，于离拿起了自己的那一份黑椒酱，正准备倒在牛排上，一只英短猫窜上了桌。服务员赶紧走过来，说了声抱歉，把猫从桌上抱了下来。于离瞬间愣住了，因为他的那份牛排上多了一小坨猫屎。一低头，于离看到自己的西装外套的袖子上也沾染上了猫屎。今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倒霉？抱歉，师兄，我先去个洗手间。于离不着痕迹地瞥了眼林峰面前的空酒杯。于离刚刚坐下的时候，在林峰面前那个玻璃杯的杯口上抹了些东西。服务员，我朋友的杯子怎么脏了，都有黑点了。好的，先生，那我给您换一个杯子。算了，把我的和他换一下吧。林峰让服务生给2个杯子都倒了酒，然后林峰拿出手机，摁了个录音键。
师兄，我敬你一杯酒。以前我年轻气盛，做了不少针对你的错事，我向你道歉。什么错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在律所论坛里诬陷你傍富婆的人是我，在你的普法直播间里还挂了你大学成绩单的人是我。师兄，我只是希望我能变得像你一样优秀，不想活在你的光芒之下，是我嫉妒你，一时偏激才走错了路，对不起。我向你道歉，师兄，你不是心胸狭隘的人，你会喝了这杯酒原谅我的，对吧？只要你喝下这杯酒，必定会身败名裂。林峰举起杯子，和于离碰了下杯，喝了一口，不经意的瞥了一眼自己的手机，都录下来了，很好。服务员买单。只喝了小半杯红酒，怎么酒劲儿这么大，头晕乎乎的难受。天冷，你外套打湿了，先穿我的吧。谢谢师兄。那师兄，我下午还有事，就先走了。必须得跟林峰分开走，只有这样，一会儿林峰被张星团安排的人带走了，出了什么事，我才有不在场的证据。好的，你先忙你的去吧。于离穿着林峰的外套，在路边等着打车，大脑的眩晕感越来越重。怎么头这么晕，好难受。那杯加了料的酒，不会是被我给喝下去了吧？旁边两个男人缓缓逼近，上下打量了一下于离。蓝色的牛仔外套，应该是他吧？肯定错不了，蓝色牛仔衣都对上号了，这小子应该就是张董事长说的那个林峰。一会儿怎么办？按张董事长的意思，找个夜店，把他 Triple X 衣服扔到床上，再从夜店找几个姑娘来，拍点有意思的照片，把他的脸拍清楚了。要是这种照片曝光了出去，林峰的律师生涯也就毁了。谁会再用一个嫖娼的律师？我就不信有这种把柄在我的手里，他敢不束手就擒，乖乖听话。可要是他醒了，行，那宝马冰淇淋的后件沾上1星半点，没有24个小时，他别想醒，去医院洗胃都没用。那如果查出来了？没有如果，这是国内最先进的宝马冰淇淋，人服用后超过1个小时，最先进的仪器都检测不出任何问题。这么神奇？你把它带上车，塞进后备箱里运走，我处理这附近的监控。好的。你有没有觉得这人的脸和林峰长得不太像啊？生米都煮成熟饭了，难道你现在要告诉张董，告诉他咱们绑错人了？别废话了，我们不可能出错的。这衣服口袋里还有林峰的名片，一定是他。你给他摆姿势，我拍照。姑娘们，给我上啊！大胆点，放开了来。睡梦中的于离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摆出羞于启齿的姿势，拍下了各种辣眼睛的照片。林峰这边，几十条消息发到了林峰的手机上。律师，很抱歉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把你带到这里，我们给你和几个漂亮姑娘拍了几十张合照，只不过是在床上的照片。你醒了之后可以慢慢欣赏，当然，如果你不希望照片流出去，被全网所有的网友欣赏围观，请你配合我们。照片上，于离被摆出各种姿势，还左拥右抱，身边好几个姑娘，女人的脸都打了马赛克，但是于离的脸拍得一清二楚，照片的清晰度很高，林峰甚至能看到有一张照片左上角拍到了床头柜上的房卡。喂，警察同志，我要举报不醒夜店奢华包房306有人嫖娼，对，一男多女，行为极其恶劣，简直伤风败俗。这是我身为一名良好市民应该做的，不用谢不用谢，请你们尽快出警。你们两个蠢货，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绑个人都会绑错。张总，这事不能怪我们，谁知道于离会穿着林峰的衣裳？林峰，你可真行。小李，你去给我找最好的律师，只要能打赢这场官司，挫一挫林峰的锐气，价钱不是问题。我就不信他林峰一个20多岁的毛头小子，还能翻得出我的手掌心了。哼，我张金团这辈子就不会输给任何人。林峰，你想赢这场官司，做梦吧。大八卦，大新闻，家人们，于离嫖娼被抓了。卧槽！据说于离玩得太嗨，都晕过去了，在医院洗了好几次胃，现在还没醒。何止啊！我表弟是在扫黄大队工作的，听说现场有照片，还架了摄像机，照片上有5、6个女人。这什么嗜好啊？变态吧？还拍照留念。大家快看律所的公告群，是警方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嫖娼，于离被行政拘留了15天。做律师这一行的被行政处罚了，职业生涯算是凉凉了。第2张图是律所内部的开除决定书。因于离私生活不检点，经几名高级合伙人讨论，现决定对于离予以除名。到案子开庭的那天，林峰准时到的法院，法院外边有不少媒体、记者，
见双方的代理律师都到了，纷纷拍照。因为是公益诉讼案，有不少影响力很大的记者都来了，甚至还有国家电视台的记者。检测到宿主已进入法院庭审时间，您之前曾获得系统加成属性，可以在庭审时间听到法官以及对方律师的心声。庭审席上一共3个主审法官，我们一定会秉公审理。要判吃饭团公司赢，上周他们公司才送了媳妇10%的股份呢。我们会保证公平、公正、公开，肯定判吃饭团公司赢。说好的胜诉就给1000万呢，都预付了200万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得判吃饭团公司赢，林峰必须败诉。林峰，大学的时候谁让你跟我抢礼物？抢到了你还不珍惜，敢甩了他，看我怎么治你！对不起，对不起，林律师，我不是故意的，我帮你找纸擦一下吧。现在的新式打印机根本不需要用墨水，可是今天书记员席上却特意换上了一台旧式的打印机。怎么就那么巧？不偏不倚的，墨水就泼到我的起诉书和证据材料上了。这时，林峰听到了书记员的心声：起诉书和证据都被墨镜透，看不清了，两手空空。这官司我看你怎么打。咦，那书记员好像是鲤鱼大学时期的室友。而对方的律师向南笑眯眯地盯着林峰，林峰一抬头就听到了向南的心声：不枉我费这么大劲，把林峰的仇人一个一个都搜罗起来。这局面，我躺在法庭上睡一觉，说不定醒了就胜诉了。哈哈哈，这官司真不好打。可以说，除了他的当事人，他舅舅林长安，现场的所有人都是他的死对头。林长安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儿，这案子能赢吗？要不我们现在提撤诉，还是跟他们庭外和解吧？没事儿。庭审开始，请原告律师宣读起诉状。一整盒墨都泼上去了，那起诉状估计得黑得跟泼墨山水似的。这么的还读什么？怎么读？原告律师，你的起诉状呢？啊，那个啊，我背下来了。你等等啊，我背给你听。林峰提交给立案庭的起诉书有大几千字呢，整整7、8条诉讼请求，我看他怎么背。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是本案原告林长安先生的诉讼代理人。关于本案，林峰的语气抑扬顿挫，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众人脸上的表情从不屑和鄙夷逐渐变得严肃认真。被告律师席上，向南的脸色也不好看。读答辩状的时候，因为走神，甚至把好几处法条都读错了，一直到法庭质证的阶段。审判长，我有话要说。被告律师，你有什么问题？原告律师还没有出示证据清单，我们要怎么质证？你们是不是欺人太甚了？林峰的起诉书、证据清单还有案卷资料都被你们用墨水染脏了，要我们怎么出示证据清单？肃静，请原告当事人注意言辞，保持安静。严重违反法庭纪律的行为是会被罚款、拘留的。电脑可以用吗？可以，请你在5分钟内出示完证据清单。那份证据清单足足有4页 A4 纸，这明显是在难为人。林律师，已经4分30秒了。好了，这是原告方提供的证据清单，证明被告吃饭团公司的经营行为有13处违法，一共128种证据。证据原件已在立案时提交给法院。几个法官面面相觑，向南满脸震惊。林长安不敢置信地看着林峰。审判长，我方当事人吃饭团公司的经营行为完全合法，并且公司给送餐骑手的福利和待遇都很好，我们从来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审判长，我申请我方证人出庭。可以。证人出庭又能怎么样？必输的局，不可能扭转局势。外狂徒一片天，谁见张三不鼻烟？超常发挥，能把上面敲锤的全部送进去。他只需略微出手，观众席上的你会被判3年。证人出庭。法官大人，我以前是吃饭团嘛公司的骑手，送餐的时候车祸，左腿截肢了。公司连个买衣服拐了钱都没给我啊！肃静，有请第2位证人出庭。法官大爷，俺也是吃饭团公司的送餐员，俺送餐的时候被一辆宝马给撞飞出去10几米远，2条腿直接废了。公司为了不担责任，把我送医院的时候给我灌了2瓶白酒，硬说我醉驾。因为醉驾，我在监狱里待了2年，几天前才出狱啊，我冤枉啊！
等林峰叫第3个证人出庭的时候，向奈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林峰再找来一个腿断胳膊折的残疾证人。第3个证人走着进了法庭，是个1米8多的汉子，看起来似乎挺健康的。向南松了口气，但下一秒，快点开进来！法官大人，这是我媳妇儿，3年前是吃饭团公司的送餐员，因为送餐的路上心脏病发作，打翻了几盒外卖，不仅赔了外卖的钱，还被扣了5000块钱的工资。我媳妇儿去劳动仲裁部门告过一次，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就被人扣麻袋给打了，有几棍子打伤了脑部神经。哎呀妈逼！从那以后，他就这样半身不遂，痴痴傻傻的。法官大人，我不要钱，我只要个说法。我媳妇儿现在跟一个活死人有什么区别？我要他们吃饭团公司的人血债血偿，给我媳妇儿偿命。还吃饭团？吃你妈的饭团！试试去吧。向南，这就是你说的合法经营，这就是你说的骑手福利待遇很好，这就是你说的没有做过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我说的都是实话，很接地气的实话。呵呵，向律师，代理官司可以接地气，但不能接地府。你那也不叫接地气，叫接地府。肃静！证人在法庭上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法警，把几位证人带出去，不要干扰正常的庭审秩序。这是明摆着偏向被告吃饭团公司，打压我们原告一方。几个法警走到证人面前，伸手去拖拽证人时，林峰猛地冷喝一声：“谁敢！”几个法警愣在了原地，一动不敢动。那一瞬间，林峰身上爆发出的气势太强，连省里法院的一把手来视察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这种战战兢兢的感觉。一个律师在法庭上咆哮叫嚣：“林峰是找死吗？傻逼！”审判长，按照法律规定，案件社会影响重大的，应当允许媒体记者旁听。有媒体旁听，哪里还有操作空间？林峰咆哮法庭，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法庭秩序，现将林峰逐出。我申请申法官回避。林峰，申法官，您是法官，您知道枉法裁判罪要怎么判吗？你是个律师，为了打赢官司，你诬陷主审法官，你知道你的行为该怎么判吗？小峰，你胡说八道什么？快给申法官道歉！乱说一气，搞不好是要坐牢的。申法官，您的妻子手里还有吃饭团公司10%的股份，您觉得您的判决会公正吗？申法官的脸上一片惨白，他跌坐在椅子上，不敢置信地看着林峰。媳妇手里的股份是吃饭团公司的董事长张青团女士送的，她是怎么知道的？见申法官不说话了，周法官张了张嘴，准备说话。周法官，向律师预付给你的200万块，您想好怎么花了吗？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是见鬼了吗？林峰，你吴法官，听说您大学期间暗恋过我的前女友啊？哦，你喜欢她，你早说啊！一部共享单车，我给你就是了。那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审判会公正又公平吗？坐在被告律师席上的向南动了动腿，想起身做最后的挣扎。向律师，你急什么？别急，这就到你了。向律师，假律师证还好用吗？林峰，你在胡说八道什么？真的律师证都有唯一防伪编码，在司法部门官网可查。向律师，庭审是全国直播的，你敢不敢在镜头前把你的律师证编码输入进去，验证一下你的律师证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很不巧，刚刚进法院出示律师证的时候，我扫了一眼你的律师证，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什么？我发现你的律师证编码和我的编码一模一样，可这个编码是唯一的，所以向律师，下次做假证做个靠谱点的。就在向南看怪物一样的眼神里，林峰拿着公文包准备走人。林长安愣了下，拉住他：“庭审还没结束，你去哪儿？”“抱歉啊，舅舅，第一次开庭我没经验，一不小心把对方当事人和律师送进去了，把审判席上敲锤的也送进去了。哎呦我的妈！反正他们一会儿都要进去了，也开不了庭了，我就买点猪肉回去包饺子吃了。舅舅，来吃饺子吗？”外狂徒一片天，谁见张三不敌烟？超常发挥，能把上面敲锤的全部送进去。他只需略微出手，观众席上的你会被判3年。
林律师，对不起，您暂时还不能离开。要是让外面的媒体记者知道，林峰把一整个法庭的人都送进去了，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何在？您请回吧，林律师，别让我们为难。由院长担任审判长，2个副院长担任审判员，重新审理。审了2个多小时，休庭。众人等待判决结果的时候，吃饭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青云阴恻恻地盯着林峰，像吐着信子的毒蛇。良久，他拿着手机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林峰，你以为你赢了官司，吃饭团公司会放过你吗？吃饭团公司坐拥几百亿的资本，想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似的。林峰没说话，等待判决结果。他打开微博，随手翻了下，一看脸色沉了。微博上好几个集团公司的官方微博同时发声，集体抵制林峰和林峰所在的军警律所。这些大企业联合起来抵制林峰，抵制军警律所，将会给军警律所和林峰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和后果。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郭青云更是亲自下场撕逼，以私人账号直接发了一条微博：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艾特林峰。这条微博下面评论破100万，评论内容全都是不堪入目的脏话，连林长安一个大男人看了都气得心口疼。他怕林峰冲动，赶紧拿走他的手机。别看了，没事儿。瞧见外甥难受的都说不出话了，林长安心里更愧疚了。林长安看向不远处的郭青云，心里冒出来一个念头：是不是只要我向郭青云低头，郭青云就会放过林峰，不再为难林峰了？这官司我们不会输吧？当然不会，这个案子充其量就是判我们赔偿林长安几十万块钱，赔给他就是了。林峰不是说我们公司的工作时间违反劳动法，要向旗下几十万活跃配送骑手进行赔偿，还要替他们所有人补缴社保医保吗？不可能，几十万骑手，就算每个人只赔1万，那也得几十亿了。吃饭团公司大部分的资产都投在了各个项目里，流动资金一共就几十亿，真赔偿出去，非得破产不可。向南刚分析完，判决结果出了，院长亲自出来宣布判决结果。经审理，判决如下：一、被告吃饭团向原告林长安支付医药费、误工费等共56万元。2、被告吃饭团严重违反劳动法，应向旗下58.3万活跃配送骑手每人赔偿2.41万元，作为超时工作的加薪补贴及缴纳社保医保的费用。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吃饭团公司承担，共2945元。本判决为口头宣判，判决书将于10日内送达。怎么会这样？这种广大劳动者维权的公益诉讼有过1000多起，而最终能打赢的官司数量为0。没有哪个法官敢做出这样的判决，无论律师怎么能言善辩，都不可能改变这种现状。林峰他是怎么做到的？58.3万活跃配送骑手，每个人赔偿2.41万元，加在一起那是上百亿的人民币。你敢打我？你不是说我们公司最多就赔林长安几10万块，法院不可能判我们赔偿几百亿出去吗？向南，我被你害死了！堂堂法律出版社的主编，连律师证都是假的，你还有什么是真的？草包，废物！啊，对，郭青云你牛逼，你不废物。一个市值100亿的上市公司，这么个庞然大物，却连自己公司的法务总监都保不住，被一个才毕业没几年的毛头小子给搞进了监狱。你们公司真牛逼！郭青云，你当初跟个孙子一样，跑到法律出版社，到主编办公室门口求我帮你的时候，怎么不说我废物，不说我草包？就算是草包，也是你自个找的。向南，你个老匹夫，老子今天弄死你！平时斯文儒雅、风度翩翩的2个人，直接打成了一团。林长安看得目瞪口呆。我们赢了，赢了又怎么样？好几个外卖集团和大的上市公司都在抵制林峰，我的官司赢了，但外甥一辈子的事业和前程就毁了。这一瞬，愧疚感和负罪感几乎要将林长安淹没。喂，你好，请问是林峰律师吗？我是林峰。林律师，我是宝了吗？外卖平台公关部的总监，我姓刘，特意来跟您道个歉。道什么歉？刚刚我们公司官方微博被盗号了，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玩意，盗号后还发了那条抵制您的微博，这不是我们的本意。林律师，您大人有大量，可不能跟我们一般见识。刘总监的话一字不落地传进了林长安的耳朵里，突如其来的反转让他措手不及。林峰也没反应过来，挂断电话后，手机给林峰推送了几条新闻，标题是：林峰，国内打赢劳动公益诉讼案的第一人，
王牌律师，几条新闻文稿的发布者，一个是国家日报，一个是法治时代，一个是国家律师协会，3个大佬不约而同地站了出来支持林峰。看到这几条新闻，林峰瞬间懂了饱了吗外卖平台态度突然转变的原因。林律师，李院长，打这种公益诉讼，相当于站在整个资本的对立面，你不怕被报复吗？怕。那为什么还要打？为了正义。吃饭团公司每年都花几个亿做慈善，建希望小学，这是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的。你为什么觉得他们不正义？那是因为看得见的正义不需要维护，看不见的正义才需要维护。李院长愣在了原地，脸上的神色从陈脸温和逐渐变得惊艳欣赏。院长，那3位徇私枉法的，我已经移交检察院处理了，这种毒瘤一定会铲除。林律师，我代表法院谢谢你，感谢你帮我们发现了这几颗司法的毒瘤和社会的蛀虫。高级任务完成，打赢了人生中的第1场官司，打败吃饭团公司。任务奖励：1. 人民币10万元；2. 法律属性能力得到全面提升；3. 一个与您父亲林瀚海有关的隐藏事件。10万块，比一个小案子的律师费都要多了。查看隐藏事件。林瀚海卡里的1000万块钱是吴方平给的。吴方平，那位在省厅地位不低的大佬，平白无故的，吴方平为什么要给父亲1000万？外狂徒一片天，谁见张三不滴烟？超常发挥，能把上面敲锤的全部送进去。他只需略微出手，观众席上的你会被判3年。妈，我爸他生前认识一个叫吴方平的人吗？怎么了？吴方平找过你了？他是不是跟你说了你爸的事情？所以爸真的认识吴方平？不认识，小峰，听妈一句劝，离那个吴方平远一点，他不是什么好东西。要不是他，你爸怎么会被害的？你是说我爸是被人害的？话还没问完，林妈妈已经挂断了电话。林峰神色淡定地走到办公桌前，就看到自己的办公桌上被摆满了10几束鲜花，还有一面锦旗。小峰干得漂亮！顾平文欣慰地拍了拍林峰的肩膀。林峰，你小子接下这个官司的时候，我连你败诉后要怎么安慰你，说些什么都想好了。没想到你居然赢了，不仅赢回来了林长安的赔偿金，而且大获全胜，打赢了国内第1场劳动公益诉讼，史无前例啊！林峰从桌上抱起一大束花，递给顾平文，真诚又敬重地说道：“感谢师傅栽培，这案子我可打不赢。小峰，好样的！正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顾主任，你有个好徒弟啊！”就在今天上午，律所里几个高级合伙人开会，已经投票并正式表决通过，任命顾平文为新一任的律所主任，也就是律所的一把手。小峰，法治时代、律协和国家日报都发文表彰了你打的这场官司，恭喜呀！你这官司赢得好啊！保了吗？丑团和翟曼颂3家公司各自给咱们律所投资了500万，说是支持国家法治建设。谁也不是傻子，支持法治建设也支持不到咱们律所里。这几家都是上市公司，要不是林峰在咱们律所，他们还未必肯投资。哦，我看啊，是之前发微博抵制林峰，抵制咱们律所，现在看到官媒出面力挺林峰了，他被打击报复罢了。晚上让林峰请大家吃晚饭，庆祝一下。林峰知道顾平文是在帮他铺路，对，我请大家吃饭，感谢大家对我的照顾和提携。林峰来我办公室一下，我有事跟你说。你看看这个，师傅，这是所里开会决定转让给你1%的合伙份额，现在你就是律所的合伙人之一了。律所的资产总额有1个亿多一点，哪怕是1%的合伙份额，也值100多万了。这100多万，我从那3家外卖公司投资给咱们律所的钱里扣的。本来就是因为你，他们才投资的。律所几个高级合伙人都同意，这1%的份额是你应得的。谢谢师傅。成了合伙人，只会越来越忙，有时间找个助理吧，尽快组建起自己的法律业务团队。是。林峰从顾平文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心里热血澎湃。林峰想了想，从自己的卡里赚了2万块钱给顾平文。顾平文帮了他太多，他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人。小峰，你救救谢怀，谢怀他不想活了，人已经在顶楼天台了。阿姨，地址发我。谢怀妈妈秒发了一个微信定位过来。小伙子，想开点，想想你在意的人，想想你的女朋友。你刚刚不是说你女朋友怀孕了吗？我女朋友跟人跑了。那你还有兄弟啊？我女朋友就是跟我兄弟跑。那你想想你和你女朋友的孩子。孩子就是我女朋友和我兄弟的，我都头顶青青草原了，你能不能别说话了？你还有事业，还有大好前程啊！我开了个科技公司，
我兄弟和我女朋友都是科技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他们跑了，把我绿了，还带着团队的核心数据跳槽到了竞争对手的公司，提前高仿我公司的产品，提前上市，起诉我侵权，让我赔偿几千万的侵权损害赔偿金。一夜之间，我的兄弟、女朋友、事业都没了，我不活了。你们别过来，你们谁敢来，我现在就跳下去。闲杂人等退后，我是他兄弟哦，就是把他绿了的那个。我们都是他的室友，绿他的那个是他的对铺，我是睡他上铺的兄弟。警官，我是他最好的朋友，让我上楼去劝劝他。警察犹豫了下，放了林峰上去。老林，你也想来当说客是不是？我活不下去了，谁劝都没用，我在意的人都背叛了我，在意的东西都失去了。那你母亲呢？你口口声声说你在意的人都背叛你了，你考虑过你母亲的感受吗？她卖了20年烤红薯养大的孩子，才考上博士就要自杀寻短见，你对得起她吗？你跳，你现在就跳下去。你看楼下，你左边那辆宝马150万，右边那辆阿斯顿马丁325万，还有中间那辆兰博基尼毒药2900万。你看看，你跳下去砸坏了哪一辆，你能赔得起？天台上的警察和谈判专家全傻了，他们见过不少劝人别死的，还从来没见过方法这么独特的。林峰，你别逼我，你别逼我，我真的会跳下去的，我活不下去了。谢怀，活不起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连死都死不起。谢怀想到什么，脸色又变了变，但是脸上绝望的表情明显淡了很多。对方公司要起诉你什么？专利侵权？他们告我侵犯知识产权罪，要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他们不只要让我赔钱，还要让我进去。那你要是死了，他们会说你什么？畏罪自杀？你活得冤枉，死的也别去。自己苦苦研究了多少年的专利成果，被别人截胡了，你甘心吗？谢怀握着栏杆的手一抖，神色变了几变，准备重新回到天台上。然而就在这时，谢怀余光瞥到对面一栋大厦的 LED 广告屏幕上，恰好播出了一则新闻：美美青团公司欲收购怀远公司股份。怀远科技公司就是谢怀带着他的几个兄弟和女朋友联合创立的一家科技公司，美美青团公司则是那个高薪挖走了谢怀的整个研发团队，还要告谢怀侵权，让谢怀坐牢的罪魁祸首。老林，你别再劝了，我今天一定要死，我要和美美青团公司的那群畜生同归于尽。说完，纵身往下一跃。老林，谢谢你救了我。老林，你疯了！第一巴掌打你不在意自己母亲的感受，后面这一拳打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兄弟，谢了。这小子从上来到把人救下来，一共用了5分钟不到。而我们的人拿着喇叭在楼上楼下喊得口干舌燥，劝了快半个小时，屁用都没有。刚刚救人的那个是谁？林峰，打赢国内第1场劳动公益诉讼案的那个吗？对，出道第1场官司就上了国家日报的那个大佬。哦，几个年轻警察盯着林峰离开的背影，肃然起敬。小峰，阿姨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要不是你不顾自己性命的冲了过去，死死的抓住了他就……谢怀的命是你救下来的。阿姨，您快起来，谢怀是我的室友，我最好的兄弟，应该的。我问你个事儿，刚刚在10楼天台，我俯视楼下的车，跟黑色甲壳虫似的，根本看不清楚。老林，你是怎么能看清楼下的豪车是宝马还是阿斯顿马丁的？瞎扯呗，反正你近视800度，不戴眼镜你又看不清。怀远公司和美美青团公司的事是怎么回事？谢先生您好，您上午来我们殡仪馆订的车，那个谢先生，遗体在哪里啊？那个我就是遗体。谢怀前几天就想死了，但是安眠药是处方药，药店买不到，割腕太疼，所以谢怀选择了跳楼。为了死的体面，连殡葬车都联系好了。抱歉呢，出了点意外，我没死成。是你消遣我呢？我每个月的单子很多，忙得要死，没死人订什么殡葬车？我可告诉你，定金不退啊！师傅，干啥玩意儿？拉拉扯扯的，钱都收了，你得办事啊！不是，这又没有遗体，我办什么事？定金您都收了，那您就把我和我朋友送到怀远公司吧。哎呦我的妈！林峰是第一次坐灵车，车里阴森森的，装饰了白花和黄花，还放着一首葬礼进行曲。
师傅，师傅，放着手吧。一个天之河，载几个红飘带。说说吧，怎么回事？有一天，我在我家的垃圾桶里看到了2个病的赝品，可是我和我女朋友每次都有做错事，我跑去找她，偷听到她和我一个兄弟腻腻歪歪的打电话，她叫我兄弟老公，还说美美青团公司给他们开了双倍的月薪，从怀远公司挖他们过去。我冲进去质问他的时候，他说整个怀远公司的人才都被挖走了，项目核心数据也被窃取走了。老林，整个怀远公司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现在他们提前注册申请了专利，反过来起诉我侵犯知识产权，1000多万的赔偿，还要让我进监狱。老林，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才想死的。我帮你。什么？这个官司我帮你打，稳住，我们能赢。触发终极任务，帮助谢怀打赢官司。任务奖励人民币5万元，法律理论能力、法律逻辑能力等7大入门级基础技能属性，各加1000点。3. 林汉海岸核心线索。我爸的死到底有什么隐情？就在这时，谢怀看到林峰背后出现的人，谢怀气得浑身颤抖。老林挖走我整个科技团队的就是他，是张青团。你认识他？前2天我赢的那官司，对方公司的董事长就是张青团。张青团就是美美青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青团来怀远科技找过我，说想收购我们公司，我直接拒绝了。但我没想到张青团会用这么下作的手段，高薪挖走我的整个科研团队。林峰从张青团身上收回视线，偏头看向谢怀。谢怀的头顶有一个散发着淡红色光芒的感叹号，谢怀有危险。林峰一惊，点了下谢怀头顶的感叹号。3天后，谢怀案开庭，他将因侵犯知识产权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今日推演次数1，是否使用？使用。林峰面前出现了系统的虚拟光屏，光屏上是怀远公司里谢怀的办公室。谢怀的女朋友陈安琪就坐在办公椅上，偷走了谢怀做实验的手稿，还想黑他电脑里的重要数据。因为破不了谢怀的防火墙，陈安琪找了几个凶神恶煞的大男人过来，把谢怀办公室里的几台电脑、实验仪器和几箱子手稿洗劫一空，把这些交给了美美青团公司。等到上了法庭，美美青团公司直接把谢怀的研究成果、数据和手稿据为己有，起诉谢怀侵权。后来谢怀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他戴着手铐脚铐，面如死灰的被押进了监狱。谢怀绝望之下绝食自杀，生生饿死在了监狱里。看到这里，林峰瞬间头皮发麻，四肢冰凉。今日推演次数已用完。提示：陈安琪正在窃取重要数据，请尽快阻止，处置不当会导致任务失败。谢怀死去。老林，你干嘛？带我去你办公室，快！去晚了就来不及了。青团姐，我破解不了谢怀电脑里的防火墙，强行攻破，里面的数据会自动销毁的，能不能直接叫保安上来，把这儿的电脑和设备都搬走？那我给你安排10来个人过来，你看够吗？10个人差不多就够了，我下去接你们。你别拦我，我下去弄死他。你疯了？那间屋子里是我整整8年的研究成果，换作是你，你不疯？10个保安马上就到，你打得过？老林，那间屋子里是527医疗机器人项目的核心数据和成果，是我一个人研发的。那些叛徒不过是投资人，我才是研发者。我也不能让我整整8年的心血落到那群王八蛋手里，我要报警。然后呢？老谢，报警把事情闹大了。你女朋友完全可以说527项目的核心成果是你们一起研发的，她也有份。如果她这么说，你怎么证明是你一个人研发的？搬不走，打不过，又不能报警。老林，那你让我怎么办？那就都毁掉。你研究了整整8年，即使电脑里的数据没了，实验室的设备没了，但你的脑子还在，是别人偷不走也复制不了的。好。林峰指了指窗户外边，楼下的一片空地。你先下楼，这儿交给我。楼下，陈安琪带了10来个保安，正往怀远公司的大厦这边走。陈安琪仰头，不经意地看到窗口露了个头的林峰。林峰是谢怀的室友，林峰在这里，谢怀是不是也在？还没等陈安琪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就看到林峰站在窗口，把谢怀办公室里的电脑主机一台一台地往下扔。谢怀在楼下的一小块空地上看着，避免砸到路过的人。电脑被这样扔下来，里面的数据必然会严重毁损。那些电脑里是谢怀整整8年的研究成果，他的心血，他就默许林峰这么做了吗？楼上，林峰扔完了电脑主机箱和仪器设备，他把那些手稿全部倒进了碎纸机，碎纸机放在窗台上，陈安琪看得一清二楚。Oh no！ 张青团高薪挖我，就是为了谢怀那些手稿和研究成果。
没了这些东西，对张青团而言，我就没了利用价值。林峰，你为什么要毁掉办公室里的那些研究成果和手稿？你害死我了！我销毁掉的是谢怀的东西，他都没说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走吧，老谢。整整8年的心血没了。这个给你。这是我办公室里电脑的硬盘，是我的硬盘。老林，电脑主机不是被你从楼上扔下去了吗？为什么硬盘还……你整整8年的心血，我怎么可能都给你毁掉？我没那么蠢，把主机从楼上扔下来之前，我就已经把硬盘拆下来了。抱歉，整整2箱手稿，没办法帮你都保存下来。但是那2个箱子里的手稿都是橘色封皮的，只有这3本是蓝色封皮的。我猜可能这3本比较重要，就帮你留下了。橘色封皮的不怎么重要，蓝色封皮的是记录了一些重要结论和公式的手稿。老林，既然硬盘手稿你都留下来，那你还把电脑主机扔下楼，把手稿扔进碎纸机，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我不做的绝一点，怎么骗过你那前女友？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你的宝贝手稿和硬盘完好无损地带出来？老林，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谢谢你帮我保住了我的研究。行了，我晚上和律所同事还有个饭局，硬盘和手稿你收好了，3天后开庭与大用处。林峰去了律所同事的饭局，晚上吃饭的地方定在律所附近的一家餐厅，这顿饭吃得很愉快。请问林峰先生在吗？我在。我们接到陈安琪女士的控告，说您在怀远大厦4楼高空抛物，破坏了大量财物，请您跟我们走一趟。警官，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是啊，林峰遵纪守法，不会做出这种事的。师傅，欧阳律师，我没事儿，只是去一趟警局，很快就回来了。是桂花红茶吗？姓名：林峰，工作单位、职务：军警律所合伙人律师。我们接到举报，今天下午4点半，你在怀远大厦4楼往楼下扔了几台电脑和实验仪器，这件事是你做的吗？是啊。既然你是律师，应该知道高空抛物构成犯罪吧？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你知道吗？警官，我承认我高空抛物，但是我不承认我构成高空抛物罪啊。没懂。怀远是我朋友的公司，我抛的是我朋友办公室的电脑，我们扔着玩呢。什么叫扔着玩？扔着玩就不构成犯罪吗？就没有砸死人的风险吗？警官，高空抛物罪必须得是抛掷物品致人伤害或财产损坏才构成犯罪。扔电脑和仪器的窗口下边是一片空地，我朋友谢怀特意在楼下盯着，阻止经过的路人避免被砸呀。警察同志，我没砸伤人啊，我也没砸坏他人的财产。控告你高空抛物的陈安琪女士想见你，你见吗？好啊。陈安琪拎着包过来，手小心地扶着肚子。下午在林峰面前摔的那一跤，他肚子里的孩子差点给摔流产了。警官，就算不构成高空抛物罪，林峰砸了我们怀远公司那么多台电脑和仪器，就这么算了？难道他不该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吗？陈安琪来警察局前，特意去咨询了美美青团公司的法务。林峰的行为定个故意毁坏财物罪，至少能让他进去待几个月。林峰，你活该！谁让你偏要帮着谢怀搅和进这件事里？如果不是你多管闲事，谢怀早就跳楼死了，哪里还那么麻烦？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已经几个月了，你怎么能说违反协议的是我，与你无关？你不是已经跳槽到美美青团公司了吗？你已经和怀远没关系了。我没有跳槽，我还是怀远公司的股东。你怎么证明自己是怀远公司的股东？我是怀远公司的人，凭什么还需要用证据证明？谁主张谁举证啊？你不会是证明不了，心虚吧？陈安琪语塞，他还真没办法证明自己是怀远的股东。跳槽的时候，股东名册已经被他烧掉了。怎么，真心虚了？陈安琪，既然你已经不是怀远的股东，还非要强词夺理，给我扣一个故意毁坏财物的罪名，你知不知道你这叫诬告陷害罪？你这要判多少年？诬告陷害罪好像不是这么用的吧？谁说我不是怀远的股东？陈安琪从手机里找出一份保密协议，这是怀远创建之初，我和谢怀他们以股东身份签的保密协议。谢怀是技术入股，我们几个是投资入股。现在我可以证明我是怀远的股东了吗？可以。警察同志，既然我已经证明了是怀远的股东，那么我要代表怀远公司控告林峰故意毁坏财物，我要让他坐牢。林先生，如果故意毁坏财物的罪名成立，是可能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的。
我砸坏的电脑和实验仪器有多少？4个电脑主机箱，每个折旧价100块；2台高科技实验仪器9成新，每台2200块，加在一起一共4800块。你们笑什么？那个陈女士，毁坏财物的数额较大才能构成犯罪，数额较大的标准是5000块，也就是说林先生砸了4800块的财物，并不能构成犯罪。抱歉啊，让你失望了。你们签个字按个手印就可以走了。从笔录室出来，陈安琪的现男友，也就是把谢怀给绿了的那位，叫丁晨，已经在警局1楼的办事大厅里等着陈安琪了。丁晨、谢怀和林峰3人，大学是一个寝室的室友，但丁晨对林峰完全视而不见。林先生，大门在那边，您去哪儿？我要报案。报什么案？他们俩违反保密协议，窃取怀远公司的商业机密。林峰，你别胡搅蛮缠。当初我跟安琪还有老谢创建怀远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签订过任何保密协议，我们不需要承担保密义务。林峰从手机里翻出几张照片，照片上赫然是陈安琪的那份保密协议。是吗？那这是什么？你林峰，你卑鄙！刚刚在做笔录的时候，是你让我证明我是股东，我才拿出来这份保密协议的。你怎么可以偷偷把保密协议拍下来？我卑鄙，跟你们俩比起来，我可差远了。陈哥，你倒是帮我说说话。警官，虽然我们俩离开怀远后去了怀远的竞争对手美美青团公司那里，但是陈安琪签了保密协议，违反协议的是他，与我无关。我并没有签过保密协议，这保密的规定也约束不到我。丁晨，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已经几个月了，你怎么能说违反协议的是我，与你无关？你敢说你自己就没签过保密协议吗？是你自己瞧不上谢怀，说谢怀是个废物、书呆子，才要来爬我床上的。也是你陈安琪自己说的，只要我高兴，跟你在一起，可以不用做错事，随便玩。你自轻自贱，难道还要怪我？警官，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谁说没事的？丁晨，我建议你以后还是学点法律。什么？学点法律，别做法盲，才能少吃亏。你到底什么意思？谁告诉你不签保密协议就没有保密义务了？警官，我要报案，他们俩违反保密协议，窃取怀远公司的商业机密，还私自提供给怀远公司的死对头美美青团公司。两位，今天是走不成喽，请配合我们接受调查。老林，你在哪儿？警局。什么？你怎么到警局了？林峰也没瞒他，把陈安琪控告他的事儿说了。你没事吧，老林？要是你因为高空抛物进去了，我就去抢个银行进去陪你。别了，抢劫金融机构既遂，起刑就是无期。说不定以后我签字用的圆珠笔、洗脸用的香皂，都是你在里面做的。我没事儿，就是丁晨和你前女友窃取怀远公司商业机密，估计要2两。老林，我跟你讲，怀远研发的12款医疗机器人，去年我在国外大学做交换生的时候，在美国申请了12款机器人的发明专利，不过他们都不知道。什么？你再说一遍。老谢，你什么时候在美国申请的专利？8个月前。怎么了？这个案子我们稳赢了。为什么？秘密。老谢，3天后开庭，让你看看什么叫扭转乾坤、逆风翻盘。第2天，林峰从公寓出来，刚到楼下就看到了一辆黑色轿车。林律师，有事吗？我们家张先生想见您。我并不认识什么张先生，唯一认识姓张的人就是张青团，是个女的。张先生是张青团女士的父亲，名讳张琪。张先生找您是为了怀远和美美青团之间专利侵权的案子。张琪？怎么这要巧？我在刑侦上加的第一个好友就叫张琪。侵犯商业秘密是刑事犯罪，警方已经立案了，不是我放弃起诉就能撤销案件的。只要你放弃，咱们撤销案件就不用你操心了。做笔交易，你放弃起诉陈安琪和丁晨的侵犯商业秘密罪，美美青团公司可以放弃起诉谢怀侵犯知识产权。侵犯商业秘密是刑事犯罪，警方已经立案了，不是我放弃起诉就能撤销案件的。只要你放弃，咱们撤销案件就不用你操心了。这个官司一旦打起来，难免会把我女儿张青团牵连进去。当然，我们可以不起诉谢怀，但是谢怀必须公开发表声明，承认12种医疗机器人是美美青团的研究成果，与谢怀无关，与怀远无关。所以您的意思是，张青团把谢怀的12项医疗机器人发明专利据为己有，谢怀还得感恩戴德，这公平吗？年轻人识趣一点，你不会以为我说做笔交易就真的是在和你商量吧？
哼，真是天真。在张琪眼里，打赢官司靠的从来就不是证据，也不是律师，而是资本。张老先生，你知道什么是正义吗？我母校的入学誓词里有一句话，叫做“挥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所以，张先生，如果您做了什么不正义的事，我一定用手里这把利剑砍死你！恭喜宿主达成成就，在谈判中压制张琪，解锁奖励铂金宝箱1个，是否开启？铂金宝箱开启。物品：高颜值战神胸针1枚，属性：暂无。可是铂金宝箱开出来的东西，居然只是稍微好看一点的胸针吗？到了开庭的那一天，林峰带上了那枚战神胸针，和谢怀一起去了当地的知识产权法院。老林，你这枚胸针好像有点好看。什么？好看有什么用？等林峰走进法庭，坐在被告律师席上的时候，愣住了。在场的所有人，他们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肢体语言，林峰都能感觉到。系统高颜值战神胸针到底是做什么用的？高颜值胸针作用是使戴上战神胸针的人五感提升10倍，能在法庭上观察入微，捕捉到其他人的所有动作、肢体语言和表情。哦，这强大的功能，那之前开启铂金宝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又没问，怪我咯。不是你说属性暂无吗？那我说的是属性暂无，又没说作用暂无。林律师，我叫丁家志，丁晨的哥哥丁家志。你好，林律师，那12种医疗机器人，我当事人张青团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张青团肯定会胜诉，要不我们还是私下调解撤诉吧。丁家志也不想得罪林峰，这个打赢国内劳动公益诉讼第1案的王牌律师。我已经劝过我当事人，只要您不追究陈安琪和丁晨盗窃商业秘密，再公开声明这12种医疗机器人的发明专利是美美青团公司所有，我们就可以私了。不用了，猥琐发育，别了，我们能赢的。那祝你好运，谢谢。林峰，你是一定要为了谢怀和那12种医疗机器人跟我作对到底，是吗？上次林长安的案子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这次谢怀的案子也没人敢接。林峰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怕输？你怕输就别打官司了。行，林峰你真行。谢怀请了林峰这种2流律师，你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那正好，我进去了，给老林多做几支圆珠笔。很快，案子正式开庭。丁家志拿出了12款医疗机器人的发明专利申请文件，开了口。这些申请文件，我们半年前就已经提交给了国家专利部门，并收到回函。经过庭前鉴定，上述材料合法、真实、有效。不知道谢先生和薛律师是否有异议？没有异议。林峰就这么认了？怕你发难，我还准备了近2万字的辩论材料。那么，在美美青团申请专利后的临时保护期内，怀远公司擅自生产、销售并许可销售我当事人已申请专利的12款机器人，请问这是否属实？属实。林峰是疯了吗？丁家志连证据还没拿出来，林峰就已经把所有对谢怀不利的事全都给承认了。这样下去，谢怀要赔到倾家荡产。林律师，也就是说，您和您当事人承认对美美青团公司申请专利的12款机器人实施了专利侵权行为，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罪。林律师好帅啊！我不承认，美美青团在国内申请专利是半年前，可是8个月前，我当事人就已经在美国申请专利，申请时间比美美青团早了整整2个月。材料的真实性呢？你要怎么证明？审判庭紧闭的门被敲响，穿着黑色制服的法官助理走了进来，拿着一叠资料，走到审判长面前，低声说了几句什么。美美青团公司诉怀远公司专利权侵权一案暂时休庭，本案进入合议庭评议阶段，并于评议结束后宣判。谢怀肯定要废了。谢怀，像你这种科研人才，我们公司还是很惜才的。如果你答应未来50年的研究成果都给美美青团公司使用，那么这笔巨额赔偿款我可以做主，给你免了。丁家志走过来，脸都是黑的。青团姐，别说了，这场官司从林峰拿出那一纸美国的专利申请书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输了，输得一败涂地。肃静。经过审理与合议庭评议，判决内容如下：第一，驳回美美青团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美美青团公司起诉谢怀及怀远公司专利侵权的事实于法无据，不予认定。谢怀及怀远公司不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罪，无罪。
第二，本案的诉讼费共642元，由美美青团公司承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么多年使用过同样的手法，挖走过不少科研团队，从来就没有失过手。救我！救救我啊！我不能被抓进去，你快帮我说句话啊！今天你是一定要带走我女儿，是吗？老黎，谢谢你帮我打赢这场官司，这个你收下。不用，跟我，你还客气什么？你看看这个，怎么了？这是开庭时丁家志举证出示的美美青团公司近几年的专利使用费的情况。美美青团公司近年来一共有9项专利授权给了他人使用，这9项专利在去年1年的时间里，就为美美青团公司赚回了近20个亿的专利使用费。20个亿，难怪张青团对怀远的12款医疗机器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痴狂，几乎是势在必得。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可大了。美美青团公司的官网年报里说，美美青团的专利使用费一共缴纳税款70多万元，20个亿的收入缴税70多万元。老谢，你觉得正常吗？你的意思是美美青团公司偷税漏税了？这是肯定的，20个亿的高收入，又是企业的专利使用费，纳税绝不可能低于8位数，至少要几千万的税。卧槽，那他是疯了吗？20多个亿，只缴了70多万块的税，这他妈得偷税漏税了多少钱呢？喂，是110吗？我要报案。对，举报美美青团公司可能涉及偷税逃税。喂，是税务局吗？我要举报美美青团公司涉嫌偷税逃税。哦吼，老林，这事不对呀！怎么了？他们公司偷税漏税这么多钱，这可不是个小事。那个丁家志可是美美青团公司的法务总监，公司高层呢，他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把这种东西带进法庭，还落到了你手里，会不会有诈呀？丁家志在今天这场官司结束后就已经从美美青团离职了，又怕自己贸然离职被张青团打击报复，所以故意送这么一份大礼到我们手里。林峰若有所思地坐在办公桌前，打开电脑。每一场官司结束，顾平文都让他写这个案子的总结。谢怀闲着无聊，摸出手机刷了下微博，他看到了一条令无数网友震惊三观的帖子：张青团逼死了多少呕心沥血的科研人员？帖子下边配有视频。我父亲生前是开发太阳能充电电脑的，我父亲的公司破产当天，美美青团向专利部门递交了太阳能充电电脑的专利申请书。我父亲在家里拧开了煤气，煤气中毒而死的那天，美美青团公司的太阳能充电电脑新品上市。我手上有张青团威胁我父亲就范的录音，还有张青团收购我父亲公司的合同照片。这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畜生，我就睁着眼睛留着一口气，等着他们死绝。似乎是怕被人质疑，1楼的网友在发出这条帖子后，放了几十张证据截图，还有录音、视频。最后一张照片是他父亲死前的最后一刻，割破了手指头，用血在墙上写满了“张青团去死”这5个字，一整面墙上都是血淋淋的“张青团去死”。看到这里，网友都震惊了。卧槽，这不是某顶尖985高校计算机系的肖教授吗？竟然不是死于煤气中毒，而是被张青团活活逼死。那当年肖教授的女儿为什么不报警抓张青团？报姐，你别逗了，张青团的父亲是什么人？是张琪，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不要命了？敢搞张青团，不怕被报复啊？前面几楼别特么胡说八道，什么阿猫阿狗死了都得往张青团身上赖。你这么恼羞成怒，该不会就是张青团本人吧？看到网友的回复，张青团气的胸腔里像有一团火在烧，他谈什么？滚出去，都滚出去！进我办公室不会敲门的吗？张青团女士，为首的警察出示了一下警官证，证件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徐飞2个字。徐警官，有事吗？张青团女士，我们接到举报，美美青团公司涉嫌偷税漏税，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你们是？我们是国家专利部门的，接到举报，美美青团公司违反专利法，严重侵犯他人专利权，我们也要请他回去接受调查。张青团女士和美美青团公司不仅涉嫌偷税漏税，我们还怀疑美美青团旗下的几家子公司有虚假纳税申报的逃税行为。张青团腿一软，差点没跪下。偷税漏税和逃税的区别可大了，前者及时补税可能只是行政处罚，而逃税数额较大，是必然要坐牢的。闹什么？爸，慌什么？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徐队长，我女儿犯了什么罪？徐飞朝张琪敬了个礼。张琪虽不在警务系统任职，却是高级行政顾问，级别不低。张青团女士涉嫌多项税务犯罪，这是刑事拘留决定书，我们也是依法办事，只是带她回去问个话，如果没有问题，很快就会放人的。刑事拘留决定书都拿出来了，真要被捕了，有几个能全身而退？徐队长，我女儿要真触犯法律，她也会伏法认罪。但是警局办事早一天晚一天也没什么要紧的。今天是青团他母亲的生日，法外容情，你就当卖我一个面子，成全他对母亲的一片孝心。母亲的生日不是今天啊？就是啊，徐警官，人情社会，毕竟是人家母亲的生日，你也不要不懂得变通嘛。啊，对对对，张先生的地位摆在这里，卖人家一个面子嘛。
是啊，徐队，我没做过违法乱纪的事，要真是有……我在刑警队10几年，学的可不是法外容情，卖谁一个面子。我只知道在其位谋其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徐队长，我明白你的意思，可你是个人，不是执法机器。你得知道什么叫有眼力劲儿，什么叫变通。哼！张琪自认为以他的身份地位，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徐飞不敢带走张青团的。我不知道什么叫变通，我只知道秉公执法，大公无私。今天别说是张女士母亲的生日，就算是张女士的忌日，如果办案子有需要，张女士的骨灰我们也要挖出来带走。如果真像您说的，张女士的母亲过生日，我们就要全了她的孝心，不能执法，那岂不是我们警察执法之前还得调查清楚那些犯罪分子的生日、家人朋友的生日忌日、各种节日，再把这些日子都给避开吗？那做警察的岂不是1年有200多天都在休假？拿下！爸，救我，救我啊！爸，我不能被抓进去，你快帮我说句话啊！今天你是一定要带走我女儿，是吗？就算是玉皇大帝站在这里犯了罪，我一样带走。带走！你给我滚出去！要不是因为你，老林会死不瞑目吗？吴方平、林瀚海的死，你要负一半的责任。林姐，我有失察之罪，我苟活到今天，也只为查清楚27年前这桩冤案的真相。别假惺惺的了，当年林瀚海的案子，你是主要侦查人员。27年前说林瀚海有罪是你，27年后说林瀚海无罪的人还是你。林姐，你放心，等案子查清了，我替林大哥洗清冤屈后，我以死谢罪。出来吧！这也太牛了吧！无处都听到了，你不恨我，你父亲的案子是因为我一时失察才会。那您觉得是一个失察之人更可恨，还是那个篡改脑部仪程序、阴谋陷害我父亲的人更值得我去恨？有句话林峰没说出口，20多年前的重大刑事案件，如果想翻案，没有吴方平这种位高权重的人插手，很多案卷资料和档案，林峰根本接触不到。你相信我不是故意害你父亲的？我信。为什么？因为你位高权重，林家只是一介草民。如果你是故意害我父亲的，那27年前你就已经得逞了，没必要在我父亲已经去世后，还在我母亲面前演戏，说要查清事实真相。所以无处，我信你。无处！林峰吓了一跳，摸出手机就要打120。老毛病了，不碍事，包里有药，帮我拿出来。林峰从吴方平的提包里摸出一个药品，是一瓶服尿嘧啶片。这是一种抗癌药物。无处他。林峰看到吴方平头顶有一个淡绿色的勾，林峰点了一下。吴方平，省厅刑侦一处领导，终日忧思过度，胃癌晚期，活不过半年。这27年里，吴方平到底是背负了多深多重的惭愧与谴责，才会忧思过度，积劳成疾？这附近有个海鲜餐厅，跟我一起吃个饭，我们聊聊你父亲的事情。可您的身体……没事儿，反正也活不了2天了。海鲜餐厅在2楼，1层是一个很大的烧烤城。你们跟老子比食量，在干饭这件事上我就没输过。我今天非得吃完这家烧烤城所有的羊鞭和羊蛋，我要让青青草原所有的母羊一夜间守寡。吃那么多羊鞭和羊蛋，真不怕晚上鼻血横流、失血过多而死？服务员，你们这烤羊肉串上怎么还有头发和指甲片呢？女士，这一餐我们给您免单，您看。免单？你们家的烤羊肉串上都有头发丝和指甲片了，只免单不赔钱？你看看你，一个男的留那么长的头发，跟个人妖似的，肯定是你的头发掉到了餐盘里。女士，我们店里的烧烤都是后厨的厨师烤好了，客人自己过去取的。您这盆烤羊肉串是我亲自烤的，但我绝对没有把头发和指甲掉进食物里，会不会是您端的时候？你在说我碰瓷？行，你们要是不赔钱，我现在就打12315投诉了。赔钱？那个什么食品法不是说至少要赔1000块吗？给我赔钱！咦，他不是隔壁邻居奶奶的孙子崔俊吗？他在这里兼职做厨师。林峰看到崔俊的头顶有淡蓝色的问号，林峰点了一下。崔俊在烧烤店烤串，遇到了胡搅蛮缠的客人，仔细了解可以触发任务。无处，这人多，您先去楼上等我，我一会儿就上去。林峰看到把崔俊骂得狗血喷头的黑裙子女人，头顶有一个浅绿色的勾，林峰点了一下。一个没有稳定工作、喜欢碰瓷、爱贪小便宜的钱小丽。这就很明显了，崔俊是被人碰瓷了。怎么了？林峰哥，这位女顾客说烤羊肉串上有头发丝和指甲线，让我给她赔1000块钱。可是我只有周末在这里兼职，1个月才能赚几百块钱。
怎么，你想多管闲事？女士，我是他哥哥，你想让他赔多少钱，我付给你。林峰哥，我没做错事情，凭什么要我赔钱？看着小子穿着不俗，应该是个有钱的主。5000，必须赔偿我5000块钱，1分不能少，否则我就要去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告你们，我要打12315投诉到底。没问题。烤羊肉串上有头发丝和指甲线，是崔俊的错，怪他。林峰哥，你在乱说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是崔俊的错，怪他切羊肉块的时候没把头发丝切断，怪他烤羊肉块的时候没把头发丝烤焦。对呀，这帅哥说的有道理。以前我老妈在厨房做菜，要是头发掉进了菜里，肯定是被切碎成一段一段的。而且头发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在烧烤架上瞬间就会烤焦，但是烧烤盘里的那几根头发看起来不像被烤过的样子啊。这指甲片上还有几颗亮片，应该是做了美甲。崔俊的手因为在烧烤店洗肉、切肉、烤肉而变得粗糙，你们该不会觉得这样的一双手他会有闲情逸致去做美甲吧？哦，那个，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站住！你还想怎么样？打110报警吧！敲诈勒索未遂也是要判刑的。哥，不至于吧？你觉得至不至于？今天要是我不在这儿，你就得损失几千块钱。你老板要是知道了这事儿，非得炒你鱿鱼不可。喂，是110吗？这里有人敲诈勒索。林峰哥，谢谢你，我以后也要去学法律专业，也要做一名律师。好了，你去忙吧，我和一位前辈在楼上的海鲜餐厅吃饭，不打扰你了。林峰哥，你来海鲜餐厅，该不会只是吃海鲜的吧？来海鲜餐厅不吃海鲜，吃什么？楼上海鲜餐厅的主厨我认识，有几道菜单上点不到的名菜。林峰哥，你跟你朋友一定要尝尝。好，那走吧。害我父亲的人，血债血偿。林峰哥，这2道菜你们一定要好好品尝。清炖小抹香鲸，金沙鲨鱼翅汤。小抹香鲸和鲨鱼都是国家保护动物，敢把野生保护动物端上餐桌食用，这餐厅的老板和厨师是疯了吗？这时，崔俊头顶出现了一个浅蓝色的问号。林峰点了一下，触发任务：1. 配合吴方平打掉食用濒危野生动物的一整条黑色产业链；2. 查清楚崔俊做了什么助纣为虐的事，并劝他改过自新。能这么猖狂的把野生动物端上桌，肯定不是一家小餐馆能做到的，这背后一定有着更大的利益链。林峰哥，你们先吃，我下去忙了。吴方平没动筷子，缓缓开口，讲起了27年前的那段往事。27年前，凌晨发明了脑波仪，通过扫描受害者大脑活动，就能重建犯罪嫌疑人的脸的高科技产品。脑波仪在一场杀人案的侦查中，程序出错，害得无辜的人被错认成杀人凶手，害得那个人被判死刑。真的是我父亲的脑波仪程序出了错吗？是谁要害我爸？吴处，您案中调查了20多年，您一定知道。江焕，谁？科技院现任院长江焕，搞法医学的。张青团的母亲就叫江焕。吴处，你的意思是江焕害了我父亲？事情过去了太久，我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怀疑他。为什么？当年凌晨和江焕都是科技院院长的候选人，科技院有规定，谁能在30岁之前研究出1等科研成果，谁就是下一任院长。凌晨23岁那年就已经研究出了1等科研成果脑波仪。那年凌晨23岁，江焕却已经29岁了，而江焕只研究出了3等科研成果，所以江焕为了争院长的位子，篡改了我父亲脑波仪的程序。后来江焕成了院长，对吗？可是小峰，咱们没有证据，江焕做的太干净，也太狡猾，再加上科技院院长的地位极高，几乎相当于科学界的泰斗，很多事会有的。我要让害我父亲的人血债血偿。林峰眼珠一转，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吴处，这2道菜我怀疑是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为食材做出来的。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一道菜用的食材是小抹香鲸。吴处，你面前那一道清汤用的食材是野生的鲨鱼翅，全部都是国家保护动物，甚至是濒危野生动物。野生动物的贩卖不只是一个小餐馆能做到的，绝对不能打草惊蛇，让真正的幕后黑手跑。林峰让服务生拿了2个打包餐盒过来，先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化验，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濒危野生动物吧。警局的鉴定部门每天人来人往，人多眼杂的，要不我陪您去一趟科技院？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跟我去科技院到底是为了野生动物，还是为了你父亲的案子？什么都瞒不过您的法眼。科技院守卫森严，平时都是军方和特警层层保护，哪怕林峰有朋友在科技院工作，他也根本没资格进科技院。但是林峰知道吴方平一定能想办法带他进去。吴方平的助理把车子开进了科技院的大院里，林峰刚下车，迎面碰到一个穿着白色大褂、气质端庄的女人。吴处，江院长。在科技院姓江并且能被称作院长的，
只有一个江焕。林峰看到江焕的头顶有个淡绿色的勾，林峰点了一下。江焕，科技院院长，表面上是个法医学学者，实则精通 AI 和人工智能，熟练掌握 IT 技术。如果江焕真的精通 AI 与人工智能，那么江焕是凶手的可能性就高得可怕。这位是林晨的儿子林峰。林峰这个毛头小子，要是按耐不住性子和江焕起了冲突，会打草惊蛇。我暗中调查了多少年的辛苦就白费了。我暗中找了林晨多少年，连点蛛丝马迹都没查到，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碰上林晨的儿子。江院长，我和林峰还有事。江院长，你做了那么多亏心事，半夜睡觉的时候不怕鬼叫门吗？你这年轻人怎么毛躁狭隘到这种程度？林峰，你太让人失望了。林峰，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当年我父亲脑波仪的程序是你篡改的吧？我手里已经掌握了你恶意篡改他人科研成果的所有证据，你就等着进去踩缝纫机吧。江焕眼底闪过一抹慌乱，但他城府极深，早已喜怒不形于色，脸上没露出半点表情。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要判多少年？江院长，记得翻一翻刑法。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别装了，你懂 AI， 懂人工智能，也懂 IT， 我都知道。我偷偷学了 AI、人工智能还有 IT 的事，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事？会不会他已经掌握了我所有的把柄？江焕强自镇定，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你是不是疯了？你怎么把我们的所有底牌都亮出来？哎，一手好牌被你打得稀烂。您觉得我是意气用事？难道不是？当然不是。吴处，你已经调查了多年，都拿不到江焕有罪的实质性证据，一直只是怀疑他，而他这么多年了，还对您抱有很高的警觉性。那又怎么样？这就说明江院长是一个很谨慎、很多疑的人。我刚刚和他说，我手里已经掌握了证据，你猜，如果他慌了，会不会自乱阵脚？你的意思是，只有让他自乱阵脚，我们才能找出他的破绽。一个年轻人面对父亲生前的仇人，还能理智地分析局势，冷静又从容。这个林峰不简单，我的刑侦入场券没有给错人。这骨头实在是太碎，短时间内根本查不出来是什么动物。无处，给我48个小时，我去做个实验，实验结果出了，我通知你。校长，林峰没有抄袭。够了，苏倩，你纵容自己的学生毕业论文抄袭，已经严重违反了校规校纪。按照校规校纪的规定，我有权利停掉你所有的课。林峰，你看一下我发给你的2篇论文。林峰打开第一篇论文，愣住了。这是他攻读硕士期间的毕业论文，发表在科技院学术专刊上的这篇论文，署名是江焕。这篇论文除了署名，几乎是一模一样。这2篇论文重复率高达81%，抄袭可是学术圈的大忌。老师，我法医学的论文是您指导我写的，从选题到开题报告，甚至是论文的1稿、2稿、3稿，您都有过目签字的，我没有抄袭过任何人。你是我带的学生，我当然信你。可是江焕是科技院的院长，学术权威性很高，是法医科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所以就算我相信你，你觉得学术圈的人会相信你？更何况对方的发表时间确实在你之前。老师，我这篇论文查重的时候，知网上根本没有过江焕的那篇论文，他的论文不可能发布在3年前。这个我也问过了，江焕研究的是国家保密级项目，今天这个项目下的论文才刚刚过了保密期，正式解密才发了出来，以前在知网上是查不到的。老师，我手里还有我论文的1稿、2稿、3稿，我先把这些发到微博上做证据吧。行。林峰，你看看微博吧，江焕发了一条微博。林峰打开江焕的微博，瞬间愣住了。林峰毕业论文的所有手稿被江焕提前1步挂到了自己的微博，说是林峰抄袭他论文的证据。林峰，江焕下个月就要到咱们京都大学担任副校长一职了。今天晚上京大建校70周年的校庆，也给江焕安排了演讲的环节，为他铺路。胳膊是拗不过大腿的，要不我带你去见江焕，咱们私了吧。你跟江焕是不是有什么过节？他和我有过节，那我以后把他当结过。你这是要和他针锋相对到底了。抄袭的帽子被扣在了林峰的脑袋上，我这个老师恐怕也要挨处分了。林峰，之前你打赢了那个外卖公司的官司，校领导请你线上参加校庆典礼，到直播间里做个演讲，你还记得吗？记得。你想办法推辞了吧？别参加了，江焕的事我再帮你想想办法。不，苏老师，校庆典礼我一定会准时参加。江焕不是要计较吗？那我就让他知道，学术不断，剽窃别人的论文，还贼喊捉贼的无耻小人到底是谁。校庆典礼在京大的礼堂里举办，晚7点开始，校长和书记讲了几句场面话和开场白，紧接着就是江焕的演讲。江焕穿着白色的法医袍，在实验室里开直播演讲的。
林峰，今晚你的演讲就免了吧。科技院的江焕教授已经来了，在演讲，也希望你记住，学术圈不是名利场，还是要对学术保持严谨，别搞一些歪门邪道的。好的，宋校长，过了今晚，我一定像江焕教授一样严谨。最近关于林峰的毕业论文抄袭我科研项目论文的事，瓜来了，学术圈今天大瓜，还有3秒钟到达战场。学术不端是让人不齿的行为，还是不要自轻自贱，做出学术造假的事。江院长的论文也敢抄袭，疯了吧？一想到我大一的时候还暗恋过林峰师兄，给他递过表白信，我就觉得下头。咱们前排的那个灰西装的，就是法医系的苏乾教授，林峰那篇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我听说林峰那篇法医学的毕业论文还发上了赛，苏乾也得了不少好处吧？江院长，您这样得理不饶人，故意当着几百万人的面指责林峰，毁他的名声和前程，是不是太过分了？从来没有谁敢这样忤逆我，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话。哼！作为一名科学家，应该虚怀若谷，实事求是，不做无病之呻吟。江院长，您配得上科学家这3个字吗？京大的校长朝旁边的副手使了个眼色。苏教授，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江院长是国内赫赫有名的泰斗级科学家，为了维护你自己的得意门生，你连这种颠倒是非黑白的话都说得出来。宋校长，林峰没有抄袭。够了，苏乾，你纵容自己的学生毕业论文抄袭，已经严重违反了校规校纪。按照校规校纪的规定，我有权利停掉你所有的课，你回家去停职反省几个月，好好醒醒脑子吧。长，你不仅偷了我的论文，连证据都要偷，到底是谁学术不端？到底是谁学术造假？宋校长，我很快就要去京大担任副校长一职，林峰也勉强算是我的学生。我不是心胸狭隘的人，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林峰学术造假的事，就按照咱们京大的校规处理吧。毕业论文抄袭，不仅学生本人要被撤销硕士学位，连指导老师都要被处分。江焕，这是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啊！就在这时，礼堂里的光线突然一暗，幻灯片剧目突然一黑，屏幕在亮起来的时候，屏幕上的江焕不见了。穿了件牛仔衣的林峰出现在了幻灯片屏幕上。林峰摁动鼠标，点了个远程桌面共享，他的电脑屏幕就出现在了几万师生和几百万网友的视线里。林峰将江焕整理的证据点了个下载全部文件。林峰，这是京大的校庆典礼，不是你撒野的地方。我不管你是怎么黑进了京大的内网，我警告你，你立刻把远程桌面共享关了，退出去。这就是你们说的江焕的论文初稿和修改稿？对，有什么问题吗？林峰用鼠标箭头点开 Word 文档的作者信息页，上面写着相关人员，作者林峰，上次修改者林峰。江焕刚刚重新登录进来，还没看到林峰电脑共享桌面上的林峰上传的文件。对啊，这是我论文的初稿和修改稿，有什么不对？当江焕看清楚桌面上的文件，瞬间闭了嘴，他面色一变，想关掉这个页面。别折腾了，关不掉的。就算关掉了 ，CNKI 学术论坛的帖子里还挂着你自己整理的证据。江院长，你不仅偷了我的论文，连证据都要偷，到底是谁学术不端？到底是谁学术造假？就算论文修改稿是你的，那又怎么样？我的论文最先发表于3年前，这在科技院的内网上是可查的，而你的毕业论文发表于2年前。江焕一口气说完，松了口气，还好他懂 IT， 科技院内网的发表时间被他篡改了，这样一来，江焕论文发表时间比林峰早了整整1年。林峰，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值得你这么大费周章的黑我？还有，我是科技院的研究员，院长不屑于抄袭。江院长，您确定您和我相似度81%的论文是您3年前发表的？对，我发表于3年前。可是论文第23页有个案子，这个案子写的是一起连环杀人案，一个杀人狂魔抓了几10个年轻男女，把他们饿到皮肤松弛，再杀死，然后割掉他们的人皮煮熟做衣服。那个案子凶手的作案手法独特，前所未有，史无前例。那又怎么样？那个案子发生于2年前。江焕不理解，林峰第一次见他就毛毛躁躁地说自己是林晨的儿子，又说了知道他江焕篡改程序暗害林晨的事，所以江焕对林峰的第一印象就是毛躁愚蠢，心里藏不住事儿。所以江焕根本看都没看过林峰的论文，直接布了这么个局。现在看来，这根本就是林峰在故意演戏，等着他按耐不住动手，正好请君入瓮。江焕自导自演的一场戏，还说自己是个科研大佬，不屑于抄袭，现在看来简直是个笑话。对不起，林师兄。江焕，知人不吐骨头的阴险小人，学校甚至要聘他来做京大的副校长，江焕配吗？苏教授，对不起，是我误会你和林峰了。哎呦喂，不敢啊！宋校长，您不是让我回家停职反省吗？
年过半百的金大校长朝着巨大的幻灯片屏幕一鞠躬：“林律师，对不起。”而此刻的林峰已经退出了直播间，他把江焕学术不端的整件事的所有证据一起打包发送给了国家教育部，又给国家科技部发了一份。2个重量级单位高度关注这件事，迅速回复林峰。林峰，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们夫妻已经低声下气的在这里求你了，也告诉你真相了，你还想怎么样？江院长，我是国家科技部的，我们是国家教育部的。关于林峰举报你学术造假一事，我局高度重视，在事件还没有弄清楚之前，你暂且回家停职反省，接受调查。江焕已经被停职反省，接受调查了。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科技院的事无凭无据的，警方也不好过度插手，所以您调查了这么多年，一直查不出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没办法帮我父亲翻案。所以你就故意挑衅江焕，让他先动手，借着国家教育部和科技部的手调查他。是，这只是一个开始。万一他不诬陷你学术不端，而是用别的方法对付你，那你要怎么办？不可能。江焕一听说我已经掌握了他害人的所有证据，整个人都慌了，想用最短的时间让自己的敌人万劫不复，所以这是最简单的一招。我可真庆幸你是个律师，不是犯罪分子。要是遇到林峰这种犯罪分子，侦查人员可是要头疼了。送去科技院化验的那2盒东西，研究结果出来了，跟你猜想的一样。警方这边怎么处理的？忘了，这种大案子的办案进度应该是对外保密的。已经立案了，侦查人员在那家海鲜餐厅外边布控，在餐厅外边的大榕树上偷偷放了几个针孔摄像头，随时监控。因为怕打草惊蛇，只是暗中调查。张青团的案子，你不用担心张琪会从中作梗，上边也在调查张琪，他这个高级刑侦顾问早已经自顾不暇了。谢谢吴处。不好意思，吴处，我去接个电话。林峰，我是张青团的父亲张琪。张先生，有事吗？我和我的妻子江焕想见你。很抱歉，我不想见你们。跟你父亲有关的事，你也不想听吗？那就明天中午11点约在海鲜餐馆。行。海鲜餐馆就是发现濒危野生动物的那家餐馆。第2天中午11点，林峰到的时候，张琪和江焕已经在包厢里等着他了。包厢是林峰订的，窗外头刚好对着一棵大榕树。林律师，我知道你们律师喜欢玩录音那一套。说完，张琪把自己的手机扔进了放红酒的冰桶里，江焕也如法炮制。这是我的诚意，如果林律师愿意拿出自己的诚意，林晨那个案子的真相，我可以告诉你。我买新手机的钱，你们赔吗？赔1分不少的赔给你，按新手机的价钱。等一下。张先生，破费了，正好我的录音笔用了2年了，录音手表也用了1年了，想换一套新的。27年前，是因为林晨狂妄自大，没有半点科学家的严谨，才弄错了脑波仪的程序。这件事与我们夫妻毫不相干。你敢用酒泼我？特么的，老子这辈子都没受过这种折辱。张先生脑子不清醒，都胡言乱语了，我帮张先生醒醒脑子。你那个得了血癌死去的爹，估计也没好好教养过你吧？我的父亲确实已经去世了，可是害得他一辈子名声尽毁是谁？林峰这辈子都忘不了，他听说父亲自杀的噩耗，赶回家时看到父亲冰冷的遗体和遗书的画面。张先生，我只想听你亲口告诉我真相，如果你不说，那我们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我说，我全说。凌晨研发的脑波仪在测试阶段，程序被我篡改了，因为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研发出脑波仪，夺走科技院院长的位置。继续说。当年脑波仪第一次用于刑事案件侦查，那个案子的主办刑警就是张琪，所以我和张琪里应外合，故意用错误的脑波仪程序给一个无辜的人扣上了杀人犯的帽子。张琪还伪造了很多证据，让那个无辜的人被判了死刑，那个人没多久就被枪毙了。后来我捅出来了脑波仪程序错误的事，杀人凶手的罪名成功的扣在了林晨身上，他离开了科技院，还因此锒铛入狱。这就是你要听的真相。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我可以帮林晨澄清当年的事，我只有2个条件。什么条件？第一，你帮我说服吴方平，让上边的调查组不要再查我违法乱纪的事。第二，你帮江焕澄清他学术不端的事。别，张先生，您别低头，我怕您脑子里的水溢出来。
林峰，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们夫妻已经低声下气的在这里求你了，也告诉你真相了，你还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我要你们俩血债血偿，余生都在监狱里度过。林峰，只要你放过我们夫妻，张青团名下的吃饭团和美美青团2家公司的股份，我们都可以给你，都给你。抱歉啊，我不要钱，我只要害了我父亲的人付出代价。起来吧，林峰是铁了心要搞我们，今天你跪死在这里，他也根本不会心软。还是男人最了解男人。林峰，27年前的事是我们对不起你父亲，可那又怎么样？凡事还是要讲一个证据，你有证据吗？我劝你放聪明一点，凭我的人脉，想搞死你一个小律师易如反掌。你是不是觉得傍上了吴方平的这棵大树就高枕无忧了？哼，天真，连吴方平那个老东西都要让我3分，还要看我的脸色。是吗，张琪？我什么时候要看你的脸色了？老吴，你带着这么多人，声势浩大的是什么意思？在警局没有上过的批准就随随便便持枪出门，是严重违法违纪，要受处分的。老吴平白无故的带这么多人出来，你有上头的文件吗？张先生，以27年前徇私枉法，导致一个无罪的人被判了死刑，江女士是帮助犯，这是立案通知书和逮捕证，你们被逮捕了。这是诬陷，空口无凭的，凭什么说我和27年前的案子有关？证据呢？拿出来，我看看。唯一一个听到了真相的，手机和录音设备还都扔进冰桶了，这事儿死无对证。下一秒，吴方平拿出手机，点开一段视频，江焕僵硬的抬起头，震惊的盯着视频里的一切。张琪的侦查能力和反侦查能力，我是知道的。张琪已经仔仔细细的检查过，林峰身上没有任何电子设备，可是现在，不好意思啊，忘了提醒你们，窗外头有针孔摄像头。千算万算，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林峰在窗外还准备了针孔摄像头。这个视频是用市面上买不到的特殊的窃听窃录设备拍的，是不是？对啊，警用的针孔摄像头，市面上确实是买不到。林峰，窃听窃录的证据是没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张琪的话让江焕心底重新燃起了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不坐牢，我们就有机会东山再起，有机会弄死你，林峰。谁说这个视频是窃听窃录的了？这家餐厅涉嫌犯罪，警方的人已经布控蹲守了很多天了。外头的针孔摄像头都是警用的装备，不存在任何窃听窃录，完全合法合规，具有证据。张琪呆住了，他整个人掉了魂似的跌坐在地上。被人戴上手铐拖出去的时候，他目光涣散，再没有说过一个字。看着张琪和江焕被铐上警车，林峰的眼睛一下子红了。爸，我为你报仇了。微博上西海警方动作很快，火速响应这次的事件，发了一条微博：平安西海，27年前，科技院最年轻的天才科学家林晨同志有约，张琪和江焕涉嫌诬陷林晨，已被逮捕，本案正在侦查中。各大官媒纷纷转发这条微博。林峰拿出他从冰桶里拿出来的防水手机，转发了那条微博，没有配任何文字，只放了3根白蜡烛。即使能沉冤昭雪，洗清冤屈，父亲却再也回不来了。任务完成：1. 查清真相；2. 替林瀚海洗清冤屈。任务奖励：1. 人民币10万元；2. 进入高校法律系担任讲师的机会。林峰看到屏幕右上角的物品背包疯狂抖动，林峰点了一下，里面一把染血的长刀正在上蹿下跳，刀柄上有一个不怎么清晰的林字，已经模糊了。难道是父亲生前的东西？怎么了？吴处，叫吴叔叔吧。吴叔叔，我父亲生前有没有收藏过一把长刀？哟，那把刀是林家祖上传下来的传家宝，也是你父亲最喜欢的一件收藏品。林晨被人陷害的时候，用这把刀劈碎了脑波仪，结束了自己的梦想。林晨锒铛入狱，被逐出科技院后，用这把刀劈碎了自己在科技院获得的所有奖杯和勋章。林晨血癌晚期，疼得痛不欲生的时候，又用这把刀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林峰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系统奖励给他这把长刀的时候，他心里会那么难受。因为他爸爸的梦想、信仰，甚至是生命，都是用这把刀亲手毁掉的。恭喜宿主成功击开血刀的秘密，获得神秘属性，是否查看？查看。恭喜宿主获得黑色铁丝1根。卧槽，不是说有特效属性吗？这根铁丝是干啥玩意的？黑色铁丝，你以后遇到任何锁，这根铁丝都能轻易打开。闹了半天，这根铁丝就相当于一把万能钥匙。我一个做律师的，要这根铁丝有什么用？算了，先收起来吧。
林峰打了个电话给妈妈，把张琪和江焕被逮捕的事告诉了她。小峰，今晚陪我去你爸坟前，我想亲自告诉他，就咱们娘俩，等张琪和江焕的判决结果出了，再叫上你几个弟弟一起。好。林峰先回家接了老妈，两个人赶到林爸爸的墓地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隔着大老远，林峰就看到林晨的墓碑旁边坐着个人，呜咽声回荡在空气中。林峰走近几步，才看清楚那人身上的警衔和警徽，是吴方平。在林晨的墓碑前，吴方平失声痛哭，快要退休的男人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着。林妈妈也认出了吴方平，想走过去说点什么，林峰拉住了她。他懂吴方平的心情，吴方平这一辈子铁骨铮铮，胸怀磊落，他抓的都是最穷凶极恶的罪犯。可是这次不一样，林晨的冤案成了压在他心头多年的一座泰山。表面上他是位高权重的省厅领导，实际上愧疚感和负罪感让他一辈子都活在煎熬中，生不如死。他不会觉得林晨是因为他的错才郁郁终生、绝望自杀的。吴方平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宣泄着自己的情绪。他从来不敢想象，心底压抑了整整27年的巨石，在他死前居然被移走了。林峰和林妈妈相视一眼，没再打扰吴方平，转身离开了。在合同上签字，否则我就炸死你，跟你一起同归于尽。签了这份合同，我就成了犯罪团伙的头子。峰哥，你才升了合伙人律师，按所里的规矩是要配一个助理的。我给你挑了2个不错的，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跟他们说一下面试时间。那就周一上午9点吧。峰哥，2个实习生，一个叫林京子，一个叫季然。之前在火车上碰到过的那个座位被抢的女孩，北大的学霸，好像就叫这个名字。哦，巧了，还真是同一个人。你就是军警的合伙人林峰律师。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我是北大学霸，拿过校长奖学金，斯坦福大学的交流生，还有在几家红圈所、3家世界500强企业法务实习的经历。你觉得在求职工作中颜值能加分吗？当然可以。我们律所选择你的理由是什么？我做过很多实习，比起其他面试者，我的人脉能为军警带来最大的价值。等我通知吧。哥，这姑娘挺优秀的，我看要不就她吧。下一个面试者走个过场就算了。我不会选她。为什么？下一个面试者叫季然，是一个普本的法学院毕业的，而且毕业5、6年了，又不是应届生，你确定？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下一个，有过实习经历吗？我在一家基层法院做过员额法官，但是我辞职了，来应聘您的助理。为什么辞职？林律师就是你说过的一句话，看得见的正义不需要维护，看不见的正义才需要维护，令我醍醐灌顶，恍然大悟，突然明白了自己学习法律的意义。所以我希望能追随您的脚步，去维护那些看不见的正义。那要是今天你的面试没有通过，那我岂不是害得你丢了工作？我没想过那么多。你记住，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让你醍醐灌顶，真正让你醍醐灌顶的只能是一段经历。你觉得面试求职颜值能加分吗？不同岗位的面试，颜值对面试结果的影响程度占比不同。招聘模特，可能颜值的影响程度占95%。招聘流水线工人，可能颜值的影响程度只占5%。律师要见客户，肯定也需要颜值。那你觉得你的比例能占多少？这还用问？既然大学4年一直都是校草。我希望占比低一些。我去，这个回答可真是高明。军警律所是国内顶尖的红圈所、大律所，我们选择你的理由是什么？据我了解，军警主做诉讼业务，想要打赢一场官司，不仅要弄清楚事实和法律，因为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更要摸透法官的心思和态度。我本人就做过法官，法官最了解法官。小刘已经被震惊到恍惚了，一直等季然离开面试室，他都没回过神。峰哥，这季然的情商也太高了吧？你是怎么知道他这么厉害的？你以前认识他？不认识，但是28岁就做上法官的有几个？法官大多是从法官助理升上去的，在体制内至少得在法官助理的岗位上待个4、5年，才有机会做法官，而且往往是几10个法官助理争一个法官的岗位名额。峰哥，这么个人才放着法官不做，跑来给你做助理，不会有诈吧？不好说，心思不明的人你也敢用？正好看看他到底想做什么。既然就他了。小刘说了个好，离开了。肚子有点饿了，去楼下吃点东西。军警律所楼下有个卖烤冷面的小摊，老板一面一蛋加根脆骨肠。好嘞，您稍等。林峰等烤冷面的时候，忽然闻到一股血腥味。大概是修过法医学的第2专业，林峰对血腥味格外敏感。不对劲，一定是出事了。林峰拿着烤好的烤冷面，付了钱，循着血腥味走进了一条偏僻的巷子。
他刚走进去，巷子另一端有个男人转头看了林峰一眼，匆匆跑了。林峰跑过去就看到地面上是几只猫的尸体，血淋淋的。猫的四肢都被生生割断，内脏都流了出来，几只猫的眼睛瞪得老大，死不瞑目。该虐猫男子与危害濒危野生动物案有重要联系，请宿主谨慎行为。林峰朝着那个男人跑走的方向追了过去。林峰看着男人进了电梯，电梯停在了7楼。林峰拨打了110，报了警。过了不到10分钟，林峰看到那个虐猫男人走出楼道。一户门上贴着出售，肯定不是，那就是另一户。看着面前紧锁的防盗门，林峰陷入了沉思。防盗门里似乎有野生动物案的重要线索，进去查看更多线索吧。什么？进去查看？这大铁门要怎么开？我又没有钥匙。提示：你有一根黑色铁丝待使用。这怎么用啊？林峰还没弄清楚用法，捏着铁丝拧了2下，门锁咔嗒一声开了。这根能开锁的铁丝果然名不虚传。一进屋，林峰整个人惊得呆在了原地，一动不动。因为近50平米的客厅里没有任何生活气息，反而密密麻麻地摆满了玻璃瓶。玻璃瓶里的液体是福尔马林，一种浸泡尸体、避免尸骸腐烂的化学溶液。那些玻璃瓶上都贴了标签，标签上写着的有北海狮的眼睛、白鳍豚的鱼鳍、小抹香鲸的鱼尾。林峰看到了一个空掉的玻璃瓶，空玻璃瓶上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林峰的脑子。林峰背后忽然有一个黑色的人影笼罩下来，林峰来不及多想，他抓起那个空玻璃瓶，猛地向后抡过去。邢时义，男，29岁，心理变态，患有躁狂抑郁症，喜欢虐杀小动物。咦，这屋子里怎么有一股腐料味？这时，邢时义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打火机。地板下面有几十斤的黑火药。林峰，你想跟我一起死在这里吗？在这份合同上签字，否则我就炸死你，跟你一起同归于尽。是盛宴海鲜餐馆的份额让与合同，邢时义是盛宴海鲜餐馆的老板。在这份合同里，邢时义把餐馆49%的份额转让到林峰名下，并且合同的生效日期写的是半年前。依我看，这不是什么份额转让合同，是犯罪入伙合同吧？签了这份合同，我就成了犯罪团伙的头子。如果你不签，我只要一点着，砰的一声，你就会一起被炸得支离破碎，尸骨无存。蝼蚁尚且偷生，林律师，你是个聪明人，哪怕是成了犯罪分子，生命狼藉，总比当场被炸死在这里好吧？这家伙是在给我洗脑。我狂徒张三的脑就比你们血赚。律师，我数到3，如果你不签这合同，我就……林峰，你找死！这犯罪入伙合同我不会签，更不会放你走。这件事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原来从吴方平和林峰第一次来海鲜餐馆，邢时义就盯上他们了。这2个人，一个是省厅的大领导，一个是令人胆寒的律师。要是能利用林峰搭上吴方平这条线，把吴方平变成他们贩卖野生动物的保护伞，没了警方的威胁，他们今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你不怕死？怕呀！肯定的说，你不会点燃这里的火药，绝对不会。难道林峰会毒其人？你那些装了动物尸骸的标本，整整一屋子，得是你多少年的心血，全炸掉，你会舍得吗？你之前犯的罪，最多就坐几年牢，并不严重。但是如果引爆这里的黑火药，那就不一样了。爆炸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到时候你很有可能要被注射死刑。你想想，冰冷的毒药顺着注射针头，缓缓流淌进你的血管，你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你泡在福尔马林里的这些宝贝珍藏了。贩卖、捕杀濒危野生动物，怎么可能只是坐几年牢？吃20只癞蛤蟆，都得判上3年有期徒刑。你说谎！我买过罗翔老师的刑法学讲义和罗翔讲刑法，那些罪名我研究了10几年，看过了无数遍，这上面的每一款罪名我都能倒背如流了。我的罪至少要判无期死刑，你别想蒙我。头一次忽悠人，居然失败了。原因是罪犯看过罗老师的刑法学讲义，学过刑法。学过刑法，但你知道重大立功可以减轻或免除刑罚吗？怎么重大立功？你做警方的暗线，协助警方抓捕贩卖野生动物给海鲜餐馆的人，你的上线。听到林峰这么一说，邢时义脸色变了又变，似乎在经历着很重大的心理斗争。真的能减刑或者免刑吗？当然是真的。幸好这哥们儿刑法学的不太好，终于给忽悠过去了。就在这时，一阵急促、匆忙的脚步声从门外响起。林峰暗道不好，
邢时义打开窗户，就要从客厅的窗口跳下去。这可是7楼，你要干什么？现在是2点58分，跳楼也要等到3点整再跳。我找人算过的，3点整跳下去，下辈子能当公务员，还是个副科长。两人拉扯之间，徐飞和几个警察已经冲了过来。徐飞看着林峰，脸色不怎么好。我们偷偷盯着邢时义盯了很久了，林峰这么一闹腾，必然会打草惊蛇，这还怎么放长线钓大鱼？我已经说服邢时义做你们警方的暗线，让他里应外合帮你们引大鱼上钩了。哼，林律师，您就别自以为是的给我们添乱了，行不行？以前邢时义家里整晚都是动物凄厉的惨叫，邻居受不了了，报过几次警。徐飞和邢时义打过交道，这可是块硬骨头，孤僻又冷漠，哪怕母都能上树，邢时义这种人也是绝对不可能跟警方配合的。我可以给警方做内应，做暗线。我操，母都真上树！我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猜猜看呢？要是猜对了，我就答应配合。你要争取宽大处理，你是想减刑？徐飞猜了20多种可能，都没猜中。林律师，你倒是帮忙啊！徐警官，你不是说不让我添乱吗？对不起，林律师，是我误会你了，我向你道歉。邢时义，你的条件是不让警方动你这一屋子的珍藏。哦，林律师，您现在方不方便回一趟律所？怎么了？有个客户来了，在您办公室等您。好，我这就回去。林峰回到律所，既然已经在了律所1楼大厅等着他，林峰看到律所前台的几个同事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窃窃私语地说着：“我听说美美青团的前法务总监丁家志要来咱们律所了。”美美青团涉嫌多项犯罪，那么多高管和领导都进监狱了，丁家志为什么没事？就是啊，而且我还听说一个八卦，丁家志来咱们律所，主任问他薪资待遇方面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丁家志只问了一句话。什么话？丁家志问能把他跟林峰分到一个业务团队吗？不知道为什么，凭直觉，丁家志这个人对我有敌意，很危险。林峰上楼回到办公室，看到办公室沙发上坐着的女人，愣住。张美是获得系统的第1天，那个老公出轨要去酒店捉奸的红裙子女人张梅。律师，好久不见。张小姐有事吗？我老公出轨被我曝光后，一直不肯离婚，我要起诉离婚，我就过来找你了。这是我公司开发的楼盘，30一厅，我给你留了一套，只要官司打赢了，我马上让人给你办过户手续。张小姐，你的老公是丁家志。卧槽，倒也不必这么巧吧。张小姐，你还是另请高明吧。你要是觉得律师费少了，我再加1辆车，你去4S店随便挑。我不是这个意思，张小姐，您可能不知道，丁律师已经是军警律所的一员了，我和丁律师就是同事了，我怕您会觉得不方便。没事，很方便。这不妥吧？林律师，这很妥。我是一定要和那个出轨的渣男把婚离了，而且我还要离得漂亮，女儿的抚养权，还有股份、存款、房产、豪车，我都要跟他争上一争。梅，我是爱你的，你不能爱我，都爱到别的女人床上去了，还被扫黄抓嫖的警官给抓了，差点行政拘留。梅，那次的事是我不对，可是我已经和他分手了，你要离婚也得想想我们的女儿点点，她才7岁。丁家志，你连偷拍自己女儿洗澡的事都做得出来，你就是个猪狗不如的畜生！哼！张梅，我又没有对你们母女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我没有害你们的心思啊。没有害人之心，你给我和点点买意外死亡险，受益人还填了自己的名字。丁家志，你拿我当3岁小孩呢？丁家志一个后仰摔倒在了地上，头部磕在茶几坚硬的棱角上，鲜血流了一地。林峰立刻拿出手机，对着倒在血泊里的丁家志拍了几张照。既然有人在我办公室碰瓷，先打110，再打120。张小姐，你去把车从律所的地下停车场开出来，我们送他去医院。张梅一路飙车到的医院，把丁家志送进了手术室，等着警察赶过来。结果成群结队的记者疯狂涌了进来，明显是一早就有人安排好的。张总，您谋杀自己老公，这是真的吗？张总，您老公还在手术室里躺着，您跟身边这位先生是什么关系？林律师，我看过你的普法直播，我认识你，你和张梅是什么关系？对呀，为什么是你和张梅一起送张梅的老公来医院？你们是有地下恋情吗？张总和她老公离婚是为了跟你在一起吗？我是张梅的律师，张梅害得她老公进了手术室，说不定就要进太平间了，你还为她辩护？林律师，为一个歹毒的坏人辩护，这赚到手的律师费可都是黑心钱，不脏吗？林律师，请你解释一下。你们觉得那些杀人犯不该有律师为他们辩护？当然，帮罪犯辩护，那不就是支持犯罪吗？律师帮罪犯辩护是支持罪犯的生命权，而不是支持犯罪。
张梅有没有出手伤人，应该由警方判断；张梅有没有违法犯罪，应该由法院来审判。不知全貌，不予置评。你们还没有资格妄下定论。说的那么高大上，律师还不是当事人花钱雇的一条狗？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才是当事人花钱雇的一条狗。一名真正的律师，从不会盲目维护当事人的所有权益，而是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追求法律正义，追求法治正义。只有法治，才能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向真正的复兴。想不到这么大阵仗，林峰就用了短短几句话，就让这些记者闭上了嘴。那些记者离开后，不知道过了多久，手术室的门开了。医生，怎么样了？有轻度脑震荡，伤口缝了16针，患者失血过多，还在输血，还要等患者醒来再另行检查。幸好没死。可惜，怎么没死在手术室里？张小姐，一会儿警察来录口供的时候，你可别冲动，也别意气用事。放心，林律师，我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然后呢？我说这些我要是都能干，我要你干什么？你们看看他，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不死不活的还闹心。张小姐，丁先生已经醒了，稍后我们给丁先生做完笔录，您得跟我们回一趟警局。您有伤人嫌疑，到目前您的嫌疑还没有洗清。病房里的丁家志听到这话，他得逞的笑了。只要你被带进警局，我找人拍几张照片，写几段带节奏的小作文，发到微博上，就能在舆论上压制住你。想跟我离婚就难了。林峰突然问了警察一句让丁家志大惊失色的话。爱狂徒一片天，谁见张三不是眼？我只需略微出手，观众席上的你会被判3年。这次代理的是一起离婚诉讼案，看我如何打赢这场官司。警察同志，找主刀医生问一问，应该能判断出来，丁家志后脑的伤口是被人推倒摔伤导致头落地，还是他自导自演故意跌倒的吧？警官，我差点就没命了，我怎么可能豁出去我这条命去陷害我的妻子？丁先生，你先好好养伤，伤口是不是有问题？我们会去找你的主刀医生过来问话。丁先生，你现在方不方便让我们录个口供？方便。不过，警察同志，做笔录前，我有几句话想问问林峰律师。你问吧。今天是我入职军警律所第1天，林峰是我的老朋友，我想去他办公室拜访。谁知刚走到林律师办公室门口，就听到我太太的声音，孤男寡女的，我太太还说要送林律师一套房子，还要送车子。林律师，我太太最近一直在跟我闹离婚，她为什么会送房子和车子给你啊？难道是想包养林峰？丁家志，那是你癞蛤蟆日青蛙，长得丑玩的话。你别隐者见言，我是在给林律师付律师费，让他代理我们离婚的案子。是我 out 了，不知道律师费还可以送房子，误会了林律师，抱歉抱歉。有没有可能张梅和丁家志闹离婚，就是因为林峰，而林峰为了财产和张梅合谋，想害死丁家志？丁律师，你到底是律师还是送棍啊？你什么意思？张小姐送我那套房子的时候，我的助理竟然就在旁边，全程在场。如果我和张小姐真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不至于当着助理的面送车送房子吧？还有别人在场，不是你们2个人私下独处？当然不是。林律师，你的助理也真是不显山不露水，都不笑也不说话，不愧是你的心腹。我跟季然才认识不到24个小时。今天上午季然来律所面试我的助理一职，我们俩才第1次见面。警官，我才刚通过军警律所的面试，和林律师也没什么私交。张梅女士来找林律师的时候，我全程在场，2个人清清白白的。你全程在场，那你都听到了什么？我听到张女士说，丁律师出轨后和女人上床，被扫黄警察抓了。张女士说，丁律师偷拍自己女儿洗澡。张女士还说，丁律师给张女士母女俩买了大额的意外伤亡保险，受益人还填了丁律师自己的名字。这些丁律师都承认了。这是什么牛马？林先生，怎么了？怎么了？医生，我的眼睛看不到了，医生，你救救我！你冷静一下。可能是后脑受到严重撞击才导致的暂时性失明。丁先生，你做好准备，以后你的眼睛可能会复明，也可能永远都看不见了。听到这话，丁家志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行了，别装了，他们走了。我脑袋上这伤口，如果林峰找其他医生鉴定，能不能查出来是被人推倒摔伤导致的头部重创，还是我故意摔倒弄伤了自己？能，那这个鉴定就只能由你来做。丁家子，你会帮我的，对吗？我姓赵，不姓丁，我叫赵子，也不叫丁家子。就算我帮你，整个手术室又不只有我一个医生，刑事案件也不可能只找一个医生作证。丁律师，有个事想拜托你一下。林峰，我失明了，我现在是个瞎子。
丁律师，我来找你是想取一下张梅和你的结婚证，你别藏了。林峰，我读博士的时候学的就是婚姻家事法，这官司你赢不了，也麻烦你帮我转告张梅，这婚她离不了，就算真的离了，我也有把握让她净身出户，身败名裂。丁律师，这官司我输不了，哪怕是必输，我也一定跟你死磕到底。林律师，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婚姻家事法并不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怎么办？系统检索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和民事诉讼法相关的规定、解释和细则。解锁成功。张小姐，离婚案一审法官很少有直接判决离婚的，大多都是调解，除非什么？除非感情破裂。跟他分居半年了，这还不算感情破裂。时间不早了，我女儿快放学了，我得去学校接她。梅姐，你跟丁家志离婚的案子，因为涉及到点点的抚养权，所以我还有几个问题想当面问一问点点。那我们一起去接点点，接完孩子我请你吃晚饭，咱们边吃边聊。触发任务，帮助张梅打赢官司，在一审阶段和丁家志顺利离婚。任务奖励：微表情学技能树、心理学技能树、谈判学技能树。恭喜宿主获得心理学技能树，是否使用？使用。点点，妈妈，保姆阿姨给你送的午餐都有什么好吃的？有鱼、肉肉、青菜，还有米饭。双颊泛红，眨眼频率增加，手脚不自然，是心理学上说谎的表现。点点，说谎了。在学校学习的怎么样？老师有没有打你？没有打。点点又说谎了。这是我女儿，点点叫林叔叔。林叔叔好。梅姐，点点刚才好像说谎了。林峰，我女儿一直都很乖，她从来不说谎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她在学校受欺负。这可是整个西海师资团队最强的小学，所有的老师都是博士毕业的，受欺负那是不可能的。点点，林叔叔问你2个问题，好不好？保姆阿姨给你送的午餐便当，便当盒里的鱼是黄唇鱼还是长江刀鱼？保姆阿姨说的是黄唇鱼。黄唇鱼2万块1斤，长江刀鱼8000块1斤。我们家没买过这么贵的鱼。学校的老师打你疼吗？疼。你刚刚不是说老师没有打过你吗？有老师打你了，哪个老师打的？他打你哪儿了？是周老师，他用指甲掐我胳膊了。妈妈，我疼。哪个周老师？你老实告诉妈妈。是昨天新来的周玉茹老师，他教我们语文。保姆阿姨给我送的便当盒也是被周老师拿走给吃了。丁家志出轨的那个女人，那个小三，可不就是叫周玉茹吗？林峰，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点点，我去就来。有事吗？张梅，你发的哪门子疯？自己管不住自己老公，就拿别人撒气。这一巴掌是为你抢了点点的午饭打你，这一巴掌是为你把点点的胳膊掐伤了而打你。你有证据吗？怎么回事？他打了我2耳光，把我的鼻子都打出血了，把他送去派出所。你去把门反锁了。放手，放开我，滚，别碰我。张梅，上次你害得我和佳志被抓、被拍，声名狼藉，还记得吗？你们去也给他拍点激情照片。周玉茹，你敢？你们这是犯罪！动手，别犹豫了，他可是企业的大老板，封口费不会少的。富贵险中求，是男人就别怂，动手。林叔叔，我觉得我就是个祸害。妈妈说，要不是为了我，她早就跟爸爸离婚了。点点来，教给你一个完美放松的方法：第一，洗一个热水澡；第二，泡一杯热牛奶。喝牛奶的时候要吃钙片才能长高，这是周玉茹老师买给我的，还让我每天吃2片，说对身体有好处。钙片拿过来，我看看。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钙片，而是安眠药。谁报的警？我报的警。林律师，你怎么又报警了？林峰，你每天报警比我们打卡还准时。林律师，刚刚你在电话里说有人虐待小孩，嫌疑人在哪里？你有证据吗？好，你谁啊你？无凭无据的，别血口喷人。林峰把丁点从自己身后拉出来，点点白胖的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遍布指甲痕，这就是证据。那我随便去火葬场找个死人，说是你杀的，你也认罪。周玉茹的指甲缝里还有没清洗干净的皮屑和血渍。警官，派出所的法医部门鉴定一下周玉茹指甲里这些血渍和皮屑的 DNA 和丁点的 DNA 匹不匹配，应该不难吧？警官，是丁点这孩子不写作业，又打扰其他孩子听讲，调皮捣蛋，我气急了才。我也是为他好啊。为他好？你抢他的午饭，害得他一整个下午都饿肚子，是为他好？你把他胳膊掐到出血、淤青，还警告他不许告诉别人，是为他好？你给他买安眠药，还骗他说是钙片，让他每天吃2、3片，是为他好？你随随便便拿出一瓶药，凭什么说是我买的？证据呢？药瓶上有没有你的指纹？做个鉴定，半个小时的事。
警官，安眠药是处方药，普通的药店是买不到的。去查一查周玉茹和他亲友买药的记录，一查便知。这该死的林峰把我的计划都给破坏了。警官，强奸罪要判多少年？起刑3年以上10年以下。这里没有监控，只有张梅的陈述和林峰这个目击证人的证言，也说明不了什么。别紧张，今天出来的匆忙，我身上确实没带录音录像设备。但是下一秒，林峰拿出了手机，手机屏幕上是他和张梅的通话界面。很不巧，我这个手机前几天中病毒了，只要是在打电话，就会自动录音在手机里备份，这可不能怪我呀。林峰，今天的事真的谢谢你。丁家志的那个主刀医生赵子，你们是不是认识？是我们认识。你们是什么关系？丁家志介绍给我的催乳师。时隔7年，要不是他右手拇指上那颗痣，我都差点要认不出他了。我需要赵子的联系方式，你发给我。梅姐，周玉茹被抓的事，丁家志可能会报复你，你和点点多加小心。你先带点点回去休息，剩下的交给我吧。林峰，你看新闻了吗？丁家志发什么了？你点开他微博，自己看吧。林峰点开微博，热搜第1条就是丁家志发的一条长微博，配图是张梅躺在床上，一双明显是男人的手附在她的3/6地上，从各个角度抓拍，把张梅的脸拍得一清二楚。要不是张梅说过那个右手拇指有颗痣的男人是个催乳师，连我都要信了。你公司那边现在什么状况？不好，丁家志把事情闹得太大，明早开盘，我们 Orange 公司股价必然暴跌。林峰，这里头水深，你别参与了，这事儿完蛋了。明天上午，你以 Orange 公司的名义开一场记者发布会，其他的交给我。完蛋了？当然不会，手里的证据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反击才刚刚开始。林律师，关于张梅然女士出轨的事，你有什么要说的？林律师，张梅出轨在先，还跟丁家志提了离婚，让他净身出户。您为什么要代理这种官司？是收了很多钱吗？Orange 公司要让张梅停职反省的消息属实吗？林律师，麻烦你回答一下。昨天我当事人没有在微博上回复丁律师的微博小作文，不是心虚，而是我们觉得打官司讲的是证据。证据，我助理既然给大家对比。抱歉啊，丁律师，反正你瞎了，拿着这份证据也看不见，就不给你了。丁家志的脸都黑了，他墨镜之下的眼睛不经意地瞥了眼那份资料上的字，身子突然僵住。那份资料是他和周玉茹涉嫌嫖娼，被扫黄警察抓到派出所做的笔录，纸上写的清清楚楚，丁家志和周玉茹是情人关系，已经同居很久了。纸上有丁家志的签名章，而且还盖了派出所公章的证据。这个孩子是我当事人张梅和丁家志的亲生女儿，用指甲把她掐得遍体鳞伤的人，就是丁家志找的小三周玉。这是周玉茹昨晚在警局录的口供。林峰放了第2张图，屏幕上的图是周玉茹的口供，在图上圈出了口供里周玉茹说的3句话：是他掐伤了丁点的胳膊，是他把丁点的钙片换成了安眠药，想害死丁点。上述2点都是丁家志指使的，安眠药也是丁家志买的。五毒尚且不似子啊，这还是人吗？我们离婚吧，我净身出户，以后点点长大了，别告诉他有一个像我这样的父亲。林峰，我什么时候指使周玉茹要害死我自己的孩子了？你别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说是你指使周玉茹的了？屏幕上那么大的字，你还用红框圈出来了？林峰，你他妈当我瞎呀？原来丁律师没瞎，眼睛还能看得见啊！原来丁家志是在装瞎呀！何止是在装瞎，我现在都怀疑是他自己故意摔的。丁家志这演技可比那些小鲜肉强太多了。林峰，话题扯远了。今天大家来这里的目的是张梅出轨的事，而不是我眼睛瞎没瞎的问题。林峰 ，Orange 公司法务部一共有100多名律师和法律顾问。张梅要跟我离婚，为什么放着 Orange 这100多人不用，偏偏要请你当他的代理律师？林峰，你和张梅是什么时候好上的？丁律师，你这人怎么这么可爱啊？你这喜欢在头顶上顶青青草原的癖好，真是可爱啊！至于张梅为什么不用 Orange 法务部的律师，是因为整个 Orange 的法务部有一小半律师，多少都和你丁家志有着裙带关系，这一小半人才是 Orange 法务部的精英，但是都已被你丁家志纳入麾下。倒也难怪张梅要找林峰，要是真找了 Orange 的律师，想赢丁家志，那不是天方夜谭吗？你刚刚说我当事人张梅女士出轨，和别的男人牵扯不清。林峰找出丁家志微博上张梅被一双男人的手摸来摸去的照片，放到大屏幕上。你们看图片，这里有个日历，日历上的日期是7年前3月25号。3月25号，你女儿刚出生不到3天。张梅女士是剖腹产，肚子上的疤还在流血。有哪个母亲会在自己孩子出生不到3天的时候和别的男人牵扯不清吗？可能吗？就算你怀疑他，有哪个丈夫会把自己妻子的这种照片放到微博上？你还买热搜，买水军，你让他以后怎么做人？也不妨告诉大家，照片上对张梅女士动手动脚的人不是什么出轨对象，而是催乳师。谢怀来了吗？来了，
谢先生说他已经到大厅外了，我这就去接他进来。行。林律师，你说这个人是催乳师，他有催乳师证吗？有母婴服务合同吗？说话的人是林青瓷。林青瓷面试林峰律师助理的职位失败后，他在当天就去找了丁家志，成了丁家志的助理。林律师，好像确实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人是个催乳师。谁说的？赵医生，你怎么来了？林律师。林峰递了个话筒给他，做了个请的手势。赵子用右手握住话筒。你们看他右手上的那颗痣，他那双手就是照片上男人的那双手，是他。和赵子一起来的还有张梅。张梅的出现让记者和媒体掀起新一波的高潮。林峰是我的代理律师，你们有什么问题问他就好。林律师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能代表我的意思，我全权承担。都看清楚了，这本证件是催乳师证，姓名赵子，证书等级高级催乳师证。站在我身旁的这一位是一位高级催乳师，叫赵子。据我所知，赵先生是丁家志的铁哥们。7年前，丁家志找到了赵先生，跟他签订了母婴服务合同。丁家志让催乳师和几个保姆、月嫂一起照顾好他的妻子张梅。我是丁家志先生手术缝合的主刀医生。关于丁家志先生后脑缝了16针的那道窗口，鉴定报告和脑 CT 的片子已经拍出来了。鉴定结果就是……话还没说完，会议厅里补光的长壁大灯，近2米高的铁架子突然倾塌，直直的倒了下来。好巧不巧的，铁架子精准的砸向张梅。梅姐，快躲开！张梅，小心！丁家志猛地扑过，抱住张梅，把张梅护在他的怀里，就地一滚。梅，你怎么样？你有没有受伤？疼不疼？地上有血，是丁家志脑袋上的刀口流的血，伤口崩裂了。张梅有这么个深情的老公，还要离婚？是啊，丁家志为了救她，连命都不要了。这种好老公，打着灯笼都找不到。我看张总啊，他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只要能用苦肉计堵住林峰和各大媒体的嘴，让张梅回心转意，这出苦肉计的戏就值得。丁律师，你跟那位小三小姐周玉茹私下联系的某种小众款情侣 app， 头像都换成小三小姐的裸照了，你可真是个好丈夫。林峰，说话是要讲证据的，为了自证清白，梅，我希望你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查一查我的手机里到底是不是有其他暧昧对象的消息。林律师，你来吧。林律师，我让你们当众查我的手机是为了自证清白，可是如果我手机里的内容真的没有任何问题，你要怎么办？你想让我怎么办？我要你在记者媒体朋友面前跪下来跟我道歉。行。谢怀拿过丁家志的手机，连接幻灯片大屏幕。谢怀是学 IT 的，对于查手机信息这种事情是手到擒来。谢怀将文件挨个查了一遍，查完后，谢怀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查了，完全没有问题。林律师，请吧。查查有没有隐藏相册，用编程和特殊代码隐藏起来的那种。谢怀眼前一亮。丁家志的手机上很快出现了几个半透明的隐藏相册，相册的名字是点点洗澡的照片，点点换衣服的照片，点点不穿衣服真好看。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这种事你都做得出来。丁家志，你这种人进去踩缝纫机都不配，就该送去吃子弹的王八蛋。做记者的大多有一腔热血，挥起拳头恨不得把丁家志给打死在这里。够了，哼！我知道你恨我，不过我根本不怕你恨我。知道我为什么不怕你恨我吗？因为你是个伪君子，因为你是个懦夫，因为你不是个真男人。你只想着从自己妻子手里抢股权、抢公司权利、抢房产，你从来没尽过身为丈夫的义务。丁家志，你不配做一个丈夫，你不配做一个父亲，你不配做一个律师，你更不配做一个男人。不可能，我没有。报警，把他交给警察。老林，就这么放过他？要是不报警，今天在这里把丁家志打死了，那就是故意杀人罪，我们都是共犯。梅，我们离婚吧，我净身出户，以后点点长大了，别告诉他还有一个小林峰，律师是不能私收律师费的，所以给你的律师费，我只能让秘书打款到军警律所。不过呀，这套房子和这辆车是我私人送给你的礼物，你一定要收下。要不是有林峰，他一个人对上老谋深算的丁家志，真打官司离婚闹到法庭上，他未必能占什么便宜，甚至于他打拼了整整10年赚回来的家产，都要成了丁家志的囊中之物。能交下林峰这么个朋友，这100多万块的礼物送的值。谢谢梅姐。您愿意相信我，我或许可以试试帮您留住刑法班的学生。林先生，你好像不是学刑法的吧？林先生，你好，我是吴方平的太太伯南。市面上有一家司法考试教育辅导机构，叫指北针法考，伯南就是指北针法考的创始人，法学教授。劳教授您好，方便进屋聊几句吗？
老吴去世了。其实那个危险的任务，老吴原本可以不用去的，但是他说自己已经胃癌晚期，多活一天少活一天没什么区别，所以老吴去了抓捕现场。在抓捕现场，犯罪分子身上绑了炸药冲过来，想和在场几十名刑警同归于尽的时候，是老吴抱着那个犯罪分子跳了江。老吴出任务的前一天晚上，有几句话让我带给你。什么话？老吴说：小林，当年那场案子是我受人蒙蔽，错怪了你爸，才害得他锒铛入狱，终身蒙冤。现在啊，你爸的冤情终于沉冤昭雪了，我再也没有理由拖着这条贱命苟活于世了。小林，我想去地下见你爸爸，也跟他说一声老伙计，对不起，当年是我冤了你。我在你爸的墓地旁边给自己买了块墓地，我想把自己的骨灰埋葬在你的旁边。宝教授，出事了！指北针法考机构刑法班上300多个同学闹着要退课，让我们返还每个人8万块钱的学费，每个人8万块，那就是2000多万。杨伟，你是刑法班面授课的主讲老师，也是刑法学的博士，他们报名时签的合同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课程开始后概不退款吗？可是宝教授，合同上还写着，如果连续2年未通过司法考试，全额退款。我自认为讲课还是很有一套的，可那些学员听不懂，还带着明显的厌学情绪，打游戏、抄作业、玩手机，捉弄老师，样样精通，就是不学习。宝教授，抱歉，辜负您对我的信任了，要不您还是另请高明吧。宝教授，怎么办啊？那些要退课的学员已经回宿舍收拾行李了，说明天就要离开指北针。知道了，我会处理的。抱歉啊，林先生，我还有事，先走了。抱歉，刚刚我在旁边也听到了指北针发生的一些麻烦。如果您愿意相信我，我或许可以试试帮您留住刑法班的学生。林先生，你好像不是学刑法的吧？我是民商法学专业的硕士。你这份心意我领了。杨伟是刑法学的博士，京大法学院的院长，连杨伟都搞不定的学生，换林峰来，恐怕也无济于事。我确实不是学刑法的，但是民法、刑法也有相通之处。吴叔叔生前帮过我太多，我只是想报答他的恩情。你明天上午8点过来一趟，我找40个学员过来，你给他们讲1节课，试试看吧。如果能留住那些学生，明天1天的工资，我按杨老师课时费的3倍付给你。刑法班原来的老师杨伟一听说有新老师来顶替他，非得要见见林峰。愣头青啊，这种时候跑来指北针，只怕出风头出不成，反而倒是会害了自己。飞狐侠，是新来的林老师吧？你好，我叫杨伟。你好，林老师，这儿的学员都是一些20、30岁的成年人，法律人士，有不少还是在法院、检察院工作打杂的。他们要闹事退课，连指北针的律师团都没辙。我建议你啊，别趟这趟浑水了，小心把自己搭进去。杨老师，谢谢您的提点，您跟我说说刑法班的情况呗。好吧，这个班是个差生班，这个班的学员大多是不想过法考，被家里长辈强行送过来的。课上玩王者荣耀，课下吃鸡，跟我玩心眼藏手机，就是不学习啊。刑法班就是走廊拐角的那个。林峰推开门走了进去，里面整整齐齐的40个学员都捧着本法考书，端端正正的在看书。看到林峰进来，他们还齐刷刷的喊了句：“林老师好！”特乖，特听话，看不出半点破绽来。开启法律专业教学副本，触发任务，在刑法班里找出20个玩手机的学员。整个课室里才40个学员，在下面玩手机的就有20个。把窗帘拉上。课室的窗帘一挡上，整个课室的光线瞬间暗了下来，有不少学员的脸被一簇光照得很亮。脸上有光亮的学员，把手机交上来。几个学员愁眉苦脸的拿着手机走上前。已找到玩手机的学员6个，才6个，肯定不止这么少。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讲授。听杨伟老师说，你们昨天讲到的是刑法分则，刑修11新增的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好，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Hi Siri， 我在。刚刚手机响了的学员把手机交上来。大家别紧张嘛，放松。哦对了，你们有班群吗？拉我一下。大家加我个好友吧，留个备注。听说你们喜欢上课玩王者荣耀，这是胡说八道。林老师，是谁在诬陷我们？我们都不知道王者荣耀是什么，没玩过，从来没玩过。林峰也不戳穿他们，挺淡定的打开王者荣耀，然后伸手点开附近的人。林峰晃了晃手机，指着自己手机屏幕上显示在线的人，里面好几个 ID 都是刚刚加他好友的刑法班学员。来，王者荣耀在线的人，把手机交上来吧。卧槽，这林峰特么的是魔鬼吧？他是怎么想出这么多阴招的？太缺德了吧！
已找到玩手机的学员20个。林峰，我需要你帮我铲除这颗毒瘤，解决了它，你马上就会是指北针的刑法主讲。系统对学生使用专注技能。学生专注技能已开启，但专注时间是有限的。大家安静，给你们5分钟时间，看一下课本的第325到330页。坐在第1排的张大炮随手翻开课本，才翻了2页，他愣住了。他居然觉得平时晦涩难懂、枯燥的让他看一眼就想睡觉的知识点还挺有意思的。他认真的看了起来，不时的还用笔勾勾画画，在空白处写下自己的疑问。今天是怎么了？张大炮从来没碰过自己的发考书，课本上一个字都没写过，连个指纹都没有。今天是发烧了，还是脑子进水了？1节课上完，林峰抱着1纸箱的手机走了出来，杨伟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屁颠屁颠的跟在林峰身后。峰哥，您渴不渴？您喝水。峰哥，这有生津润肺的梅子干，您尝尝。第3节课要在刑法班做个小测验，出卷子测试一下。测验啊，那是最没用的事。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无论你出多难的题目，他们所有人集体都能拿满分。什么？我很肯定他们作弊了。但是我和几个主讲老师明里暗里查了很多次，连监控都翻过来覆过去的看了几10遍，根本查不出原因。杨老师上次考试的监控录像能不能调出来给我看一下？打开视频，林峰就看到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胖学员，旁边放了个箱子，箱子里装满了香蕉、苹果和车厘子等水果，还有水饺。因为是成人考试的辅导班，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好过度干涉学员的饮食。能把这个学员的答题卡拿给我看看吗？好，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他们的作弊手法我看懂了。你开玩笑的吧？你仔细看，这个胖学员涂卡的时候，是不是每涂一道选择题就吃一口东西？那又怎么样？选择题有4个选项 A、B、C、D。那个胖学员涂答题卡的时候，遇到选 A 的题，他就吃一口苹果，因为苹果的英语是 apple， 首字母是 A。遇到选 B 的题，他就吃一口香蕉，因为香蕉的英语是 banana， 首字母是 B。杨老师，这些学员是在用食物的英文首字母作弊，传递答案。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杨伟仔仔细细地盯着监控视频，发现胖学员在整场考试里的言行举止和林峰说的分毫不差。林峰发现胖学员头顶有一个血红色的感叹号，姓名崔哲，年龄27岁，爱好报复指北针法考机构所有人，搞垮指北针，知识掌握度100%满级，学习专注度非常好100%满级，满级大佬。林峰，你在听我说话吗？一会儿测验，你监考的时候一定要盯住崔哲，这人路子邪性，花样百出的。上次我监考，崔哲竟然在我的水杯里加了东西，监考2小时，害我去了30多次厕所。于总，这位就是林峰吧？林峰，我给你介绍，这是我们指北针的副总于明朗。杨伟办好离职手续走后，教师休息室里就只剩下了于明朗和林峰。林律师，这是指北针的刑法主讲聘用合同，来我们指北针工作，考虑下。林律师，于总给你的月薪可是杨伟老师的整整3倍，业内少有。法考教育只需要在每年固定的几个月录课讲课，其他时间你可以继续在律所工作、打官司、接案子，这都不冲突。于总，您还有什么条件，不妨直说。崔哲，林峰，我需要你帮我铲除这颗毒瘤，解决了它，你马上就会是指北针的刑法主讲。崔哲和指北针有矛盾？岂止是有矛盾，崔哲的女朋友苏依依是搞销售的，卖指北针的盗版书赚了20多万，前几年被我们的律师团发现后报了警，苏依依才进了监狱。结果崔哲就觉得是我们害了他女朋友，天天跑到我们法考机构闹事。于总，我在刑法班还有1节课，我下课之后再跟您详谈。好。林老师，怎么了？椅子上被崔哲涂了个名。谢谢你。你是唯一一个不嫌弃俺脑子笨，也不嫌弃俺家里养猪出身的老师，是俺谢谢你。俺来报名法考班，花了家里不少积蓄，还杀了好几只猪呢。你有时间来军警律所找我，军警可以给你安排个实习生或者助理的岗位，还有这本法考笔记也送给你。谢谢林老师。林老师，改天来俺们家吃杀猪菜吧。你们家不是杀了好几只猪了吗？还给我做杀猪菜？对呀，但是俺们家一共有几万只猪啊，后山整个山头都是俺们家的，还有几千只羊牛也不少。小丑竟是我自己。林老师你好啊。林老师，您千万别跟他握手，上次他在健身房举铁，曾经单手举起过80公斤的哑铃。要是怕了就别多管闲事。林老师，我跟指北针的恩怨纠纷，谁要是敢插手，我就把他一起送进监狱。林老师连握手都不敢，估计也不敢干预我。你好，崔哲，你快放开林老师。
好疼！记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今天的事，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崔哲一声没吭，他转身出去，搬了一箱香蕉、苹果、车厘子和几盒水饺进来。看样子是打算重操旧业，继续作弊了。10分钟后开始测验。张大炮低头看着林峰给他的笔记，笔记里一个一个的知识点不断往脑子里钻。看完一页，张大炮闭上眼睛，脑子里居然清晰的出现了刚才背过的几个知识点，分毫不差。今天的测验不考选择题，可是法考客观题考试2张卷子，每张卷100道题都是选择题，凭什么？你司法考试只考客观题考试，不考主观题考试吗？第一题，李四总喜欢偷外卖，张三每次点螺蛳粉都被偷，半年内被偷了3次。张三很生气，亲自去螺蛳粉店里打包了一份螺蛳粉，在里面放了80包泻药，故意放在外面。李四偷走螺蛳粉后吃光了，拉肚子拉成了情伤。请问李四的行为构成什么？张三的行为构成什么？这题我们不会啊。这题真他娘的简单。触发新任务：1. 查清崔哲与指北针的恩怨；2. 查清崔哲女朋友苏依依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案子。任务奖励：一当事人谈判值加500，当事人心理技能加500，证据收集技能加1000。3. 律师师徒关系解锁。提示：师徒关系解锁后，收徒可增加您的名师点和名望值。第二题，张三在野外迷路了，饿了3天3夜，快死了。为了活命，他每天吃一只大熊猫，还要吃一只金丝猴。得救后，他还抓了80只壁虎。请问张三吃熊猫和金丝猴的行为构成什么？抓壁虎的行为构成什么？林峰一口气出了10几道题。林老师，我要去洗手间。你真把我害得落魄至此，我为什么不能报复他们？说到底，你也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替指北针做事的一条狗。张三每天吃一只熊猫和一只金丝猴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不构成犯罪。传答案呢？说说同伙是谁？大家来3楼男厕所拿答案。这就是你想要的，崔哲，你今年27岁了，不是17岁，也不是7岁，一个法律精英，整天混在指北针的课堂上不学无术，领着其他人作弊，组织其他学员闹退课，这就是你的小聪明。是指北针要把我和我女朋友逼上死路。林峰，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若经我苦，未必有我善。指北针把我害得落魄至此，我为什么不能报复他们？说到底，你也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替指北针做事的一条狗，装什么清高正直、假惺惺的。我不需要装，更不是假惺惺。如果我是你，想要报仇，那至少我不会像你一样，在指北针的课堂上浪费了整整5年的时光，连点水花都翻不起来。报仇我没看到，我只看到了一个27岁还在啃老，1毛钱收入都赚不到的废物。林老师，我把所有的事情真相都告诉你，求求你帮帮我。完成隐藏任务，成功劝服崔哲说出当年的真相。隐藏任务有奖励吗？任务奖励：模仿卡，使用后宿主可以模仿任何人的一项法律专业技能。提示：只能使用1次。这尼玛简直就是神器。说说你和指北针之间的恩怨吧。9年前，我和苏依在一起的，她学金融，我学法律的。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是指北针的副总于明朗。于明朗问我愿不愿意做指北针在北方高校的代理，帮忙卖教材，销量越高，提成越高。我不擅长做这些，就把依依的联系方式给了他，想着这也是条赚钱的路子。依依口才好，短短1年的时间，卖书卖了整整30万块，赚了几万块的提成。这是好事。好事。我们去找于明朗要提成的时候，于明朗突然就翻脸了。他说你们卖的书全部都是盗版书，对吧？是的。这个王八蛋还说让我们帮他拉更多的在校生入伙卖盗版，否则他就要起诉我跟依依卖盗版非法获利，要把我们送进监狱。我那个时候在忙保研，在做学术项目，根本没搭理于明朗。后来依依就坐牢了，我宁愿坐牢的是我自己，而不是依依。别哭了，这案子我接了。林律师，你的律师费我付不起。不用你付，我会让于明朗把吃进去的黑心钱一分不少的吐出来。我先回刑法班看看，没了你帮他们传答案作弊，他们的测试卷能达成什么德行？林峰，你真是敬酒不吃罚酒，我给你开了3倍的工资，把你尊为座上宾，你不领情也就算了，反而还想帮崔哲翻当年的案子，我看你是茅斯里面打电筒，找死！去给我挖一个知名度高的刑法学家来咱们指北针主讲刑法。那林老师怎么办？我就是要让他夹着尾巴滚出指北针。我记得有个开直播间讲刑法的网红叫贺芝芝，流量比林峰大很多。可是于总，那个贺芝芝法考考了7年才过啊，他是颜值主播呀。你现在就去找他谈，就他了。
吃瓜了，兄弟们！指北针新来了个刑法主讲，要取代林老师。一人血书，求指北针换个不会收我们手机的老师。林老师没收你们手机是为了谁好？以前刑法班的老师哪个不是讲了课就拿钱走人？谁真心实意的管过你们？你们还有没有良心？是啊，林老师昨天给了俺一本法考笔记，是他一个字一个字亲手抄的，俺觉得比指北针金牌讲师写的讲义还好呢。行了，张大炮，以前崔哲传答你抄都抄不到及格线，还笔记。昨天那测验没了崔哲帮忙作弊，你要是能有60分，我把眼珠子抠下来给你油炸着吃。我发一下昨天测验的答题纸，崔哲95分，居然不是100分。林老师，您歇着，我来吧。徐一科72分，张大炮61分。这怎么可能啊？就他那个记忆力61分。那道我没做出来的附加题，张大炮写出来答案了，还是5分。这道题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俺也没想到能做对。林老师的笔记很透彻，俺都看懂了。学法律和做学问一样，要敢想、敢做、敢当。大道至简，万法归宗，万变也不离其宗。一个真正的学者可以用最简单的原理解决最高深、最复杂的问题。林老师，我想借一下您给张大炮的那本笔记，复印1本回去慢慢看，可以吗？新老师来了，贺芝芝老师，您请进。打扮成这样跑课堂，是把教室当奥斯卡颁奖现场了。要不是于明朗给我开了天价的课时费，还说找人帮我出书，不然我才懒得过来。这电脑系统怎么还没升级 Win 11？我去年就已经淘汰掉这个版本，升级 Win 11操作系统了，真是土包子。贺老师，这是葡萄电脑，用的是葡萄 Mac 系统，不用 Windows 的。说别人是土包子的人，连葡萄 Mac 系统都不认识，到底谁是土包子？贺芝芝是想笑死我，然后继承我2块5毛钱的遗产和我的作业吗？林老师，这是我和指北针机构签的授课合同，以后我就是指北针唯一的刑法科目主讲老师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自己点开指北针的官方微博，仔仔细细的看清楚吧。兄弟们别吵了，林峰老师赞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视频。芝芝，你作为一个颜值主播，却精通刑法知识，你这称得上是网红圈的罗翔老师了。罗翔是谁啊？贺芝芝连罗翔都不知道，还敢说自己学过刑法？贺芝芝，你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不是让你想办法把那段采访视频删了吗？怎么现在微博上还能看到？你是不是得罪人了？那段已经删掉的视频被人用技术手段恢复了，现在根本删不掉。我得罪人，我能得罪谁？难道是林峰做的？师姐，查查他们的死因。我不接受师姐，我老婆已经死了，我要让她留一个全尸。老婆，你不在我身边，我好想你。我怎么听见有女人的声音？老婆，你冤枉我了，我给你看，我房间除了我，真的没有其他人了。老公，可能是太爱你了，才会这么紧张。老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又要当爸爸了。今天去医院做的检查，医生告诉我，我们的第4个孩子已经有7周了。哇，老婆你太棒了，我好想立刻回到你身边。你在广州出差就几天，事情办完你马上回来啊。老婆，孩子们都睡了吗？他们都睡了，但是彤彤睡着了，出了好多汗。老婆，你辛苦一天了，早点睡啊。等老公回来了，一定好好爱你，犒劳你这个功臣。好的，我等你回来。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不用这么偷偷摸摸了？快了，宝贝，等过了今晚，我老婆的公司股权，她所有的一切都将是我的。你个洗剪吹真是厉害，但我就喜欢你这一款。我去哪去铁匠231单元加8.2，我们家里把火了，赶紧过来，赶紧！什么东西烧起来？不知道什么东西烧起来了，赶紧！我们在房间里都是血，这火炸起来了，快点快点！好的好的，你先房间里出来啊，马上过来了，马上。我出不来，你快点快！老公，快接电话啊！老公，孩子们到妈妈这里来。老公，你快来救救我！救救我们的孩子！老公。这是一场纵火案，案发现场在18楼，死者有4个人，一位母亲和她的3个孩子。保姆声称是他放的火，放火后再去救火，来骗取雇主的感谢费。案发的时候，孩子的父亲在哪里？有不在场证明吗？有，孩子的父亲在广州出差，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我们去楼上案发现场看看吧。你们是暴力破拆的。我们来救火的时候，门被反锁住了。
尸体有2女2男，是一位母亲和她的1个女儿和2个儿子都在女孩的房间里。好了，林峰、宝教授，我们进去勘探现场吧。床上的床单和被褥都是湿的，看来这位母亲还是进行了自救。死者不是被烧死的，也不是被烟熏死的。被困在火场里烧死或熏死的人，应该是身体紧紧的蜷缩着。死者朱小珍身为一位母亲，她应该会紧紧地抱着自己的3个孩子，护住孩子，而不是母亲和儿子女儿一起平躺在床上，姿势不对。把放火的人叫过来，让警察同志给做个笔录吧。警官，我就是想放个火，真没想杀人啊！我欠了一笔500万的赌债，我就是想放个火，再冲进火场救人，从雇主手里骗点感谢费。你是几点放的火？凌晨4点多，我找了点废报纸，用打火机给点着了，然后扔到了沙发上，想等火烧起来再冲进去救人。5点10分左右，火势大了，我发现我已经救不出来人了，这才跑出去打119的。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想害死雇主一家人啊！你说火是你放的？是啊，你撒谎！这是消防队长给我们的火警现场的照片，这种火势和烟雾和化工厂的烟雾是一致的，只有含有大量的化学助燃剂才能产生这样的烟雾。你说这火是你放的，那我问你，你从哪里找来的化学助燃剂？什么化学助燃剂？没有啊！你说你没想过要置你雇主一家人于死地？对，我要是有半点想害死人的心思，就让我不得好死。那为什么门会被人反锁住，刻意不让他们4人从火场逃生？门是谁反锁住的？一个被困在火场里逃不出去的人，手机是他和外界联系的唯一工具，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随身带着。奇怪的是，他的房间没有着火，而手机却被烧坏了，这你又怎么解释？真的没想置人于死地？没有。这是你的通话记录，5点7分你打了119，5点12分你打120，5点30分你才打给了小区物业。你在电话里跟物业到底说了什么？我刚刚去联系了这个物业人员，很不巧，他辞职了，在着火后的前一天晚上就办好了离职手续，今天上午就已经离开了。你刚刚说你只是想放个火再救人，没想杀人。老婆，你怎么就带着孩子走了？老婆，对不起，我不该出差，我不该去外地，我不该离开你。你一个人会害怕吗？你等等我，我忙完了这一生，我就下来陪你。是你放的火，先生，是我，对不起你。你去死吧！你冷静点。我怎么冷静？主卧里面死的是我老婆和3个孩子，又不是你们的老婆孩子，你们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的亲人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今天非要弄死莫焕金这个杀人凶手。小林、小许，你们俩怎么看？元芳，你怎么看？大人，此事必有蹊跷。林律师在死者家属面前开玩笑，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我虽然不是什么维护法律正义的律师，但至少我还有人性和同情心。希望你的同情心没有用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上。你什么意思？你说我杀了我自己的老婆和3个孩子，连这种话都能说出口，你还是人吗？你刚刚是在这里站着哭的，站在这里也看不到主卧发生的一切，但是你却指着主卧的位置，脱口而出就说你的妻子和3个孩子都死在主卧，你为什么那么肯定？还是说整个局就是你设计好的，所以你一早就知道？空口无凭的，你可不要张口乱喷。做个尸检，查查他们的死因。我不接受尸检，我老婆已经死了，我要让她留一个全尸。可是这个案子还有一点，不做尸检，连你老婆的死因都不知道，那才是死不瞑目。那我也不接受尸检，下葬的尸体不完整，灵魂是要下地狱的。我不要我的老婆和孩子下地狱，我要让他们上天堂。你跟他说吧，我懒得废话了。节哀，你不用劝我了。林先生，你可以不做尸检，死者的死因判断不出来，放火的保姆莫焕金就只能以放火罪的罪名起诉，而不是故意杀人罪。这2个罪名对最后判多少年影响很大，你自己考虑清楚。配合警方调查，早日让这个凶手血债血偿。小心！好，我同意尸检。上午你问我为什么一进屋还没看到尸体就知道尸体在主卧，那是因为我老婆遇害前发给我的最后一条短信，就说家里着火了，她和孩子被困在了主卧，出不去了。是凌晨5点半，和案发时间吻合。我会配合警方调查，早日让这个凶手血债血偿。小心！尸检结果出了，死者是生前被人捂住口鼻窒息而死的，不是被困在火场一氧化碳中毒死的吗？一氧化碳中毒需要体内的一氧化碳含量达到50%以上，可是4个死者体内的一氧化碳含量都不超过30%，那就是有人蓄意谋杀了。你家里的保姆还在警方那儿做笔录，我们去看看。你是说我的老婆和孩子是莫焕金杀的？这不可能！莫焕金在我们家做了1年的保姆，他和我老婆我还有几个孩子的感情也很好的，怎么会亲手捂死我老婆还有3个孩子呢？死者的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凌晨4点到6点之间，无法得出更精确的死亡时间。
打个电话给今天早上119的接线员。今天早上5点10分的时候，有个人说绿林小区的业主家里着火了，他是保姆，叫我们过去救火，有4个人被困在火场了。不过什么？早上5点32分的时候，有个男的自称是绿林小区的物业，打电话跟我们说，火场里被困的4个人已经救出来了。火场里有人，119肯定是更重视救人；火场里没人，119则只需要灭火。有人无人，119救援的方式截然不同。一句火场里被困的4个人已经就出来了，很有可能把火场里的人送上绝路。这是板上钉钉的谋杀，是早有预谋。麻烦你把那个物业的电话号码发给我，问他们这是谁的号码。这是杨延军的电话号码。杨延军，他是我们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昨天下午就办了离职手续，他现在已经走了，据说是回河南老家了。这么巧？好的，谢谢。我们调过保姆的电话记录，早上5点30分，他打电话给了物业。早上5点32分，物业就打电话给了119，说人已经救出来了，时间间隔只差了2分钟，这意味着什么？应该不用我多说吧？保姆和物业是一伙的。警察同志，我只是想放一把火再冲进去救人，让他们把我当成救命恩人，再给我一笔钱。我真的没想杀人。我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你老实交代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该不会是杀人的事被发现了吧？可是用毛巾闷死朱小珍和3个孩子时是凌晨5点多，唯一知道整件事的就只有杨延军。杨延军已经什么都说了，杨拿出来了很多对你不利的证据，如果你也默认的话，那没必要再审下去了。法律上，哪怕犯罪嫌疑人不认罪，只要证据充分，法官也一样能给你定罪。包教授，隔壁审讯室，杨延军已经全都交代了，认罪认罚，也签字摁手印了。杨延军说，人是莫焕基杀的，他是主谋。他放屁！杨延军说谎了，要不是他给我出主意，让我杀人灭口，我怎么会动手去杀人？莫焕基已经全部都交代了，他和杨氏老相好，这2个人欠下了巨额赌债，莫焕基想偷雇主家的钱还债，被雇主发现了，要打110报警抓他，所以他们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人给杀了，并伪造了着火现场，想要毁尸灭迹。等找到杨延军，应该就可以结案了。不能结案。什么？死者家的保姆和小区物业不是真正的凶手。怎么可能？包教授的审讯、徐法医的尸检，还有你的推理，凶手有杀人动机，也有作案可能，你还在怀疑什么？莫焕金已经认罪招供了，为什么不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不判他的刑？你们警方是不是想包庇他？你到底在犹豫什么？这案子不能再拖了。那个从物业离职的杨延军也已经被警方找到了，人证物证俱在，证据确凿。这案子再拖下去难以服众。林生斌已经闹了好几次了，我们快要顶不住了。你现在就有幕后凶手的怀疑对象了？不是怀疑，是肯定。林峰我老婆孩子的目的我都已经选好了，但是如果你们不让害我老婆的人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案子一天不平反，我们就一天不送葬，不火化，不入土。目的，这就是你给你老婆孩子挑的目的。老婆和女儿的目，一个在上，一个在下，贯穿南北。2个儿子的，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贯穿东西。我问过风水师，在风水上，这种木相当于打了个结，又叫十字锁魂木，意味着锁定墓中人的魂魄，不能作祟，不能转世，不能轮回。我爷爷就是看风水的，林峰说的是真的。这种十字锁魂木真阴损啊，连死人都不放过。冒昧一问，您是律师还是法师啊？律师讲的是法律，讲的是逻辑，讲的是证据，怎么有人放着好好的律师不做，偏要去做一些法师才做的事情？你们不告，我去告，我去检察院申诉，去法院起诉。你去起诉吧，起诉完保姆再起诉保险公司吗？林先生，这份意外死亡险的保险单你还记得吗？这个是林先生买给自己老婆的意外死亡险，受益人填的是林先生自己的名字。我和我老婆很爱彼此，所以都买了意外死亡险，都填了对方的名字，这有什么问题吗？意外死亡保险是购买90天以后生效，刚好林先生给您妻子买保险的第91天，家里发生火灾，真巧啊！我查清楚了，这是什么？这是林申斌一个私人账户的流水，他的私人账户上3天前有一笔钱打到了一个卖化学试剂的公司，同一时间，该公司有一批化学助燃剂出库，而案发现场的火势和烟雾有使用了化学助燃剂的迹象，并且保姆和物业欠下赌债的那家地下赌场，赌场老板是林申斌的大哥。整个证据链形成闭环，完美。你为什么要替一个强奸犯说话？是因为他付了你很多的律师费吗？触发新任务，查清王厚德事件的真相。任务奖励：林峰律师团队。系统，这个林峰律师团队是什么意思？林峰律师团队，宿主可以带一些实习律师和小助理，组成属于自己的律师团队。团队内的任何人接案子、打赢了官司，宿主都会有属性加成和奖励分成。还有这种操作？
这不就相当于团战副本吗？王先生，我知道你已经有妻子和儿女了，我没有想过要打扰你的生活，可是这孩子是你的，孩子病得很重，你总要付我抚养费和孩子的奶粉钱吧？就是啊，你这人伤都伤了，提起裤子就翻脸不认人，也太没有担当了吧。老兄，看你西装革履的，也是个体面人，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点错误呢？要是真没做过，做个 DNA 鉴定不就得了？自己没做过的事情，要怎么自证清白？这可真是众口铄金，人言可畏，颠倒黑白，击毁箫鼓啊！警告：附近有大量记者蹲点拍摄，请宿主注意言行。你是？我是王厚德先生的律师林峰。林律师，你为什么要替一个强奸犯说话？是因为他付了你很多的律师费吗？你们律师只管拿钱，拿了钱为了赚钱就不顾别人的死活啊！那个年纪轻轻却爆红网络的普法主播，就是传闻中的张三林峰。林律师，你是要替坏人辩护吗？他给了你多少律师费？方便透露一下吗？你觉得这个孩子是谁的？他们俩谁在撒谎？法律保护弱者，也保护强者，更要维护正义。林律师，这件事情与你无关，你走吧。你和王厚德有利益关系吗？林峰，你不敢回答了吗？我当事人是好是坏，孰黑孰白，你们无权下定论。审判一个人是否有罪的，是法律，是法官，而不是舆论，更不是记者。林律师，你的意思是王厚德是无辜的？难道被强迫发生关系的受害者母女才是罪人？你无凭无据的就想帮王厚德洗白？洗白？笑话！我能不能问你几个问题？你说你是被王先生强迫的，被强迫了之后没报警，没立案，没吃避孕药，也没打胎，还把孩子生下来了。是啊，要是真的被强了，那为什么当时不报警，还要怀胎10月把罪犯的孩子生下来，再带着孩子上门呢？我报案了，可是当时因为证据不足，王厚德这个畜生被宣告无罪了。至于我为什么要生下这个孩子，我体弱，大姨妈一直都不准，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孩子已经4、5个月，在我肚子里成型了。王厚德有罪，可孩子是无辜的呀，我于心何忍啊？我心疼孩子，所以才……烦死了，再哭就掐死你，把嘴给我闭上。是苏蓉蓉的声音，挺不耐烦的。这就是你说的，孩子是无辜的，心疼孩子。怎么会这样？哪怕是再喜欢孩子，再心疼孩子，也不可能生下罪犯的孩子啊！这位苏女士涉嫌诽谤我当事人王厚德，我现在要去警局报案。各位记者朋友，感兴趣的可以一起过去。林律师，谢谢你，真的谢谢。全世界都怀疑你是我，唾弃我的时候，只有林峰站出来为我说话。林律师，你就那么肯定我是被诬陷的？为什么？很简单，如果你们真的发生了关系，并且孩子是你的，那么就说明你在他体内留下了酸奶，48小时内去医院检查，是一定能检查出你的样本的。当年的案子不可能会因为证据不足而让你无罪释放，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当年你们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说和他发生关系的人不是你，所以他不敢去做这个检查，只好把孩子生下来，再狠狠敲你一把。可是我跟他真的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我没有对不起我老婆，他随便找来个孩子碰瓷，警方肯定会让我和那个孩子做 DNA 亲子鉴定啊，鉴定完就真相大白了。警察同志，我要告王厚德强奸。你带王厚德和那个孩子去做 DNA 亲子鉴定。因为是警方办案，医院的结果出得很快。DNA 鉴定结果出了，经过鉴定，王厚德先生与这孩子是亲父子。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呢？你们有没有让他和这孩子做过 DNA 鉴定报告？刚刚做鉴定之前，这位林先生就嘱咐我，也给苏女士和孩子做一个鉴定。这是苏女士和孩子的 DNA 鉴定报告。苏女士和这孩子系血亲，是亲母子。怎么会这样？我明明没有。警察同志，我能单独和我的律师聊聊吗？时隔1年多，也不能就凭2纸 DNA 鉴定报告就判断我真的做了强迫苏蓉蓉的行为啊！我是身后法考唯一的股东和投资人，也是身后法考 Speed 班的老师。苏蓉蓉是我在 Speed 班的学生。刚刚医生拿出2份 DNA 鉴定报告，你说我明明没有的时候，为什么突然指出话音？你想到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碰过他。2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和我老婆吵架了，我心情不好，喝多了酒。晚上回到我办公室门口，看到一个女人，身形和衣着打扮和我老婆很像。我们感情很好，结婚几年，头一次吵成那样。她还说要跟我离婚，我当时酒劲上头了，才把她拉进办公室和她。
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的时候，躺在办公室的休息室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我以为我老婆有事先走了，可是拿起手机，我看到昨晚她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还给我发了微信，问我为什么一晚上都不回家。我当时就知道事情不对劲儿了。奸案，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他离婚，还需要问吗？事发当天有监控吗？有，可那天停电，监控刚好没有开。所有的事情刚巧在同一天发生，真的只是巧合吗？你跟你老婆当年为什么吵架？我是你的律师，我不会害你。你不说实话，我要怎么帮你？因为有一次我在给苏蓉蓉讲题，那天我老婆刚好来身后法考给我送文件。我老婆推门进来的时候，苏蓉蓉一把扯掉身上的外套，她只穿了一套透明的比基尼，突然扑到我身上，所以我老婆才会跟我吵架的。你跟苏蓉蓉有仇吗？有没有什么感情纠葛？没有，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那么倒霉，招惹了这么个瘟神。这是一个 U 盘，这里面是律师委托书和公司授权委托书。林律师，我的案子还有身后的破产案都交给你处理。王厚德丢下一句话，然后就跟警察走了。林峰看到 U 盘里的内容，吓了一跳。U 盘里有3份资料，第一份是律师委托书，第2份是公司授权委托书，第3份是股权转让书。换句话说，只要林峰想，他马上就可以成为身后法考的新主人。同样的，他也要承担身后法考的150万巨额债务。林先生，恭喜您！上次您在我们这里买的彩票中奖了，奖金税后200万元已经发放到您的账户。宿主，心愿卡的奖励金额已经以合法方式发放到您的账户，请妥善使用。林峰又去了一趟售楼处，因为身后法考的写字楼租期已经到期了。经理，我来看看写字楼。兄弟，南大街这栋写字楼地段最好，你要是租1年，我给你友情价80万。经理，我租1年要年租金50万以下的。那这3栋也不错，绿河街道的32万，朝阳街的35万，金融街的这栋40万，又是一只带崽的肥羊。系统，帮我看看哪栋楼更合适。绿河街道的那套，地基下边是一个墓地，死过人，闹鬼。朝阳街的那套硬件都不错，性价比高。金融街的那套刚刚装修完，甲醛超标2.5倍，重度污染，短期内无法投入使用。经理，我租朝阳街那套。我让人拿租赁合同过来。您是林峰律师，我是石兰，王厚德是我丈夫。王厚德的妻子居然不是那种插花喝下午茶的豪门太太，反而在售楼处卖房子。这几年厚德的生意不大顺利，我出来卖房子赚点钱，也能帮衬到他。王太太，您叫我是有什么事吗？麻烦你帮我把这份离婚协议转交给王厚德，让他签字。石女士，冒昧的问一句，你为什么要跟王先生提离婚？林律师，那我倒是要问问你，你帮王厚德做辩护的是什么案子？强奸案。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他离婚，还需要问吗？石女士，我希望你可以等到王先生的案子出了判决结果再做决定。有异议吗？您的丈夫有约。石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林峰等经理回来，签了租赁合同并付款后，就匆匆离开了。林峰去了趟检察院，在检察院，林峰看到受害人苏蓉蓉提供的证据，瞬间愣住。1年前的那个晚上，不是因为停电没有保留下来监控录像吗？林律师，这段视频不是监控录像。那天晚上刚好有身后法考录制法考课程的拍摄设备，摄像头正对着王厚德的办公室门口，摄像机没关，所以才拍下了这段视频。这也是前几天苏蓉蓉提交给我们的一份最新的证据。有了这段视频，王厚德这场官司想要翻案的难度直接飙升了几个数量级。触发任务，帮助王厚德打赢官司。提示：本次任务为选择性任务，打赢官司没有任何奖励，败诉也不会有任何惩罚，宿主可以不接。不，我接受这个任务。为什么？王厚德的死活与你并没有什么关系。既然王厚德无罪，让我这个辩护律师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无罪的人进监狱，受到刑事追究，恕我做不到。恭喜宿主通过考验，获得物品德国民法体系。作用：使用后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德国民法的知识体系。这可是好东西，哈哈哈！德国民法典可是举世闻名。林峰还不知道，在他去检察院阅卷的这段时间里，苏蓉蓉发了一条微博，简介是那晚被强迫后怀孕生子的单身母亲。帖子一下就上热搜。哥，你现在在哪儿？一会儿回家整理下手里这个案子的卷宗。怎么了？哥，你别回家，那个苏蓉蓉把你挂上热搜了，现在估计有不少记者就在你家门口蹲着呢。你现在回去能被他们骂死。哥，你到我这儿避一避吧，地址我发给你。大哥，我知道你是为了赚钱，但是这种强奸犯的案子你就别接了，小心惹火烧身。在林润的公寓里，林峰用笔记本电脑一遍一遍地循环播放着苏蓉蓉的视频，甚至设置了0.25倍速，把每个细节都仔仔细细地复盘。这个女的为什么这么眼熟？她叫苏蓉蓉，你认识她吗？
她是我同校的学妹，之前在我们医院生殖科实习过，学医的。她这个人性格怪怪的，女孩子都是去五官科或者妇科实习，可她偏偏要去生殖科。我们医院的生殖科有冷冻精子库，她还对冷冻精子很感兴趣，专门写过论文研究过。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转专业去学法律了，真是奇怪。你再说一遍。怎么了？把你刚刚的话再重复一遍，快！我说苏蓉蓉是学医的，她后面就转专业去学法律了。不是这句。上一句你说什么冷冻精子？哦，就是苏蓉蓉她大2那年执意要在生殖科实习，因为我们医院是3甲医院，生殖科是有冷冻精子装置的，有不少有钱人喜欢做个冷冻精子留条后路。苏蓉蓉似乎对冷冻精子特别感兴趣，还专门去冷冻精子库看过好几次，写了好几篇和冷冻精子相关的论文。大哥，你该不会是想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查一查你们医院的生殖科？大哥，你们律所有保护当事人隐私这一说，在医院我们也要保护患者的隐私。那你能不能帮我动用医疗体系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苏蓉蓉这1年里买药的记录？这个可以，我问问。被受害者的意愿强行与苏蓉蓉打扑克，情节恶劣，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石女士，你好，我是林峰，我想问问你，王厚德先生。林律师，王厚德的事我不感兴趣，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有初步证据证明他是被苏蓉蓉冤枉的，他从头到尾就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这一天，林润打了10几个电话，终于锁定了苏蓉蓉近1年来买药的途径。一连几天的时间，林峰就待在林润家里，几乎不眠不休，反反复复的翻看苏蓉蓉拿出来的那段视频。哥，吃饭了。林峰没搭理他，把苏蓉蓉的那段视频放大，从视频里截屏出一张图来。哈哈哈。哥，你傻了？哥，你别吓我，你看看我，你还认得我是谁吗？哥，我问你，1+1等于几？你还知道吗？苏蓉蓉，你可真行啊！明天开庭，你完了。1日上午9点，区基层法院准时开庭。公诉机关认为，被告王厚德无视国家法律，违背受害者的意愿，强行与苏蓉蓉打扑克，情节恶劣，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及辩护律师、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与你们收到的起诉书副本内容是否一致？一致，一致。被告，你是否承认？审判长，我请求由我的辩护律师替我回答所有问题。被告律师，对于公诉人检察官指控的1年前的晚上，被告王厚德把受害人苏蓉蓉拖进了办公室，你是否承认该事实存在？承认。林峰就这么承认了。被告律师，对于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提到的受害人苏蓉蓉所生下的2个月大的孩子是被告王厚德的亲骨肉，你是否承认该事实存在？承认，该事实确实存在，有 DNA 亲子鉴定报告为证。被告律师，1年前的那天晚上，被告人王厚德与受害人苏蓉蓉且违背了受害人意愿，在被告公司的办公室里发生了打扑克行为，以及被告是否承认该事实存在？我及我的当事人不承认。我当事人王厚德先生从未与受害人苏蓉蓉女士打过扑克，从未。林峰空口无凭，你别胡说八道，在法庭上说话是要讲证据的。肃静，受害人注意你的情绪，不要咆哮法庭。被告律师，你是否有证据证明被告王厚德与受害人苏蓉蓉未打过扑克？我手里有4项证据可以证明他们2个人没有发生过关系，并且我手里的证据还能证明这一切全部都是受害人对我当事人的诬告和陷害。我请求追究受害人诬告陷害罪的刑事责任。审判长，我申请当庭出示证据。允许。审判长，这里有一段视频，我申请当庭播放。法庭内有投影装置，现场播放视频。视频正是王厚德强行把苏蓉蓉拖进办公室的那个视频。暂停。书记员握着鼠标，点了个暂停键。林律师，1年前的那一晚是我的噩梦，我的伤疤。你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让我重新看一遍这段视频？你居心何在？看这里，看清楚了吗？众人下意识地看向屏幕上。视频上，苏蓉蓉即将被强奸的时候，她在笑，她笑得开心又期待。苏女士，能不能请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你的噩梦发生的时候，你为什么在笑，还笑得那么开心？被强迫的人会笑吗？被猥亵的人会笑吗？被强奸的人会笑吗？我当时喝醉了酒，有些神志不清醒，我是出了名的一杯倒，酒量不好，喝醉了看到谁都傻笑的。林律师，难道你觉得一个19岁的女孩子喝醉了酒，被人强迫打了扑克，那个男人就是无罪的，就可以不用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吗？按你的说法，那只要男人有生理需要了，去酒吧捡尸，只要被强迫的女孩子笑了，就是自愿发生关系的，男的就不构成强奸了？真是荒唐。
哈哈哈！我可以出示第二项证据了吗？这一次，林峰拿出来的证据是几张照片。这个小姐姐确实很漂亮，可是跟这个案子有半毛钱关系吗？这是我老婆石兰读大学时的照片。哦，被告律师，请不要在出示证据时出示与本案无关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是我当事人王厚德先生的妻子石兰女士，这张照片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你们对比这张照片里石女士的穿着和案发当晚苏蓉蓉苏女士的穿着打扮，发现了吗？案发的那天晚上，苏蓉蓉女士穿的衣服、颜色、款式，甚至是品牌，都和王厚德先生的原配妻子一模一样。苏女士，如果你真的是喝醉了酒刚好路过，为什么要刻意打扮的和别人的老婆一模一样，3更半夜待在别人的办公室门口呢？苏蓉蓉这么做就是别有用心了，是想小三上位挤走正牌老婆，还是想用强奸罪把王厚德送进监狱？我很喜欢石兰姐姐的衣品和穿搭。很久以前我偶然见过石兰姐姐，所以才会刻意模仿。林律师，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真不愧是学过法又学医的学霸，既有医学生的细心，又有法学生的严谨，拿出来的2项证据都被他能言善辩的糊弄过去。审判长，我很喜欢石兰姐姐，也很敬重王厚德先生，可是我没想到他做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我还是第一次。那一次之后我就怀孕了。如果我遭遇了这样的不堪，法律都不能保护我，那么我还应该相信法律吗？因为你，我遭遇了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忍受的屈辱，你还要让你的律师、你的走狗在法庭上这样折辱我，那好，我就死给你们看。受害人冷静，你他妈疯了吗？你撞吧，你学过刑事诉讼法吧？你应该知道，如果公诉案件的受害人死了，被告人无罪的话，法官是有义务查明真相，并且做出无罪判决的。你今天是死是活，都不影响我帮我的当事人澄清，也不会影响法官判他无罪。一个有勇气怀胎10月，默默生下孩子的女人，会那么容易就想寻短见？绝对不可能。苏蓉蓉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都不简单。王厚德打一次扑克，我就有心理阴影了。现在我看到男人都害怕。你说你被我的当事人强行打了一次扑克，后来就怀孕了，再也没有和其他异性打过扑克，是吗？跟王厚德打一次扑克，我就有心理阴影了。现在我看到男人都害怕，又怎么会？行，审判长，我有几个证人已经到法庭外了。在得到审判长的首肯后，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女人走了进来。怎么会是她？林峰怎么会把她找来的？这位是1年前某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赵静赵女士。赵女士，您亲自跟几位法官说吧。我叫赵静，是绿药公司的医药代表。平时有不少医学圈子里的人都会从我这边直接买药，不走药店和医院。1年前，苏蓉蓉女士在我这里买过药，大概是去年10月底的时候。受害人苏蓉蓉买的什么药？女人生理期的时候止痛暖宫的药。苏蓉蓉买药的时候是去年的10月30号，她说她大姨妈来了，疼得很厉害。所以苏蓉蓉女士10月30号到了生理期，11月1号和王厚德先生发生关系，浴血奋战啊！只发生了1次关系就怀孕了。众所周知，处在生理期的女人如果和异性发生关系，是绝对不可能怀孕的。女性最佳的受孕时期是在排卵期，这是最基本的医学常识。是，我承认那一晚他确实没碰过我，哪怕是醉得不省人事，他也一直在喊着石兰，石兰，老婆。可那又怎么样？你老公跟我有一个儿子，哪怕他没有强迫我，他没有犯罪，那至少也说明他出轨了。石兰姐姐，爱是一道光，绿到你发慌。快到冬天了，你头上这顶绿油油的帽子戴着还暖和吗？是啊，我的老公出轨了。谁说他出轨了？自己看看吧。那是一份人工受精手术的手术记录，患者苏蓉蓉，手术时间是1年前的11月中旬，刚好是在苏蓉蓉第一次去报警，说自己被王厚德给强迫了的那段时间。林峰把打印好的资料给3位法官和书记员都发了一份。我向我当事人的夫人石兰女士证实过，我当事人王厚德先生确实在一家3甲医院做过冷冻精子。医院有冷冻精子库的记录可查。这位楚楚可怜的苏女士，早年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偷走了王厚德先生冷冻的精子，擅自找医院做了人工受精手术，之后生下和王厚德先生有父子关系的孩子，再带着孩子上门逼宫碰瓷。林峰把一摞资料往律师席的桌面上一丢，那些资料里有石兰提供的王厚德冷冻精子的记录和单据，有苏蓉蓉做人工受精的医院里医生和护士的证人证言。审判长看完林峰递上来的资料，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凉气。
审判了这么多的案子，做梦也没想到林峰居然这么厉害。林律师，这是我的名片，我这是拿钱办事，如有冒犯，多多包涵。林律师，我们不知道苏蓉蓉对方当事人的律师是您，要是事先知道了，这案子我们肯定不会接。跟谁作对，也不能跟林律师您作对啊，那不是自己找死吗？苏女士，对不起啊，你的案子是我接不起，违约金不会打到你账上。再见。在接下来的庭审里，苏蓉蓉几乎不再反驳，不再辩解，因为她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很快，庭审到了最后的环节，审判长宣读口头判决。经过合议庭评议后，判决如下，请全体起立。1. 被告人王厚德无罪。2. 受害人苏蓉蓉系伪造证据，诬告陷害王厚德，恶意诉讼。苏蓉蓉涉嫌诬告陷害罪，已经被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照国家法律进行处理。书面判决将会在10日内送达。林律师，我这场官司是你帮我打赢的，我的人生是你救的，你救我这一次，我这后半辈子的人生都供你驱策，为你所用。好啊，原来是你小子，真是冤家路窄。上次坑了我，这次又来害我女儿，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了？蓉蓉她还只是个孩子，她才21岁，你们就要送她去坐牢吗？畜生！强奸案开庭是不允许随随便便旁听的，为什么这女人能坐在旁听席上，旁听完整个案件的审理？所以呢，她泼得我一身脏水，我被网络暴力，被人肉，甚至还要因为苏蓉蓉的诬陷栽赃去坐牢，难道是我活该吗？苏蓉蓉还只是个孩子，笑话，谁还不是个宝宝了？王先生，你可怜可怜我女儿吧，哪怕你不愿意原谅她，给她写一份刑事谅解书也好。我拒绝，不只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我的辩护律师林峰。他费了那么多的心思，才把所有的证据一一搜集起来，帮我胜诉，帮我申冤，帮我平反。现在我要是回过头来就给苏蓉蓉写刑事谅解书，那我把林律师当什么？拿他寻开心，耍他玩吗？让开！这个苏蓉蓉一家怎么都是这种极品？以你的缜密和严谨，可以有100种方法把王厚德送进监狱，为什么非要给他生个孩子？林律师，我想送你一样东西。林峰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本边角泛黄的古籍。这是我们王家祖上是在宋朝做宋诗的，这本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是个商人，也没有继承老祖宗的衣钵，这本古籍我也用不上，就送给你了。古籍很有可能是价值连城的古董，我不能随随便便的收啊。林律师，你要是不收，我就当垃圾扔了。我只是希望这本书能送给一个有法律信仰的人，而不是留在我手里积灰，当个摆设。触发任务：1. 查清楚苏蓉蓉对王厚德的恨意来源；2. 让苏蓉蓉心甘情愿地认罪伏法；3. 妥善处理苏蓉蓉孩子的遗留问题。任务奖励：1. 谈判学技能树激活卡；2. 身后法考牌匾；3. 后半本古籍。王厚德给的古籍只有前半本。系统，死亡级的谈判学技能树有什么作用啊？作用：和别人面对面聊天，就能复制对方的身体感受和情绪起伏到自己身上。谈判学技能树太神奇了。林律师，你要去哪里？看守所。你去看守所干什么？去见一个人。苏蓉蓉。定什么罪判什么刑随你们，我不在意，我也绝不会认罪，我没有错，做错的人不是我。你怎么会在这里？系统，使用谈判学技能树的体验卡。已开启，剩余体验时间59分26秒。你心里是爱着王厚德的吧？你胡说八道什么？能用1整年的时间精心布局，以你的缜密和严谨，可以有100种方法把王厚德送进监狱，为什么非要给他生个孩子？生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损伤多大，你会不知道吗？除了爱过，我想不到别的可能了。就算是要报复，要羞辱，要毁掉，你也没必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这不合理。王厚德开法考机构之前是开医疗器械公司的，和医科大，也就是我的母校有过合作。我第一次见他，是他和我们院领导谈医疗器械采购的饭局上，我在院长办公室做勤工助学，是院长秘书，跟着去参加了饭局。为了应酬，我不得不换上正式的礼服裙，露肩的。那天晚上的酒局，有人喝多了，搂了下我的肩，手还不老实的要往我腿上放。王厚德看不过去，
伸手挡了下，把他的外套脱下来给了我。那件衣服现在还放在我的卧室里，我的床头。后来呢？总不至于因为你爱一个人就要把他送进监狱吧？因为他有老婆，有家庭，有女儿，而我只有他了。可他不要我，哪怕我不要名分，我只想偷偷的跟了他，他都不要我。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你说这么多，我大概是疯了，才会觉得王厚德请来帮他对付我的律师，能读懂我的情绪和我的一切。现在故事也听完了，我还是那句话，我绝对不会认罪，更不会忏悔，我没错。在开庭前收集证据的时候，林峰调查过苏荣荣的背景，父亲酗酒，借高利贷，母亲沉迷于赌博，打麻将，一直到苏荣荣上大学，这夫妻俩都没有管过苏荣荣。今天在法庭上，苏荣荣的母亲会来，也是因为怕苏荣荣这个钱袋子进了监狱，就没人给他还赌债了。可以说，苏荣荣从小到大，王厚德是第一个对她好的人。王厚德递给苏荣荣的那件外套，救了她那一次，却毁了她一辈子。林峰皱了皱眉，苏荣荣的情绪四面八方的涌入他的身体，真实感很强，像是林峰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痛苦。系统暂停体验卡的使用，再体验下去我就要疯魔了。已终止，请宿主尽快提升自己意念的坚强值。如果数值过低，使用谈判学和微表情学技能术，将导致宿主精神崩溃、神志错乱。坚强值是什么？意志力的坚强程度。我目前的坚强值有多少？您的坚强值是2。你说你没错，那王厚德做错了什么？王厚德的妻子又做错了什么？因为你，王厚德的公司背负巨额外债，濒临破产。因为你，王厚德的妻子给他写了离婚协议书，他差点要妻离子散。所以，只因为他当年帮了你一次，给你递了一件外套，他又做错了什么？是啊，这些年刻意接近王厚德，可是每次王厚德都刻意回避，多次明确的对我说他很爱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绝不会出轨。唉，是我一厢情愿了。林律师，帮我把那个孩子送到孤儿院吧，孩子长大了以后，不要让他知道他有我这么个母亲。逮捕我吧，我认罪，是我错了，彻彻底底的错了。恭喜宿主，任务完成。这到底是一个案子的结束，还是另一个案子的开始？提示宿主，3点钟方向有人在暗中盯着您。谁？给500万，你把你手里身后法考的股份交给我，其他都不用你操心。年底分你1成的利润。您是林律师吧？我叫姜子成，是180法考的总监。180法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家法考机构。姜总监，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听说你自掏腰包租下来一栋新的写字楼，想要帮助王厚德重开身后法考。我还听说王厚德很信任你，把整个身后法考所有的股份都转让到了你的名下。姜总监的消息很灵通啊。林律师，跟我干吧。哦，怎么跟你干？我给你500万，你把你手里身后法考的股份交给我，其他都不用你操心，年底分你1成的利润。区500万就想买下整个身后法考，可笑至极。做人还是要看清形势，跟我合作是最好的选择了。抱歉，我这人不喜欢跟别人合伙做生意。林律师，晚上有没有时间来家里吃个饭吧？请你吃完这顿饭，我们也准备走了。反正身后法考也马上要破产了，我和我爱人想换个城市好好生活。王总，我想30-50年之内，身后法考应该是不会破产的。林律师，你就别消遣我了。你现在过来看看，就知道我是不是在消遣你了。你让我来这里干什么？王总，这就是我们身后法考的新地盘了。这栋大楼未来1年都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写字楼一共有6层，1楼是法律图书馆，2楼是自习室，3楼是军警律所的分行，4楼到6楼则是身后法考的办公地点，有办公室，有教室。这栋写字楼租金不便宜吧？这里太偏僻了吧？林律师，为啥不找个繁华的商业圈办公啊？因为这附近是个大学城，离几所法律专业的高校距离最近。那为啥还要在楼下搞个图书馆啊？这不是出力不讨好吗？又不能赚什么钱。你觉得参加司法考试的人群是学生多还是打工人多？肯定是法律专业的学生多啊，而且是应届毕业生才能参加司法考试。哦，楼上收拾的差不多了，我也联系了一些学者教授过来面试咱们公司的学科主讲。林律师，我是郭亦菲，我和我几个同事都到楼下了，是在哪里面试啊？姓名郭亦菲，年龄31，授课能力 A， 社交能力 B， 忠诚度23，特殊黑带4段。真没想到
他居然有背带4个。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林老师，哦不，老板，能不能提前预支1个月的工资？我女儿要上学了，马上要交学费，我会努力工作，也能接受加班的。我提前预支给你3个月的工资，月薪12000。学生的考试通过率高，年底你的奖金也会多，需要你认真授课，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支付宝到账36000元。哈哈哈！谢谢林老板，我一定好好干。请问这里是身后法考的面试现场吗？是，进来吧。姓名魏志远，授课能力 C， 社交能力 S， 忠诚度特殊，极其现实，人脉圈子广，只忠诚于金钱。社交能力为 S 的人，这大概就是社交牛逼症。系统，他的忠诚度为什么是一条横杠？他只忠诚于金钱，不会有任何的忠诚度增长。忠诚度低的人可能会背叛，可能会让你赔得血本无归，倾家荡产。请宿主谨慎选择是否要留下他。你有过法律专业课的授课经验吗？有过啊，我在180、直北真、厚达等5家法考机构都讲过课。哦，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离职？钱少，薪资低。我的讲课水平可能是中下，但是我课程的报名人数和出勤率足以碾压整个法考圈子里所有的同行。这就是一个 S 级社交能力的社牛患者所独有的自信。你留下吧，待遇月薪12000，入职2年内不可以跳槽，否则要按照年薪的2倍赔付违约金。如果你离开身后法考，1年内不得从事与法考教育相关的行业。稍后合同我会一起发到你的邮箱。魏志远弄好了是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弄不好就是引火烧身、玩火自焚的故事了。你23岁？是，我14岁读大学少年班，8年本硕博连读，去年毕业。哦，讲得不错。薪资方面你有什么要求吗？那个管饭吗？管，1日3餐，4菜1汤。行，那我没问题了。等过2天公司开始营业，你过来上班就可以了。林律师，还有什么事吗？我听说180法考机构今天突然租下来了你对面那栋楼，要开分支机构，他们搞课程1折促销，用极低的价格恶意卖课，想要在身后法考重新开张之前把你们公司给挤兑的开不下去。看来选择魏志远留下是正确的。180法考机构的总监叫姜子成，他是政法大学民法所前所长江子棉的弟弟，有人说他就是未来宁烟校长办公室的校长助理，宁烟面前的红人。这是赤裸裸的恶性竞争，很明显在针对你们身后法考。林律师，我言尽于此，你自己小心。谢谢。姜子成还真是阴魂不散，是凭心情执法，心情好了我们就是正常纳税，心情不好了我们公司就是偷税漏税。我明明线上支付了2000多块，你们居然跟我说没有。同学，我们查了好几遍，确实没看到你的付款记录。你好。好什么好？我一点也不好。你们机构吞了我2000多块钱，还死皮赖脸的赖账不承认，亏你们还是搞法律的，就这样的素质吗？能不能把你的付款截图给我看一眼？就这个，2000块钱是我打工1个月才赚来的收入啊！是身后法考官网的付款界面，女孩也确实是付款成功了，一切都没有任何问题。你确定身后的系统里没有她的购买记录吗？我查了7、8遍了，真的没有她的记录。那就奇怪了，付款了，后台怎么会查不到购买记录呢？大家都过来，帮我评评理。我叫孙小美，身后法考讹诈了我的钱，还抵死不承认。什么大佬讲师团都是假的，我还不如花几百块钱去对面的180法考报名，至少他们不会骗我几千块钱。我付钱买了几万块钱的 VIP 课程，也被身后法考骗了。垃圾身后法考，估计这一整个公司都是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吧。退钱，退钱！怎么办啊，林哥？谢怀，帮我查一查这个网页有没有被人擅自改动过程序。哦，我怎么没有想到是有人模仿我们的网址做了假的网页。孙小美同学，你买的是价值2999块钱的课？对呀。给他登记一下，算他报名成功了，再免费送他一套身后出版的纸质书作为补偿。我做的这一切就是要让你心疼。林哥，你这是什么意思？自己看看。我去报警。回来，你急什么？他们这个假网址害得我们损失了几万块钱的课程费，已经构成犯罪了，为什么不报警？他们的行为构成什么犯罪？学生花钱买我们的课程，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向假网页付款，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财产转移，肯定是盗窃罪啊！盗窃罪的犯罪数额呢？盗窃3000元以上的，数额较大；3年以下；盗窃3万到10万元以上的，数额巨大；
3年以上10年以下。我们已经损失几万块了，必须及时止损。为什么要及时止损？如果他们只偷了1、2万，那才能判3年以下，多没意思。要搞事情就搞个大的，小打小闹的判个1、2年有什么意思？查了，这是用了特殊的黑客软件，往你们身后法考的真网页里植入了木马，用木马程序复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网页，除了网址不同，其他的一模一样。能不能拿出来指证对方恶意假冒我们网页的证据？这个简单，证据发你邮箱。老板，今天卖出去了价值25万的课程，实际到账14万，还有11万块在假网页的后台。你们谁是身后法考的负责人？我是负责人。把账本拿出来，我们要查税。2位，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干什么？收回去，这个我们可不清收。快点，把账本拿出来。2位，我们是正经做买卖的商人，都是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缴纳税款的。依法纳税。今年年初是哪个公司交税不及时，被行政处罚了2次啊？你们要查账就查吧，没事儿，王哥，我们的账目经得起查。你疯了？你知不知道，身后之前已经因为涉税问题被行政处罚了2次了？王哥，这样，我现在就写一纸声明，说明你是上周才接手公司的，半年前公司的经营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把自己撇清的干干净净，别管我，也别管身后，明白吗？摘干净，王哥，我们已经摘不干净了。林峰把手机递给王厚德，手机屏幕上是头条推送的几条新闻。身后涉嫌偷税漏税，税务部门已介入调查。事情还没有盖棺定论，就已经有人刻意抹黑，故意带节奏了。查账吧，财务科在这边，2位跟我过来。这账本做的没问题啊？没问题，什么玩意儿没问题？那些原始数据连我都找不到，林峰又是怎么做出来的账本？还好我有系统。哈哈哈！2位，我们公司的账本你们也看过了，有什么问题吗？营业执照、特许许可证呢？您2位是税务系统的吧？查营业执照和特许许可证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事儿吧？你们越俎代庖，有法律依据吗？有这个权利吗？税务系统和工商系统是分开的，各司其职，不是一个部门。作为体制内的公务人员，这2个人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只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想仗势欺人，在这里搞事。如果你们执意要检查的话，那我这个法盲现在就打市长热线问问，到底是你们违反行政法，还是我记错了行政法律和法规？检查合格了，账目没什么问题。看看我发现了什么？你自己过来看看，还说自己没有偷税漏税，那你自己解释一下，为什么销售金额是25万，可是实际开发票的金额却只有14万？哈哈哈！就知道你们有偷税漏税的前科，肯定会再次铤而走险。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什么偷税漏税？那明明是有人做了盗版的假。宁震，企业所得税是按月缴纳，现在还没到交税的时候，哪怕出现差额，也不能证明我们身后法考有偷税漏税的行为，不是吗？还是说你们是凭心情执法？心情好了，我们就是正常纳税；心情不好了，我们公司就是偷税漏税。算你们走运。放进去吧，你女朋友也是公司里的高管，也是我的下属，我会帮你好好照顾的。身后法考偷税漏税的污点是洗不清了。谁说洗不清了？5分钟。什么5分钟？收拾江子成，5分钟够了。林峰发了一条微博，标题是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营业额是25万，却只开了14万块钱的发票。下边放了一段视频。那我就做一个高仿的假网址。对，课程的付款链接也换成假的，这样那些客户花钱在身后买了课，却发现自己没报名成功，一定会去身后法考大闹，闹个天翻地覆的。行，哈哈哈，会不会被查出来？不可能的，我做了假 IP， 还有几道防火墙。除非是遇到黑客技术在我之上的同行，否则不可能破了我的防火墙，也绝对不可能查出来的。身后法考被别人指责偷税漏税，原来是180法考这个罪魁祸首在背后推波助澜，暗箱操纵。你怎么办的事？那里确实有监控，可是我已经让黑客流把监控处理掉了。江总监，我是为了您才去害林峰，去害身后法考的，您可得保我呀，我不能坐牢。蠢货！我让你去给身后法考添点堵，谁让你把事情闹得这么大，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哼！短短1个下午的时间，身后法考的营业额就从几千块钱就变成了整整11万。难道江总监又怎么了？你说有没有可能，从一开始林峰就已经察觉到了是我们搞的鬼，他就是怕盗窃金额太小了，立不了案，才故意让我们闹得不可收拾，他再动手。
请问邓卫先生在吗？我是邓卫。身后法考的林峰先生报案，说你涉嫌盗窃身后法考11万元的课程费用，涉案金额较大，还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江总监，你放心去吧，你女朋友也是公司里的高管，也是我的下属。江总监，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怎么了？180的主页有鬼。别大惊小怪的，要相信科学，不要信那些封建迷信，胡闹。警察准备转身，电脑屏幕忽然弹出一个视频窗口。这是什么？警察点了视频播放。我们一定要赶在身后法考之前注册一家分公司，和身后法考同一天开业。他们要跟我们抢市场，进法考圈分一杯羹，那我们就让他们在这个圈子里彻底没有容身之地。身后重新开业，肯定会打折扣做促销的，我们要不要？当然要。我们180所有的课程全场1折出售，抵死。1折太亏了吧，这价格也太低了，几个主讲老师的课时费都不够。是啊，这不就是杀敌1万，自损8000吗？不太合适啊。那就改成线上授课，把去年咱们公司的课程用视频软件抠一抠背景，再当成今年的新课程卖出去。可是江总监，这是不是太黑，太不道德了？道德值几个钱？我告诉你，有道德的人都饿死了，没有道德的人都发财成首富了。就算把去年的网课换到今年，可是卖课程是要有配套教材的，公司的主讲老师编写教材也需要至少1个月的时间呢。那就把去年的书和市面上能找到的各大机构的教材拿出来，缝缝补补的拼凑一下，不就得了？嗨，我就说不可能200-300块钱就能买下来一整套的法考课程，果然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其实道理很简单，1折出售的课程连老师的授课费都不够吧？用脚趾甲想想都知道这肯定是个骗局。公司内部的会议视频怎么会流出来，被人挂在公司官网上？你们这不是骗钱吗？上周江子成还代表180公司给山区的贫穷孩子捐了几百万，没想到私底下居然是这样的一副嘴脸。不到半个小时，180的官博就有了动作，开直播发通告。我是180法考的法人代表李完，江子成已不再担任我公司总部销售总监一职，他的行为完全属于个人行为，他所负责的分公司与我公司总部没有任何关系，特此。一句话撇清了和江子成的所有关系。江子成已经沦为弃子，被180公司总部彻彻底底的放弃了。江总监，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啊！抢个座位就要判无期？你站起来，给我让个座。凭什么呀？凭什么？就凭这个座位上大写的爱心座位4个大字。人家小姑娘坐的是爱心座位不错，可是也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一定要给你让座吧？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爱心座位怎么了？我没有爱心，不想让座行不行？今天这个座位你必须要让，给我站起来。大妈，我上班累了一天，这个座位也是刚坐下的，你强行要我让也太过分了吧？中华5000年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就是让你们这样的人给败坏了。再说，让你让个座怎么了？你年轻力壮的，看到我这些人站着，你坐着也不害臊。大妈，你也太蛮不讲理了吧？我让你是情分，不让是本分。既然你这么蛮横，我还就不让了。死丫头，再问你最后一次，你到底让不让？再不让，我可就坐下来了。姐几个，你们也都别闲着，拿出手机拍下来，一会发到网上去，让他们单位知道自己的员工根本就没有一点素质。尼玛，你都动手了，还说人家小姑娘没素质，演呢？就是啊，这群老太太是万万惹不得的。住手！放开那个女孩！年轻人，你跟她认识？不认识。不认识？那你吼这么大声干嘛？你是想为她出头吗？你知道我爷爷为什么能活到100岁吗？为什么？因为他从不管闲事。你说你们这群大妈一天天的能不能有点正事？平常孩子不带，衣服不洗，就知道跳广场舞娱乐。要是仅仅就这样，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可是人家小姑娘上了1天班，已经累得不行，好不容易在公交车上找个座位休息，你们一上来就要人家让座位，没有这个道理。就说你呢，前2天我还见你去华联超市抢鸡蛋呢，腿脚那叫一个利索呢。很多年轻人都比不过你，怎么在公交车上站一会就不行了？你胡说，我这几天都是在大润发抢鸡蛋，根本就没有去过华联超市。你还真是不打自招啊！我抢鸡蛋怎么了？
关你什么事？哪条法律规定不可以抢鸡蛋了？年轻人，我可告诉你，我这人心脏不好，上个月刚在医院做过手术。你要是再这样讲话，那我可就躺下了。我要是真躺下了，没有10万8万，可就起不来了。躺下？哥，来，大妈，你要是喜欢躺，那就躺下吧，位置都给你腾出来了。我说这位大妈，你刚才动手去拉人家小姑娘的衣服，我可是已经通过手机拍摄下来了，万一我发到网上去，您可就全国出名了。还有，我是一名律师。律师？什么狗屁律师？律师怎么了？我还怕你不成？我告诉你，最好别乱来。刚才就算是我先动手的，那也是事出有因的。这里明明写的是爱心座位，他凭什么不给我让座？况且我又没有真的动手打人。抱歉，我国律法规定，超过60岁以上的才能算得上老年人。我看大妈，您皮肤虽然有些松弛，有些下垂，有些老人斑，但还没有到60岁的年纪吧？所以说你没有资格让这位小姑娘让座的。的确，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才58岁。几位大妈，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这些人刚才的行为已经严重构成了寻衅滋事罪、辱骂罪、诽谤罪、敲诈勒索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报警处理，数罪并罚，判你个无期，已经算轻了。什么？抢个座位就要判无期？如果你继续耍无赖，那我们就报警试试看。这个人特么的，真的是魔鬼，赶紧溜！开门，请放心。这位先生，刚才多谢你了。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只是那群大妈刚才说话太过分了，所以我才不想给他们让座。现在的广场舞大妈真是太过分了，俨然已经成了社会一霸。就说我们家楼下吧，那群老太太天天晚上跳到10点多，搞得我们家儿子都没法专心写作业了。就是我们小区也是深受其害。哎，没办法，谁让人家年龄大呢？把他们惹急了，往地上一躺，保准叫你麻烦缠身。真没想到这些大妈也有吃瘪的一天。这小伙子行啊，不知道你在哪家律所上班，要是有需要，我就去你们律所找你了。润怎么了？林润涉嫌一起重大刑事犯罪案件，当场人赃并获。他说你是他的律师。警察同志，林润他涉嫌什么刑事案件了？你自己过来一趟吧，尽快。警察同志，你好，我是林润的律师林峰。你也姓林？你和林润是什么关系？林润是我亲弟弟。做警察，法官和检察官遇到自己直系亲属的案子是不能参与，必须主动回避的。但是作为律师就没有这个限制。我是重案3组的组长钱伟。你的弟弟也可以说是你当事人林润，涉嫌参与一起拐卖妇女儿童重大刑事案件，并且可能是主犯。拐卖妇女儿童，这绝对不可能。钱警官，能说说具体的情况吗？翁雪梅就是大家说的梅姨，你听说过吗？那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团伙的老大，跨10几个省作案，整个犯罪团伙绑架了大量年轻女性，卖到农村当媳妇。不止，他们还绑架那种婴幼，卖给没有孩子的家庭，用来谋取暴利。你知道，要是卖不出去的孩子和女人，他们会怎么办吗？那些卖不出去的孩子和女人，下场不会太好。卖不出去的都被打了麻药，扔上手术床，摘取器官。今天我们接到消息，翁雪梅犯罪团伙要运一批货物到山里。我们的同事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布控，在下了高速公路500米处的偏僻处实施抓捕，当场人赃并获。卡车的车厢里堆满了蔬菜和水果，但车厢里有个夹层，夹层里有3个被绑着的人，女性。开卡车的司机就是林润。林润是怎么说的？嫌疑人咬死了要见他的律师，也就是你。你不来，他一个字都不会说。我能见见他吗？不可以。现在我们的讯问还没有开始，我要是让你见他，那我就得违反纪律。林律师，你心急了。对不起，钱警官，是我太着急了。林律师，你有什么话要带给你弟弟？如果你能让他开口接受讯问，配合我们的同事给他录口供，或许我可以代为转达。钱警官，这是我的名片，麻烦你帮我转交给林润，告诉他的案子我知道了，让他配合警方办案。林律师，林润的案子，你的态度是？如果他是冤枉的，我不会看着他因冤入狱；如果他不是冤枉的，我会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尽我最大的努力帮他辩护。这是你哥哥的名片，你应该认的。你哥哥让你配合警方办案。姓名：林润，年龄24岁，职业：医生。在抓捕现场，你开着一辆装满蔬菜水果的车途经319国道，下了高速后被我们抓捕。
卡车的夹层里有3个昏迷不醒的女人，体内吸入了大量乙醚，还用铁链绑住，用胶带封住了嘴，是否属实？属实，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车上为什么会有几个女人是白姐。白姐让我帮个忙，帮她拉着一车蔬菜。白姐是谁？她叫白梅，我们才认识不到半个月，我也不知道她是做什么的。你们怎么认识的？拉屎认识的。你一个大男人，白梅是个女的，你拉屎认识的她？你给我老实交代，别胡说八道。警官，你还别不信，真的是拉屎认识的。我在医院上班，有一次在医院顶楼的洗手间拉屎，我便秘，但是厕所的水压不够，我踩了5、6分钟的冲水阀都冲不下去，我脚都酸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打算用纸垫在屎上手动解决一下的时候，厕所门被人拉开了，白梅她走错厕所了，她以为我要把屎打包拿走，还跟我说屎不能吃。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还真是拉屎认识的，所以认识不到半个月，你就帮他开车运蔬菜。我调休，那半个月休年假，无事可做。白姐问我能不能帮她运2车蔬菜，开一趟车给500的报酬，我就去了。但是警察同志，我真的不知道车里有夹层，还有被绑架的女人。你们怎么联系的？电话、短信、微信还是什么？都没有。他问了我在医院哪个科室工作，他说他会主动来找我的。不对啊，警察同志，这都2022了，怎么会有人说用微信不方便，说什么身份特殊不方便留联系方式？我该不会被那个白梅给骗了吧？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你老实点。你说的那个白梅不是付你报酬吗？她是怎么给你钱的？转账的时候总是有2维码吧？只要找到了转账2维码，哪怕没有微信，也能查到实名的身份信息。没有2维码。他都是在线下见面的时候拿钱给我，顺便告诉我下一次在什么地方等他，帮他开车送货。他给的钱多，我也在攒钱买婚房，就答应了。警官，我该不会真的被骗了吧？钱伟没搭理林润，他立刻让重案3组的同事去调医院的监控。钱伟点开监控视频，把手机递到林润面前。是他吗？对，就是他。钱伟心里一咯噔，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林润。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和你认识的那个白梅是不是一个人？是啊，就是他就是白梅。照片上的女人根本不叫什么白梅，而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团伙的老大，真名叫做翁雪梅，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梅姨。警官，白梅该不会是什么通缉犯吧？不该问的别问。钱组长，搜查令批下来了。根据办案需要，我们现在需要对你的手机进行搜查，这是搜查令，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异议？林润摇摇头，没说什么。他被抓捕的时候，手机就已经被警察拿走了。林润说了自己的手机锁屏密码。警官，我可以走了吗？不是，你是拐卖妇女儿童特大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了，你还想往哪里走？钱伟摇摇头，又问了林润几个问题，神色复杂的从审讯室里走了出来。钱伟回到办公室，林峰还在办公室等着他。钱警官，什么取保候审？你知不知道林润是涉嫌拐卖妇女的重罪，如果证据确凿，是有可能被判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你一份取保候审申请书交上来，就想把他从这里带出去，这怎么可能呢？林律师，也请你不要一味的袒护林润。不是袒护，不是袒护。如果你只是把林润当成是你的当事人之一，没有刻意袒护，那么你会这么在意吗？我会。你按照刑事诉讼法第67条，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取保候审，并且什么？只要你让我见一见那3位受害者，我有证据证明这个案子和林润无关。你真的有确凿证据？钱伟梅直接拒绝，打了个电话给他在重案3组的同事，拿着电话走出了办公室。林律师，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恨翁雪梅那个犯罪团伙吗？钱伟拿出一张照片，她是我女朋友，我初恋。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时候，她就被锁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她今年46岁了，她是25岁那年被绑架的。警方找了她20多年了，一直杳无音信。等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40多岁。我的初恋就是翁雪梅害的第一个年轻女性。钱伟随手从桌上拿起一把水果刀，下一秒狠狠地扎在桌上一个女人照片里。这个人就是翁雪梅。林峰看了一眼，只是看了一眼翁雪梅的照片，林峰就觉得心里发毛。这个案子我们追查了多少年，抓到了多少人，可是翁雪梅的反侦查意识极强，我们始终找不到她的踪迹，好不容易找到了，却被她突出重围逃出去，我们抓不到她。
我想报仇，我恨不得脱了这身警服去亲手毙了翁雪梅，可是现在却连仇人的影子都摸不到。我帮你。什么？林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卡片，递给钱伟。刑侦 App 的入场券是什么东西？含金量有多高？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是我都梦寐以求却求而不得的东西，如今居然就这么出现在了林峰手里。那是很久前吴方平还在世的时候送给林峰的刑侦 App 的入场券。这不仅是刑侦 App 的入场券，也是警方特聘顾问的邀请函。只要林峰想，他随时可以参与到整个案子里。可是你是林润的辩护律师。无妨，很快我就能帮我的当事人林润摆脱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到底林峰是重案3组的组长，还是我是组长？我长得很吓人吗？林润，就是他把我弄晕了，要绑架我的。我不是林润，你认错人了。我能不能问一下，你是怎么被绑架的？哼，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当然也可以选择不告诉我。我是林润的律师，你作为受害人的笔录到我手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你真的相信林润是害你的那个人吗？我是林润的学妹，今年在准备考研。前几天有一位导师给我发了邮件，想约我私下见一面，我很紧张，就叫了林润陪我过去。我们约在一家白茶很不错的高档会所，结果导师还没来，只有我和林润2个人在包厢里。我喝了一口茶，就晕乎乎的倒下，不省人事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被人绑架了。当时包厢里面只有我和林润2个人，地方是他选的，茶艺师是他叫进包厢的，林润身上也确实有安眠类药物，不是他绑架我的，还能有谁？你瞧，现在可不就是证据确凿了吗？我还没听出来怎么回事，怎么林峰就说证据确凿了？这就有证据了。证据就是你刚刚说你会跟林润出去，是因为你的研究生导师在考研之前主动联系了你。对呀，如果不是因为第一次和男导师见面会不方便，我也不会找林润学长作陪。研究生导师在考研之前会主动联系一个自己素未谋面的学生，并且说要私下见面吗？是啊，这不是作弊吗？难道真的是我错怪学长了？如果像林小姐说的，那么林小姐在喝了茶之后，当时就晕过去。林润到底有没有参与到这起绑架事件里，就还有待后续调查。目前证据不足，虽然不能证明林润有罪，但我们也没办法证明林润是清白的。谁说的？白茶泡茶的最佳水温在85摄氏度左右，因为100摄氏度的沸水会导致茶多酚进出，破坏口感。茶艺师泡好一杯茶的时间在3到5分钟之间。林律师，请你直入正题。今年下半年，林润每个月都会在月底的时候去医院开一些安眠药，而他买的那种安眠药，在85度的沸水里，短5分钟的时间很难溶解完全，而且不可能无色无味。如果真的是林润指使茶艺师在茶水里动的手脚，林小姐是学医的，观察细致，应该不至于察觉不到。你们可以让重案组的同志去医院查林润购买处方药的记录，并找相关的药物来进行化验，看看和我说的是不是一模一样。5分钟溶解不完全，有颜色或是有异味，李希双不可能察觉不出来。那么林润在茶水里动手脚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小刘，钱组长，你去一趟白金，查一查给林润那个包间泡茶的茶艺师、茶具，还有走廊和电梯里的监控，涉案人员一个一个的做笔录，不要错过任何一个人。是。林律师，你刚刚说的有一个点让我很在意，林润为什么最近要频繁的买安眠药？因为半年前，林润他家对门搬来了一个做豆腐卖的老奶奶，每天听到豆腐车在小区里叫卖的声音，她晚上就失眠，睁眼到天亮都睡不着。林律师，请你说实话，这样藏着掖着地撒谎，只会让我们觉得你们心里有鬼。听到卖豆腐的声音，晚上就失眠，这是不是太扯了？